同学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清华大学的慕课课堂。今天我们讲唐宋词鉴赏的第12讲，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讲属色词。属色呢，我们分2部分。今天呢，要讲它的水调歌头、古关灯情等5首词，分12、132节课来完成。下面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属色。我们这里展示的是属色的书像，这个书像在湖北的黄州，这个也是，还有它的几幅画像。这是他的赤壁赋的首节。属色是北宋重要的文学家，也是书画家，字子赞，号东坡诸史，梅州眉山人。嘉佑年间中进士，神宗时候曾经任吏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请求外访，担任过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和福州知州。在福州知州任上，因为帮山朝廷的罪，被下御史台狱，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台诗案。并黄州6年，但实际呢是从下旨意开始到离开黄州，按他搭头单位计算，实际呢在黄州4年零3个月。这种初年，他曾经担任翰林学士等职。这种亲任之后，他出至杭州、鄞州、定州等，后来又并职到徽州、儋州。北还之后的第2年，病死在常州。南宋时，他被爵士文宗，与父亲许询、弟弟许策合称三叔。三叔在连宋文坛上也有极高的地位。宋代6大家中，他们苏氏父子就占3大家。他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逼真的要求。属色的词文写得汪洋之势，名不苍大。他的诗也跟黄庭坚并称，也是有极高的成就的。善于用夸张的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属色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他又擅长行书、楷书，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书法4大家。他画竹子，习作枯木怪石，也是一个较有名气的画家。属色在文坛和艺术领域里面有这样多方面的才能，在我国历史上是都有的。有的人呢，像王维能写诗能画画，但是像词文理等等其他的赋和书法等等领域里，他的成就就无法跟属色相比了。属色的诗文界称为东坡7杰。全宋词受属色的词362首，大概也就是仅次于辛弃疾，诗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属色是一个把儒家的庸世之质疑和道家的旷观的精神做了极为圆满的融合，虽因在困穷踟蹰之中，也未尝迷失彷徨。这一点属色的人格是较为完满的。他一生非常坎坷，但是非常豁达，在政治上难以有所建树的情况下，在诗词文赋和书法等几个方面基本上都达到了在宋代的最高水平。这一点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词的领域来说，属色在词方面是开宗立派的大家，首开豪放派的词风，和辛弃疾同为豪放派的代表，所以在宋代词坛上或称属性。属色第一次尝试将诗的音字
和词的原情连在相结合。在书舍之前，本来词的内容是较为狭窄的，特别是花间词都为因格而作，他们的语音风格柔美新巧，在文人的观念中诗壮而词美，词为音口，也就是指词具有柔软性、起音性和婉美性。词被称为娱乐性的木道小技，所以宋代的文人普遍不大看得起词，就是因为词是这个御兵亲信的一种工具。自从苏轼以雄才大略、开阔的胸襟进入了词的创造领域，大大的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和表现手法。在这一点呢，以前刘源也曾经有所尝试，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跟苏轼比，刘源只是一般的文人，苏轼是有雄才大略、很有政治眼光、有广阔的胸襟的这样一个大政治家、大文豪，这一点是刘源难以企及的。苏轼呢，本身又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一个主将之一，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一些观念加以恢宏变化，彻底地打破了婉约派局限于在词中反映男欢女爱、离愁别恨、小到音口的这样的狭窄的讲语，恢复和发展了盛唐和中唐文人词的健康传统。盛唐和中唐文人作品并不多，像李白、像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但是他们的词并不是限于写男女相思离别这种狭窄题材的。苏轼的词又以诗为词，开拓了词的题材境界，使得无意不可阅，无事不可言。他从理论与实践上把词提到与诗并驾齐驱的正中地位上去，在词学的发展上起了回狂澜于既倒、张不全而动之的作用。事实上，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他的扶老思想有所抬头，但是这个扶老思想没有使他过于看破红尘，所以他的词中也有少数像人生如梦、万事到头都是梦这种好像看上去消极的情绪，但是儒家的入世思想始终占据他的主导地位，他没有走消极颓废的道路。词到了苏轼，其体实证，他的词的思想性、艺术性不仅远远超越前人，也有许多地方是后人所未及者。他的雄篇气质照耀寰宇，像李白、杜甫之于诗歌，韩愈、柳宗元之于文章，蔚为大众，影响深远。元好文就说过：“自东坡一出，清醒之外，不知有文字，具有一气万古翻马空的气象。”今天备课的时候，我下了这么一段文字：宋词之所以能高出宋诗、宋文之苏轼诗，也决定于苏轼。宋词假如没有苏轼以及受他影响的词人，并不可能成为宋代的代表文学。苏轼是宋词，甚至也包括京词的灵魂和筋骨。实际上，它也是中华词坛的灵魂和筋骨。苏轼的人格的高尚是令后代人仰慕不已的。10多年前，我国据说曾经搞过一次民意测验，你对古人谁最敬重？据说苏轼一人的得票比得第2名的人远远超过一半还多，可见呢，他的人格也受到后代人们的广泛敬仰，这一点无人能及。
生啊，跟王安石笔法联系在一起。苏轼的经册中曾有这么一段文字：臣妾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为爱，而天下之所以不达之哉，实在于任人，而非法治之罪也。不然，虽得袭人千万，一日百变法，天下一不可治。王安石强调的是根长法度，而苏轼强调的是治理任人，他反对立法更事为实。在这一点上，他跟王安石的看法有不同。而且呢，他认为约束之不大，轻罚之多败。他主张理财，也扩大国库的收入。王安石呢，重在开源，所以他的许多青苗法等等许多的笔法措施，都是想办法增加政府的收入。而苏轼呢，主张既用灵曲，批评广求利之门。熙宁2年的5月，宋神宗曾经私下召见过苏轼，谈了很长时间。苏轼很直接的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陛下求治太急，天然太广，见人太锐，以至于少月给皇帝上7千银许，皆能刑罚的不便。”大家知道，文言文7000字的文章是很长很长的了，白话文7000字也算是很长的了，更何况是用文言书写。苏轼是关心国家大事，也积极的主张改革政治，但是呢，他不主张像王安石那样急于求成，以笔法来求治。他认为更多的应该在用人上。这一点我觉得苏轼的观点可能在某些方面比王安石更可取一些。下面我们看他的《沁园春》词。《沁园春》，宋·苏轼。孤馆灯清，夜殿几毫。绿枕梦残，见月华收敛。晨霜耿耿，云山吃紧，朝露团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常闲欢。微吟罢，凭征安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克长安，似二路出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知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有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常见，但悠悠足岁，且斗尊前。这一首词造于熙宁7年，也就是公元1074年的10月，
当时宿舍自杭州通判调至密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县。宿舍和他的弟弟感情很深，他在任杭州通判任满，可以替身担任知州。他因为弟弟在济南做官，他相思深切，为了接近亲人，就向朝廷请求到密州任职。朝廷也批准他任密州知州。熙宁7年的10月启程赴密州，在赴任的途中写下这首殷勤实质秩序雄毅的词篇。过去我们研究苏轼词的人都有个共同的认识，苏轼写词呢比写诗晚。他36岁在杭州通判任上才学习写词，所以呢他的这一首词相比较就是他的早期的词作，也就是他这个时候就是刚刚杭州通判任满，才去密州上任的途中。当然最近这2年人们在研究苏轼的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呢苏轼写词的历史还可以往前更推早一些，但是不论哪一派的观点，即使往前推的几首词都是质量不咋么样的，在苏轼词中不能作为代表作，而这一首词可以作为早期词的代表作。写这首词的时候，苏轼是怀着矛盾复杂的心情前往密州的。由于他转而新旧当政，在朝中难以立足，在赴密州的途中，词人触景伤情，平安沉思，思绪万千，感慨良多。通过词作把胸中的快乐一股脑儿向自由倾诉。这首词对了解苏轼的生平，对苏轼的思想的引进也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纵观全词，词作主要还是书写词人的政治怀抱，词中表达了治军尧舜的宏大抱负，以及待世傲骨、心藏在我的自信和自豪。虽然也有不被重用的感情，但掩盖不了全词的泡泡英气的这样的基调。前面我们说这首词是苏轼早期词的代表作，虽然在他的全部作品当中还显得较为稚嫩，词中的议论也太多。在苏轼一生的词作中，他也进不了名篇之列，但这首词可以看作苏轼个性词风的一个重要的信号。下面呢，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这首词。首先看词的上片：古关灯清野店几好，绿枕梦残。见玉华收敛，成双耿耿，云山此景，朝露团团。思路无穷，老生有限，诗词曲曲常闲欢。唯应罢，凭睁眼无语，往事千段。上阙接近写早晨出发上路的这个情景和一些抒发自己旅途的情怀。古关灯清，野店几好，绿枕梦残。古关是一个小旅社，孤独的小旅社。作者是这首词写于在赴密州的途中。灯清，灯清意味着灯不是很明亮。野店几好，野店跟古关是一致的郊野的这个小旅店里鸡子叫了。过去人们没有钟表，鸡叫常常是早晨报晓的一个重要的信号。鸡叫3遍天亮，鸡叫头遍的时候呢，往往还比较早。
但是如果急于赶路的人要起来做饭，或者是起来吃早饭了，然后呢等到天一亮或者是鸡叫3遍的时候就可以上路。野定记号，驴整梦残。第3句驴整梦残说明啊，他是被鸡叫头边惊醒的，他还正在梦中呢，还正在残梦，这个听到驴店的鸡子一叫，就被唤醒了。这3句啊，写得很有浓重的生活气息。见月华收敛，春霜耿耿，云散此景，朝露团团。这几句写眼前之景，早晴之景。月华收敛，因为他们上路较早，月亮还在天上，月亮啊收敛才把光线收起来，也就是今年的落下山去。春霜耿耿，早晨的霜很重，云散此景，朝露团团。早晨呢，上路之后一段时间，看到霜满地，这个时候啊，早霞已经开始亮起来，像锦缎一样铺开。朝露团团，团团是露水斗的样子。同志们注意，在这里啊，宿舍有个别误，前面讲春霜耿耿，后面又讲朝露团团。尽管我们读来很优美，很这个音韵也很铿锵，但是仔细推敲，从逻辑上这连载是有矛盾的。既然是春霜耿耿，说明天气已经很寒冷，跟朝露团团就不可能出现。这2者啊，只能据其一，不可能据都同时出现。天气一般就气象学上，在摄氏5度、零上5度的时候，如果天气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比如下雨了，或者是刮大风了等等，这个时候尤其是晴朗的早晨，一般就会出现霜或霜冻，朝露啊就会变成霜。朝露和春霜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水汽啊凝结在草木和地面上的。如果是天气比较暖和一点，不是很冷，那么就是露水。如果是天气较冷，这个时候就凝结的白霜。这2者不可能同时存在，既有露水，又有这个霜，这一点啊，是作者的一个别误。我们上这门课，尽管一方面要充分肯定苏轼等许多大词人在中国词坛上的杰出贡献，对他们一些名篇杰作要大家这个好好的加以赞赏，但是也不要排斥。我们清华这一类的学校，我们学生要有种批判性的精神。我们在学习课文的时候，也不隐晦这些名作、这些名家当中的一些作品当中的一些收录，比如这里就是一个收录。当然，这是我的看法，未必一定正确。欢迎同学们跟我展开证明。思路无穷，老生有限，诗词曲曲常闲欢，唯因罢凭真安无语，往事千段。思路无穷，老生有限。作者啊，这一次从这个杭州赴密州上任，所以呢是在意料之中的，甚至是某种意义上也是自己期盼的。为什么呢？他通判相当于州官的副手，现在呢改任州官。尽管密州没有杭州大，经济富庶的程度跟杭州也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毕竟改任州官，同时呢他又能靠自己的弟弟
考得进得多，这本来是自己希望的。但是有着雄才大略的苏轼，走入仕途啊，已经10多年了，10来年了，但是仍然在这个小的州官任上。而在事实证明，后来他也很少能受到提拔，后来调任曲州知州、福州知州，甚至最后还遭遇五台诗案。实际上朝廷对他是不重用的，他自己啊就慨叹思路无穷，劳神有限，四此区区常心欢。心境啊并不很好。劳神是辛苦的生活，出自于庄子大宗师。夫大快宰我以行，劳我以身，益我以劳，兴我以死，区区是支撑，感叹人世啊，这个漫长，人生很短暂，自己啊有一种虚度年华之感，自己想到自己的走过的道路，心里感到一定的忧愁和郁闷。为人罢，凭真安无语，往事轻短。到这一段，作者以古、秦、野、蚕等一些数字，给画了早先时亲人孤寂的环境和自己有的郁郁寡欢的这种凄清的心境。思路茫茫，而自己的前程未卜，生命苦短，却终日劳顿奔波，这一切令词人心潮起伏，因而发出了四此区区常心欢的浩叹。往事历历，不由得浮想联翩。词人这里用古馆灯情、夜店记号、绿枕梦残，以及玉华收敛、沉香耿耿、云山此景、朝露团团这样几句，绘声绘色地画出了一幅旅途的造型图。上篇虽亦有所抒情，但以写景为主。词的下篇就顺势引出一番议论。当时攻克长安，是二路筹来居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自尊尧舜，此事何难？用塞有时，心常在偶，袖手后方闲去看，身常见，但悠悠逐水，才对挣钱。这一段基本上是通篇的议论。这一点呢，跟当时苏轼自己写诗的情况，以及宋代诗坛上的情况是一致的。宋代诗坛以文字为师，以才学为师，以议论为师，这一点呢，很受南宋一个文学批评家倪宇的沧浪诗话的批评。苏轼呢，就是宋诗的代表人物。他们这种在诗中发议论，是受了杜甫、韩愈的影响。这一点呢，在诗中应该说议论太多是个缺点。在词中，苏轼也发些议论较少，但这一篇议论较多。这个下篇基本上都是议论。当时攻克长安，是二路筹来居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自尊尧舜，此事何难？在早晨赶路的时候，骑在马上，作者回首自己进入仕途这10多年来的经历。当时攻克长安，是二路筹来居少年。二路是指晋朝的陆机和陆云兄弟2个，他们都是很有文采的人。但这2句说自己跟弟弟苏辙一起到进京赶考，就像当年的陆机和陆云兄弟一样。这2点都像，他们都是文学家，
陆源兄弟啊也是文学家，苏轼兄弟也是文学家，都是很年轻有为的。当然在中国文坛上，陆机、陆源的地位跟苏轼、苏辙的地位是无法相比的，相差太远太远。但是呢，在苏轼之前，兄弟具有文明的，去掉曹丕、曹泽兄弟之外，好像以陆机、陆源啊最具名。苏轼兄弟俩随着父亲进京赶考，受到欧阳修等人的重视，所以在礼部考试的时候，本来要取他为第一名，因为当时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呢，看了苏轼的文章，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他觉得把自己的学生取第一名，总归不是太好，要避嫌疑，所以没有把他定为第一名。拿着他打开卷子，当时是把名字是隐掉的，最后把卷子一拆开一看，这个并不是曾巩写的，而是苏轼写的。当然曾巩也是大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可见呢他的文风跟苏轼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他考中进士之后，当时皇帝是宋仁宗，宋仁宗回家之后见到皇后就说：“朕今日为子孙得连宰相矣。”这两个宰相就是苏轼和苏辙。当然后来苏辙还做到了副宰相，苏轼呢从来没有，连副宰相也没有做过。这里词人以西晋的陆机、陆源之况，自诩胸藏万卷，必如铁拳，遥想当年义德之满，少年得志的那种样子。自尊尧舜，此事何难？这句话呢是出自杜甫的《风筝为走城章22韵》这首诗当中。自尊尧舜上，在是风俗寻。苏轼用杜甫的这两句话，既表现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同时呢也有点义德之满。此事何难？实际上苏轼在这里政治上还是有一点幼稚，没有认识到官场上的艰难。实际上他的后面走的道路更为艰辛。要想自尊尧舜，此事实在太艰难。谈何容易，谈何容易。他说此事何难，对人生的艰难还认识不足。正因为词人在这里联想到少年得志的往事，不禁心生好奇。自尊尧舜，金榜济世，又有何难？一腔好气倾荡磊落，壮志豪情喷薄而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由此塑造了一位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自尊尧舜，此事何难的政治家的形象。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是言之有据的。苏轼才华横溢，而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苏轼的文学才干，他的政治才干都是令人十分亲近的。但是呢，天不假以这个机遇，所以苏轼的一生却在坎坎坷坷当中度过。当年的豪气在眼下的现实当中已经碰了一些壁，但词人仍宽慰自己，认为进退有据。用塞有时，心常在偶，袖手后方闲去看。这里也是说明苏轼对当时人生和官场的认识。用塞有时，心常在偶，事事机缘的意思。被重用和不重用主要决定于机遇。心常在偶，若是行道还是缺失隐居，在于我自己。袖手后方闲去看，认为自己不妨先袖手旁观，观察。心常在偶这句话语出于《论语·说二》，用之则行，塞之则长。
但是苏轼后来如果到晚年再回头看自己的这首词作，会嘲笑自己年轻的时候把人生的艰难看得太容易了。中庸是废弃，关键在于机缘。越是行道还是隐士登居，在于自己选择。不妨站在闲区袖手观看诗作，但实际上由不得自己。这一点思想呢，跟儒家实际是孟子讲的但这兼善天下推而独善其身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苏轼的思想全都也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影响还蛮深的。但是苏轼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这里从这首词当中也可以初步的看出苏轼的豁达精神，他对眼前的得失荣辱、持人报义、超公义的豁达的人生态度，用心擅长表现了词人被应用或者被弃之人们决定于命运，本着仕途还是登仕营生，在我自己超然的人生观。最后3句：身长剑，但悠悠逐水，才得真钱。他安慰自己说，只要身体强健，悠悠岁月，我即使袖手旁观，得酒挣钱，又有何妨呢？喝上一杯酒，心情放开宽大一些，来悠悠逐水度过人生。当然这样的结尾看似昂扬，实际上体现了儒家的文学思想，就是哀而不伤的观点。最后虽然有愁，但有愁的不是让读者潸然泪下的，而是让大家看了之后仍然能够振奋的。这首词在写景、抒情、议论合为一体，将史文经史划入词中，既有形象的景象描写，又有抽象的议论来论述政治，才在议论中发表自己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书写了沉郁惆怅的心境，文史连贯一气呵成。这首词呢，已经具有了苏轼的那种宽大的精神和豪放的气势。这首词的议论抒怀部分，遣词汇这个名义无拘无束，经史子节，信手拈来，汪洋之势，显示出作者杰出豪放的才华。这一点我感受很深。读苏轼的词深深感觉到我们这些人读书还太少，知道的还太少，甚至为苏轼诗词作注的人往往有很多他用了有出处的地方我们做不出来，我们读书比苏轼少得多。这首词呢，叶嘉莹先生也认为还有学习模仿刘允、欧阳修的痕迹，这毕竟是他的早期作品。好，关于这首词我们就讲到这里。江城子，苏轼。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首词是写于密州时期。在密州时期，
他写个3首著名的词作，2首蒋承子，一个就是这首一毛正月22夜记梦，还有一首是那个密州出猎，那是首和他的一首最著名的词《水调歌头中秋》，都写于密州时期。同学们，我前面讲到苏轼小学界一般认为他到担任杭州通判36岁的时候才写词，但是由于他诗写的极好，有这么样厚重的诗的基础，一旦开始写词之后，很快上手，很快成熟，而且在密州时期达到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第二个高峰是在黄州时期。这一首蒋承子一毛正月22夜记梦是一首感情深挚的悼亡词，造于宋神宗熙宁8年，也就是公元1075年。当时苏轼在密州任知州。这里有必要跟同学们说说悼亡词，大家千万要破除这样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悼亡词就是悼念死人的，悼念死人的诗词就叫悼亡诗词，错，大错特错。悼亡词呢，是专门男子悼念死去的妻子或者小妾，一定要有爱情关系，而且呢，只能是男子悼念女子，不能倒过来也不行。女子写一首悼念自己丈夫的诗也不行，也不叫悼亡诗，这一点是有很大的限制的，千万不要闹笑话。悼念其他的跟自己没有爱情关系的女子也不叫悼亡诗。这一点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以往是经常很多人都搞错的，这里跟同学们说一说。这首词有一句话的小序：一毛正月22夜记梦。一毛是干支纪年的记法，一卯年对照历史是熙宁8年。题为记梦，实际上是通过梦境的书写来写自己对亡妻的真挚的爱情和深沉的思念。苏轼19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叫王弗，王弗当时才16岁。同志们注意，古人结婚较早，而在这个年龄还是虚岁。王弗出身书香门第，通晓诗书，二人恩爱和睦，感情笃厚。王弗随着苏轼到京师州官，当时京师是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他不幸于宋英宗治平2年，也就是1065年的5月亡故。先是简单的安葬在汴京的西郊，次年归葬于故里的四川梅州东北的彭山县的安正乡。我们课件里附了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大家可以参看。到这一年，王弗已经死去10年了，但是人一样东坡耿耿不能忘怀，常常思念很深。这首词就是为怀念王弗而作。这首词写的感情深挚，充满了凄婉哀伤。我们下面劝讲一下这首词。是你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里的伤篇写死别之痛和相思之苦，长期郁结于胸的深长的悲叹，首句就从心底迸发而出，为全词也定下一个基调，所以写得凄哀至极。10年在古人的诗词里并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死了8、9年也可以成10年，死了11、12年也能成10年。但是呢，王弗的诗到写这首词倒是整整10年，本来可以
不太准确，但是这里倒是准确的。生死两茫茫，就是生离死，就是死别啊，已经整整10年了。茫茫现生死虚途，阴阳隔绝，联想渺茫，互不相知。两茫茫表达了诗人思念亡妻的亲切，也暗示着他的妻子爱诗人的情深，不然就不会有两茫茫之说。这里啊传达出一种莫可名状的空寂凄情之感。不思量，自难忘。作者在这里的用字啊，有点出乎我们想象。他没有想自己怎样在苦苦的思念着死去的妻子，却拼命说不思量。这里呢，实际上话中有话。作者啊，自妻子死过之后的这10年，过得非常艰难拮据。他在生活中、官场上打拼，过得很艰难。所以血因爱思万缕，盘结于心，解不开，也拂不去，但是却没有多少时间去沉思冥想，但是却有实难忘怀。作者在这里用最平常的语言做了最真实动人的描绘。千里孤坟，无去话凄凉。因为王府的墓啊，后来安葬在故乡梅州，也就是四川。苏轼啊，州官要不在边境，后来到杭州，后来又到密州。到写这首词的时候，坐在州官的地方都远离自己的家乡，相隔好几千里。同志们，在过去啊交通很不发达的那个年月，这几千里路程啊，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回去一趟谈何容易，更何况仅仅是去给妻子上坟，理由也不充分。水因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妻子，想到妻子一个人东欧泉下，显得孤寂凄清，但是却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千里孤坟，无去话凄凉。想把自己的心中的许多话给妻子说一说，没有这个可能。这里啊，很容易使我想到我的导师唐桂章先生。唐老37岁，妻子就去世，当时师母36岁。唐老从此之后没有再娶，相反把自己的岳父岳母的父母都接到自己家，把他养起来。后来他只有3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都先他而去，他又把一些小外孙接到自己家养起来。他也不是不思念师母，他跟师母的感情很深。每当想念他的时候，就带上一个小凳子，带上一只笛子，到师母的坟上去走上2个钟头，向师母吹那么一段小笛子，有时候还唱一段小曲。老人啊，对亡妻的这种一往情深，对我们这些学子们影响极深。在他爱情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也是我们敬佩的这些弟子们，要值得很好的学习，很好的效法的。唐老学问很大，是20世纪中国词学界的3大泰斗人物之一。唐老的学问很难及，唐老的人品更不可及。所以我想到苏东坡，想到唐桂章先生，就是觉得我们今天学词，我们今天研究诗词的人，不能嘴上讲怎么忠心，怎么这个忠贞，但是心是另外一套，
有些人报2难，甚至报3难，这个什么嫖娼，就什么之类的事情，很叫人不齿。所以，是苏轼的后人，唐会章的这些学生们，我们觉得有必要把这首词啊，跟自己的在人生观上、爱情观上也联系起来。这里的千里和上面的10年啊是相呼应的。10年是就时间来说，相思10年，足是时间之漫长之苦；千里是就空间而言，生死相隔千里，足见他相依而无从得见的渺茫，无趣话凄凉。假设诗人因仕途坎坷，潦倒失意，产生人生的满怀愁绪，无法向千里之外的长眠地下的爱情诉说，这种解释觉得还不够。此句从千里孤坟而来，也应该保管亡妻也无法向千里之外的诗人叙述自己的凄凉。这2句啊，自成脸茫茫的句意，同样是以无字与作有字来写，概括生在和时代的2个方面。这首词啊，写得清正易直。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里是想，我虽然10年不见死去的妻子了，恐怕他现在即使见到我也认不出了，因为我历历晦气重重，尘满面鬓如霜，脸上好像被尘土所掩盖着，何况头发都斑白了。当年王父去世的时候，自己才20几岁，现在已经将近40岁了，白头发已经鬓如霜，再加上满脸晦气重重，灰尘满面，是给人恐怕妻子见到我也应不识。这应是估计是应该恐怕认不识我了，看到我尘满面鬓如霜。这里啊显得感情非常丰富复杂，而又很有深意。上篇啊作者并没有写梦境，下篇才真正的记梦。夜来有梦或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只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去，明月夜短松冈。上篇写尽了相思之苦，下篇就进入写梦。下篇是诗人实际入梦和梦中的情形。夜来有梦或还乡，小轩窗正梳妆。这里的一个或字啊，写出作者突然而来的喜悦。10年妻子却脸茫茫，互相见不着，今天终于在梦中见到了他。他的音容笑貌还耀映在纸上。这里正面写妻子的就是小轩窗正梳妆，而在梦见的是还乡，在老家的窗口，妻子正在窗口梳头呢。开始梦境即实，实际上是夫妻过去一起生活的情景的真实写照。这个是既是梦境，也是一种依旧。诗人抓住了这具有典型特征的生活片段，写出了一对年轻夫妻相亲相爱的和美关系和幸福生活的情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10年死别，10年之苦，一旦相见，应该有许多话可说，有千种哀愁，万种凄凉要向对方倾诉。但是短短的一点时间，有什么好说的呢？此时只有虚互相对看着，
大家都是泪泪满面，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正像白居易《琵琶行》中有此时无声胜有声，这里的相顾无言，无言却胜过千万言。这个泪千行就是最好的叙述。四目相视，连心相印，万千思绪尽在这千行日泪之中。为之加强了语气，叙事却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抽象的悲愁在这里以具体的泪水的形象传达出来。料得年年长断去，明月夜短松冈。这是孟后的思想。其实还只能长眠在几千里外的故乡的小松树岗上，自己为他牵肠挂肚，经常想起来就令人肠断。这里指短松岗，指亡妻的坟墓，预料到自己每年使自己肝肠寸断的地方，还是那个埋葬着妻子的小松岗。同志们注意，年年是运用叠词，表示每一年，表示每一天，表示从今之后的每一个日月。作者还会像梦中这样来苦苦地思念着那个几千里外的亡妻。全词写得凄婉哀伤，出于悲苦，真可说是一字一泪，以情动人的力量十分巨大。这首词以虚应实，虚中见实，是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选句的特色。梦是虚幻的缥缈的，然而梦中人的感情却显得那么真挚，那么深沉，非常实实在在。这里我在备课的时候发现苏轼写过的一首词叫《送王翦》。时间呢是苏轼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王府的弟弟王翦到杭州来看苏轼，他写了这首词《送王翦》，可以对应着读这首词：王却成都来十载，英俊未免思量。平江清泪洒江洋，孤山之好在，孤客之悲凉。舟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常。阴晴才更尽离殇，此生如泉塞，后去是无相。他对王翦的感情实际上是由对王府的感情而来。这首词也写得很有真情实感，尽管这也是更是苏轼的早期作品，从艺术上来讲还不算很成熟，但是写得情真意切，很令我们学习。下面我们看一首南兰心德的欢喜洒的悼亡词，跟苏轼这个营造一下。欢喜洒，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碧瘦窗。曾是往事立残阳，杯酒莫尽春水中，读书晓得铺茶香。当时知道是寻常。南兰心德结婚3年之后，妻子就去世，自己也过了几年，虚岁31岁的时候就去世。他留下20几首悼念亡妻的作品。他的妻子是难产而去世的，他们结婚这2年多，妻子就去世了。南兰心德很有真性情，他就像李后主那样，人生经历不特别丰富，但是呢，对人一往情深，保持那种同情，对这个妻子的感情也是非常真挚。南兰心德死得早，尽管大家对南兰心德非常崇拜，实际上平心而论，南兰心德的词还没有到最成熟的阶段，但是他的悼亡词是他的词作中
成就最高、写的也最感人的作品。这首《欢喜杀》可作为代表作。关于季梦啊，我也写过一首小诗，我这里读给同学们听一下。这个梦，一看这个题目，同学们就会感到很特殊。梦与观枕，深楼夜垂床而上手。一般的题目不会这样写。我是一段相当于小叙事的了。年轻的时候，我的身世也很坎坷，几次被打成反革命，也坐过牢，还死过一回，差一点已经被追认为烈士了，在医院里又活过来。所以坎坷的身世使我对当时的文革期间那个什么政治的风波感到很有忧伤。这首诗啊是这样：夏行一枝即春秋，看林半生尽白头。尚得梦中存好气，横眉不安相恭候。我对那些欺压老百姓利用政治运动整人的有些达官贵人，我是深恶痛绝的。这首词很能反映我的年轻时候的一些经历。当时也不算很年轻了，当时已经有将近50岁左右了。好，关于宿舍的词啊，我们第一节课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清华的默课课堂。现在我们讲唐宋词鉴赏的第13讲，接着讲苏轼的密奏词。这节课呢，我们要讲这样3首作品：蒋承子密奏曲列，就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中秋，以及蝶恋花，花腿残红情形小。这样3首作品，我们按照顺序来。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保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啊，是苏轼早期豪放词的代表作，写得慷慨豪迈。关于苏轼词啊，算不算豪放词？小学界是有争议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世昌教授为代表的，他认为啊，苏轼词不能算豪放。原因是在苏轼362首词中，真正选得上豪放词的并不很多，甚至不到1/10。苏轼的词更多的是一些旷达的作品，我也赞成这个观点。但是呢，豪放词的开创者是苏轼，这也是无可怀疑的。而这首词呢，是最早的一首豪放词，所以分析这首词啊，就有特殊的意义。下面我们简单的劝讲一下。宋太祖建国时候，为了避免唐朝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采取重内轻外和重文抑武的国家政策，影响首节十分长远。一方面，宋朝内部较为安定，较少内乱，同时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但是另一方面，也因此导致武力节约
不敌北方外敌。当时北方的外敌呢，主要来自辽和西夏。虽然朝廷同他们订有屈辱的合约，但北方仍得不到安宁。这首词啊，借出力的场面的描写，表现了作者从军报国的壮志和抗击敌人的坚强决心。这样的作品在苏轼词集里也是极少有的。这首词在中国词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豪放词的第一首，写的是一次出力。原本只有在诗中表达的题材写进了词。出力之举触发了词人长久蓄积于胸的有识之心和报国之志，偏许报国立功的信念因这一次小事身手而得到一种鼓舞，以致信心十足的要求亲赴西北边疆去完攻杀敌了。词的上篇，老夫聊发少年狂，走秦皇右秦场，金毛貂裘，轻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率府看孙郎。这首诗啊，钟情放别，气格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上篇呢，写打猎官吏的场面，由席卷而来呼啸而去的场面和声势。老夫聊发少年狂，这句也定下了全词的基调。一个狂字贯穿全篇。老夫是苏轼的自称，尽管作者当时虚岁才39岁，但是古人寿命都较短，到了40、50岁啊，就有老子将至的感觉。我记得50年代，我的爷爷奶奶啊，才50多岁就做棺材了，就觉得只要有养老送终的这种思想准备了。这点呢，跟现在我们人都长寿了。我们一个老省委书记叫姜卫清同志，有一次参加我们诗词协会开会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调皮话：现在是90不稀奇，80都来稀，70小弟弟，60还头鼻涕。按姜卫清同志的这种说法，我们还才是头鼻涕之年。同学们就更年轻了，甚至你们的父母还没有到头鼻涕之年呢。在苏轼这里啊，老夫聊发少年狂，在这里作者并没有老态，尽管自称老夫。这里的老夫是相对少年而言的，虽然自己年纪不小了，但是还像少年一样轻狂。具体的表现是走秦皇右秦场，因为要打猎，左手骑了猎狗，右手拄着苍蝇，秦是用手拄着。打猎的那种猎鹰，有的时候晒天上的飞鸟，一晒中了，这个飞鸟正好落在树梢上，你要把它搞下来就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呢，就放一个猎鹰去，把它一下子就叼过来了。或者在有些那个什么高山顶上，一个山的山岗子上，一个猎物给落在那个山岗子上，这个时候也只有放猎鹰去把它叼来。左秦皇右秦场，这两句啊，既是写出打猎的，古人打猎的是时常的景象，也写出了当时打猎的情景。金毛貂裘，轻骑卷平冈。金毛貂裘写诗人自己的当时的打扮，貂金的帽子和貂皮的袍子是古朝贵族官僚的服装，这也是呢一个比较精神的服装，打猎用。轻骑卷平冈，轻骑不是实质，而是表示跟从的去打猎的人之斗。平冈是平坦的小山岗，山岗。轻骑卷平冈，写当时打猎的盛景。
这里这首词啊也看出来，到宋代的时候啊，山东一带这种野兽啊、野鸟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动物和这个飞鸟还很多，所以还经常是人们打猎的地方。大家还记得《水浒》当中武松打虎的那个景阳冈，也就在山东行境内，说明当时宋代的山东人烟还是较为稀少，经常还有野兽出没。这首词啊，开篇就出手不凡，其中4句写出出来的壮观雄壮的场面，表现了历载威武豪迈的气概。左手骑着黄犬，右臂夹着苍蝇，好一副出力的雄姿。随从的武士个个也金毛貂裘，照打猎的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而来，一副壮阔的出力的场面。为报倾城随太守，青山府看孙郎。这千骑的人啊，都跟着太守。这个太守就是太守是汉朝的官职名，汉朝的州官称太守。到宋朝的时候，州官称知州，唐代的州官称刺史。但是呢，州官同是州官，相当于汉朝的太守，但实际上不太一样。汉朝的一个州啊，范围很广大，而宋朝的州就小得多。比如山东的密州，就我印象当中，好像在汉朝的时候就不是州，当时只有像衢州了这些比较大的州郡，当时是太守。倾城随太守，倾城就是满城的人也都来看，看到这个知州出来打猎。青山府看孙郎，孙郎指孙权。据《三国志》记载，孙权曾经亲自乘马赛府。苏轼在这里啊，以孙郎之比，青山府看孙郎，自己也像孙权当年一样，亲自来赛猎。这里写传承市民的生意，词人也要像孙权赛府那样一心身手，更写出苏东坡的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此地云中何日起风堂？挥完雕弓如满月，洗白望赛天狼。此的下品啊，进一步宣泄词人这种少年狂的胸怀，抒发由打猎激发起来的壮志和豪情。酒酣胸胆尚开张，酒酣酒喝的较多，酒性正浓，胸胆尚开张，形容心胸开阔，胆气豪壮，本来呢就充满豪气，再加上酒烈，就更加。勾篇这一句，词人酒酣之后，胸胆更豪，性子一浓，苏轼本人就是豪放不羁的，再加上酒酣，就豪情洋溢了。大家注意，这里的有一个酒酣胸胆尚开张。我今天备课的时候有个想法，就是这个尚字啊用的不顶好，尚有一点勉强的意思。我看这个字呢，如果改一改，酒酣胸胆且开张，用个而且的且，要比这个尚字可能更贴合一些。当然我们的这个词的写作水平跟苏轼来讲，至少相差107000里。我看我们是这个有一点比在这一点上比苏轼还要狂放了。但是我觉得供同学们参考，如果酒酣胸胆尚开张，把它改成且开张，是不是更好一点？供同学们参考。王老师大胆地批评苏轼，改苏轼的词，也欢迎同学们更要大胆地来批评王老师。
我欢迎大家有这种精神。我在课上经常挑古人的毛病，实际上其目的就是培养有我们清华这样的学校学生应该有一种批判精神，应该敢于说话，敢于批评，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这种思维品格。世纪云中，后日请冯唐。这里用到一个典故，世纪就拿到时代平居的福建。古代皇帝派遣时代的一个凭证。云中是汉朝的郡名，在西南内蒙古托克托的东北。冯唐是汉文帝的一个郎官。据史记冯唐的卷，汉文帝的时候，云中太守冯卫商打败匈奴营有功，因为上报杀敌的数字与事实鸟有出入，并被削职。冯唐认为这个处罚太重，向汉文帝进行劝谏，文帝被派他去持节去赦免卫商，复出任云中太守。久汉宋旦上开张，并为霜又何妨？时纪云中，后日请冯唐。作者是在这里是以云中太守卫商之笔，所以他没有被完全罢官，他也希望能有像冯唐这样的人来持着皇帝的命令启用自己，让自己能像卫商一样到杀敌报国的前线去带兵打仗，要报效祖国，并为霜有何妨？虽然我已经有的兵法颁布了，但希望朝廷一样，能启用自己，让自己有机会去，赴疆场杀敌。挥完雕弓如满月，西北望赛天狼。自己也会像卫商那样，挽起雕弓，把雕弓如满月。大家知道弓箭通常是一个弦，要用几何的角度来讲，往往它的只是不到一半，不到小半圆，但是这个弓拉起来的时候，它会那个弓弦会跟这个弓的本身构成一个满月的形状，也就换句话说，把这弓拉到最大度的时候，西北望赛天狼。天狼呢是天上的一颗星，称为天狼星，是人们过去认为这是一颗恶星，主禽鸟的。出自东军当中就有举长射死赛天狼，这里用来比喻当时侵扰北宋的西北方少数民族西夏。西夏自从元号，我们前面讲到，范仲淹的那首《渔家傲》的时候，曾经对西夏成为宋朝的北方西北方向最强的敌手。此人将挽雕弓如满月，狠狠地打击西夏和辽的侵扰。这首词以西北望赛天狼写出作者杀敌报国的决心，这一点在蜀说词里也是不多见的。这首词洋溢着报国杀敌的豪情，充满了高昂豪放的精神，音调铿锵激越。从这首词起，开始把词中历来妩媚无国的傲女之情换成了有胆有识的英雄之气，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壮词。这在中唐以来，不仅词中没有，诗中也很少有。同学们还记得上一节课我曾经讲到，蜀诗是宋词的灵魂，也是宋词的筋骨。宋词本来是写男欢女爱的那些相思离别的那种题材的，写得很无国，没有国气。而蜀说的这样的作品跟花间词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使宋词有了国，有了筋骨。宋词它的内容上才有
充满了报国的豪情壮志，像这些才为后来的像岳飞的《满江红》啊，张小强的《泥奴角》，这个顾东亭啊，像辛弃疾的那些爱国的，这个大声堂叹、小声坑轰的那样的作开了这个先河。苏轼开创豪放词派是从这首词开始的。苏轼本人对词的豪放风格也颇为得意，他在《与昔日之君书》中就说：“今却颇造小词，虽无六七郎风味，也自成一家。吼吼，时日前立于郊外，守候颇多，得一却令东周壮士议长等作而构之，垂跌结骨以为节，颇壮观也。”手指的就是这首词。这首词在中国词史上也应该是大书一笔，它是开创了豪放词的这个先河，成为豪放词的第一首代表作。当然前面呢，我们再追溯到前面，像范仲淹的那一首渔家傲也有一种豪放气象，但是跟这首词比起来气概还是不同的。好，关于这首词我们就说到这里。水调歌头，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关于这首词我相信同学们是再熟悉不过，绝大多数同学都能很好的把它背出来。这首词呢，我也教过很多次，而且呢，也曾经在南京这个各个诗词组织举行和电视台举行的那个中秋节的晚会上，在清凉山公园，我也朗诵过这首词。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我也教过无数次。这一次上个礼拜一，我备好课之后，抽了一点时间到圆明园去走了一下。在圆明园，我就想起这首词，倒有许多特殊的感受。我下面把我这些的感受，连同以前对这首词的理解，一起教给同学们。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中秋》是中秋词当中最著名的一首，脍炙人口。负载的挑起语音从话就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于此尽废。”水调歌头也是古代最有深度的中秋词，抒发了苏轼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悟。这首词的上下篇都带有人生哲学的意味。词的小序秉承中秋，欢迎大醉作词篇，襟怀自由。
这是写于丙辰年的中秋，也就是宋神宗熙宁9年，公元1076年。中秋节这天晚上，作者很高兴，喝了不少酒，一直喝到快天亮，喝得大醉。就在趁着酒兴，又思念自己的弟弟，写了这样一首词。苏轼跟他弟弟的感情非常好，这是人所共知的。这首词运用形象的描绘和浪漫主义的想象，仅仅围绕中秋之月展开描写，抒情和议论从天上与人间，又与人、空间与时间相联系的范畴进行思考，深田入地，把自己对兄弟的感情升华到探索人生乐观与不幸的智力高度，表现了作者乐观宽大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和无限热爱。俗话说，你怕中秋越怕半，中秋意味着一年又将过去，雪又匆匆，使人易于给起对人生的思考。其次云月又关乎人事，上篇表现词人由超尘出世到热爱人生的思想活动，侧重写天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里先是借用李白的青天明月来几时，我今听北一文字。人们往往画这首词的诗意图，都要像李白那样，举起酒杯，把酒问青天，跟李白那个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都有点相似之处。让读者一开始就把思绪引向广袤的太空和神仙世界。明月几时有？这句话看似问得很无理。什么时候有月亮呢？大家知道，明月是经常有的，每个月的15、16一般都是满月，也有的时候说15的月亮16圆，常常有的时候15的月亮不是绝圆，而是16更圆，当然也有的时候上个月越大，通常就是15，下一个月的15的月亮绝圆。把酒问青天，这第二句的一个问字，实际上关乎前后两个问句，一个是明月几时有，第二个是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前面问的是几时，后面是问的是何年。问时问年，明月几时才有？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诗人把酒问月，对明月产生疑问，进行探索，开头就气势不凡，特务而挺拔。今夕何年出自于《诗经·唐风·筹谋》这一篇，今夕何夕，今此良人。这首诗在《诗经》当中，后面也很多的诗词当中，也后人的诗词当中，也经常用到唐风筹谋的这一段话。开头这四句，既离问月问年，问月亮，问今夕是何年，很像求援的提问，起得很突然，很奇异，也像李白的那首把酒问月一样。后面就开始有深层的人生的思考。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居不胜寒。这里既有对月宫昔年的向往，又有深深的疑虑，基于着作者出世和遇世的双重的矛盾心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琼楼玉宇就像李后主词中写到的风阁龙楼李小汉那样的意思。琼楼玉宇代表天上的宫阙，
同志们想一想，这里的天上宫阙，在人间不就是皇宫里的那些宫阙吗？不也就是代指朝廷吗？我又冲锋归去，未必真的是飞到天上去，而是回到朝廷去。他本来就在朝廷主管，但是因为不容于那些所谓改革派的新党们，被发配到杭州担任通判，现在又从杭州来到密州，这才知道要建立一番丰功伟业，要完成自己治军尧舜的那样的抱负，必须有一个较好的平台，也就是在朝廷要居高位，才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他有一种念头，希望乘风归去，归到朝廷去，然后在政治上施展一番。又恐琼楼玉宇，高居不胜寒。这里的琼楼玉宇代指朝廷，又担心朝廷的高处不胜寒。同志们注意，高处不胜寒，这既是文学语言，也是人生经历的深切的感悟。朝廷当中做高官的多，政治斗争也特别复杂。苏轼有在朝廷生活的经验，而且也看到朝廷的政治斗争的险恶，所以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实际上苏轼还没有料到，就在此后不到2年，他在衢州当了几年知州，又到湖州知州，刚刚上任不久，就发生了五台诗案，这才又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所以后来他也曾经再次来到朝廷任职，但是也不久就不容于许多居高位的人。作者到自己的晚年，如果再看这首作品，他会觉得这首词写的最好的一句就是高处不胜寒。他深深地感受到政治的险恶。他说明作者在朝廷和在地方的一种矛盾的心境，也就是退和进之间抉择着的甚至徘徊的困惑的心态。岂无弄清影，何事在人间？从字面上来说，作者想回到天宫里去，又想留在人间，或者说又想回到朝廷去，又想留在地方上，想超脱尘世，乘风归去，又由于徘徊，乐于高寒，不能升职，落足于现实，岂无弄清影，甚至深入心境。在密州这样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相对的讲，他容易保全自己，也能起舞弄清影，在这个月下饮酒赋诗去跳舞，这是一种心里很苦，但苦中作乐。何事在人间？这里的人间既可以相对于天上的宫阙而言的人间，也可以相对于朝廷而言的地方。上篇皆有之语，其无弄影，分饰独立，自行孤高，皆怀一心，壮士高洁昏盲，而又脚踏实地，自具雅量高致。此的上篇到此结束。下篇用乐来称笔情，意在怀人，用写实为写意，画景物为情诗，表现词人对人世间悲欢离合的解释，侧重写人间。卷诸葛第7赋赵无眠。注意，这里的卷、地和赵都用着动词，这3个三字句
实际上用的是顶足对，像一个顶一样，三个角，这三个角来相对称。这里实现月光照耀人间的景象，由月引出安史却觉在的心思浩茫。这三句话都省了了一个句语月。月亮卷诸葛第七幅照无名，月亮从朱红的这种画格和祈福画格诸葛在这里意思是相近的，都写一些富丽的堂皇的一些有钱的人家，在他们的窗前遛狗，照耀着许多彻夜难眠的人，保管作在自己。这里用这三句过渡到写月亮，用卷的照三字，描摹寻找月光的流转，光阴的不移，时间也跟着推进，无眠情深，就月光绕过诸葛，从门户下塞进屋内，照在夜不能寐的人身上，其明写月，暗写人，颇含怨恼之意。不应有恨，何时长相别时圆。这句话是写的很没有道理的。从字面上来解释，你月亮好像跟我没有什么仇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为什么每次都选我们兄弟不在一起的时候圆呢？大家想，这句话讲的很没有道理，但是无理却有情。在这里卷向小旭当中襟怀自由，我们说他们兄弟感情很深。在这个中秋节是团圆节，是人节。大家知道我国古代的许多节令有一些是鬼节，比如清明，比如7月8，比如冬至，比如年30晚上，这三个往往要祭祖，要祭奠鬼神。而相反呢，另外一些节特别是中秋节，是人的这个是团圆之节，往往家庭要借这个机会团圆，包括春节也都是人节。大家不是说嘛，尤其在外打工的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干嘛？就是全家在一起团圆一下，不论吃什么，不论有钱没钱，有没有新衣服，都不是最重要的，全家老少在一道吃顿团圆饭，过年了。中秋节呢，往往是常常是更不能完全团圆的，但是是团圆节，希望在本城或者相隔不远，中秋节都要全家聚一聚。不应有恨，何时长相别时圆。这句话看似无理，却很有情。这里写的别时淋漓，灯抽油脂，看似赏月问月，实为怀人。趁照无名而下，别之淋漓灯抽，表面上是恼月照人，整人与月圆人不圆的长恨，骨子里是本抱着怀人的心思，借机月而表达作者对亲人的怀念。在这里具体说是怀念自己的弟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写这里几句是写词人对人世悲欢离合的解释，表现出一种洒脱旷达的情怀。同志们比较一下悲欢离合和阴晴圆缺，这是两个四字句不但品质而且修辞都一样。悲欢是一句反义词，离合是一句反义词，阴晴是一句反义词，圆缺也是一句反义词。
悲欢离合是平民平仄，下一句阴晴圆缺也是平民平仄，而在这个仄和和缺都是用的弱声字，和缺都是弱声字，悲欢离合跟阴晴圆缺相对应，分写人间和天上，或者讲人间和月亮。月亮写有人间有悲欢离合，而月亮有阴晴圆缺。月亮的阴晴圆缺跟人间的悲欢离合正好是互相映照的，这样的事情都是难以完全十全十美的。月亮有时圆有时缺，甚至像初一初二还经常没有月亮，一点月亮没有。即使是这个晴朗的晚上，像每个月的初一都是没有月亮的。一般30也常常没有月亮。有的时候如果上个月是越大的话越小的话，初二也常常没有月亮。而且呢，即使有月亮，常常是新月或者是不完全的月亮。这是这个不是满月，又有阴晴圆缺，人事也就有悲欢离合。这几句人有悲欢离合，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看似作者讲到这里非常达观，非常豁达，表现出一种洒脱旷达的情怀。其从欲望得失，超然不为，把作为社会细项的人间悲怨不平同月亮的阴晴圆缺这些自然现象相提并论，视为一体，求得安慰，写出了书诗的旷达。书诗有一些词是豪放的，像刚才讲的那首《蒋承子》和我们后面要讲到的《泥奴角赤壁怀古》都是很豪放的。像这样一首就显得很旷达。书诗的旷达之作比豪放之作数量更多，更是它的特色。诗的最后2句，但愿人长久，其利共婵娟，这2句极好，境界也更高。前面水云旷达，后面但愿人长久，其利共婵娟，这里的婵娟就是代指月亮，共持月下的美景，希望人能长久，即使相隔千里之遥，也能共享如此明月，如此月夜，如此良辰美景。这里发出对后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给全诗增加了一种积极奋发的意蕴。同志们也想到，正因为这样的结尾，正因为这首词的这种豁达的心境，这种既很有情，深于情，卷于情，同时又很达观豁达的这种境界，使得这首词成为一首千古绝唱。词中采用了道家思想，关照世界，并且自为排气，作者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的流转，亦有险恶的宦海风涛，揭开睿智的人生理念。后来这首词有深远的影响，后代人经常这里就介绍书诗曾经在我们镇江的金山游玩的时候，请人朗诵这首词，朗诵这首词，认为读这首词有身心之感。傅衍的九品词书也说这首词一袭绮陋香泽之态，摆脱筹谋婉转之姿，使人登高望远，举手傲骨，一怀豪气，超乎尘垢之外。也有一些词都有对这首词给予极高的评价，后人也有写许多
仿效这首词做的。900年来，这首词传颂不绝，后人经常也模仿这首词去写。《水浒传》第30回写8月15日可唱个中秋对月，夜景的曲，这个唱的就是苏东坡学诗的这一首《水调歌》。可见啊，在宋代的时候，这首词就广为流传。我归纳了历代诗的10大名作，我这里选了李后主的《虞美人》，刘永的《雨霖铃》，苏轼的《水调歌头》，苏轼的《泥楼角赤壁怀古》，张小强的《泥楼角歌洞庭》，沙多拉的《泥楼角等石头城》，岳飞的《满江红》，李清照的《声声慢》，辛弃疾的《情欲案》，
杨森的临江县，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这4首作品啊，作为我国的历代的诗的10大名作，当然供同学们参考。其中呢，倒有6首是押入声韵的，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希望引起同学们的注意。关于这首《水调歌头》，我就讲到这里。蝶恋花，春景。苏轼。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巧，多情却被无情恼。据《人在夜话》和《林下词谈》都说，这首词啊，深为赵云所爱。赵云是苏轼的小妾，后来苏轼被贬到徽州去的时候，是赵云跟过去。赵云啊，在徽州经常唱这首词：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之流泪，一直到边界又不适口。赵云跟同他一起被贬到南方，却没有能随着苏轼一起御塞回到北方来。人在夜话的作者惠洪与东坡是同时而稍晚的人，应该说基本是同时代的人，应该是言之有据的。可见呢，这首词啊，感人至深。大家知道赵云这个小妾啊，是苏轼一生当中接触的几个女人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去掉早期的妻子王弗之后，在苏轼的后期的生活当中，赵云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相传还有这么一段小故事，苏轼问人家：你们知道我肚子里装的什么？别的人都想到你肚子里装的满腹诗书啊，装了多少才华等等什么东西。只有赵云说：你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很认可这句话。苏轼在为人处事当中，正因为不迎合世俗的观点，装到一肚皮不合时宜，所以才坎坎坷坷。即使古来财大难为用，再加上有一肚皮不合时宜，财大加不合时宜，就使得造就了苏轼一辈子坎坷曲折。这一点赵云看得非常清楚。赵云应该看着这个苏轼的红颜知己。以豪放派著称的苏轼，也常常有清新婉丽之作。这一首《蝶恋花》就是这样一首杰作。同志们注意，我们的一些大作家往往具有多样化的风格，他的风格不一，不是一种风格。后面我们讲到重要的词人辛弃疾也是这样。辛弃疾既有那种大声淌叹、小声哼哼的那种爱情之作爱国之作，但是也有一些写爱情的作品却写得很婉丽。我们在预选作品的时候也兼顾到这两者。下面我们简单的劝讲一下这首词：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下面我们来看这上篇。此的上篇说的是一片春夏之交的光景。春天的花团锦簇，
仅因为夏天的青草丛丛所代替。花褪残红青杏小，花褪花落，残红还有一少量的残花，已经看到那个小杏子在落花中出来了。这里既写了衰落，也写了新生，残红褪尽，青杏抽生，这本来是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但却仍感到几分悲凉。独木尽春色，而须伤春之情，是古诗词中常有之意，但书说却从中超脱。花褪残红青杏小，我受书说的这首词的影响，在我写的另一首《临江仙》的词当中，就有黄莺深树里，青杏落花中这样的句子。青杏落花中，正是花落的时候长出那种小杏子来。当然这个杏子才在落花之中的杏是很小的。书说说的花褪残红青杏小，莺子飞时绿水人家绕。作者把视线离开褪了残红的枝头，迎向广阔的空间，心情也越随之敞亮。莺子飞舞，绿水快要着村上的人家，春意盎然，一扫起居的悲凉，表现书说旷达的从容的性格。莺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莺子都在清明之后到来。过去有一个祭土地神的节日，春天叫春赛，秋天叫秋赛。莺子呢是春赛的时候来到，秋赛的时候离开。后面我们讲到史代祖的词《双双莺》会进一步讲这个问题。莺子飞时绿水人家绕，到了春天，清明过后，天气暖了，作为候鸟的莺子又飞回故去。莺子很念旧，往往住在旧巢里头。他去年在你家窝梁上筑的巢，今天又回到这个旧巢，围绕绿水绕着的人家，莺子来了。大家注意，这里绕都上声，刚才那个播音员都去声，也许更规范，但是呢都绕，因为我们这首词的上片都是押的上声韵，都绕字，使得声音更和谐，更悦耳。同学们，这是一个小的问题，引起希望同学们注意一下。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与花褪残红青杏小相应，这是完全季节。清明时节开的花已经渐渐的凋谢了，小杏子已经开始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呢，甚至杨花的柳树也已经飘飞的快完了。整个的春天景象不多了，只有天涯何处无芳草，只有芳草连天，接天及地，无远弗届。越长越茂盛，花只是暂时的，芳草却是久远的。这里的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我相信苏轼最初写的时候只是把它作为春景来写，没想到它还有另外的意思。作者的伤春之感，见惜春之情，寄予意外，这是地道的婉约风格。作者没有尽力写，而是紧接着写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是一种宽简和俊朗。就本意来说，虽然花落了，但是杏子长出来了，有衰落的，也有新生的，更何况还有接天及地的芳草。这是作者达观之处。看到这里
我今天备课的时候就想到王昌龄的《龙标演义》当中有“莫道悬钩抽远志，青山明月不成空”。王昌龄曾经被比呢，这个贵州的野狼。按道理他心情应该很不好，但是盛唐诗人就有这样一个扩大的地方，莫道悬钩抽远志，青山明月不成空。所以我来到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生活条件和政治处境都不令人满意，但是呢照样有青山有明月，这是盛唐的一种气象，倒是在这种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它跟其他朝代的不同。李白在宋王昌龄的那首诗当中也有类似的这样的句子：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尽不闻生剑鞘，斗情却被无情恼。这里人家是绿水人家，周围有水环绕，由于绿水之内宽于高墙，所以墙外的行人只能听到墙内的荡秋千的笑声，却看不到方中，所以讲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这种情况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有点不得而知。我过去几十年前30多年前我在当中学老师，我任教的那个中学四面都是河，最早的时候只有一个吊桥跟学校跟外面连起来，早晨上学的时候把吊桥放下去让学生进来，放学的时候再把吊桥放下去让学生们离开，上课的时候就把吊桥拉起来。我去当副校长的时候，那个吊桥已经没有了，已经变成一个坝了，但是有一道门一扎，门一关起来，学生也是不方便随意进出的，四面是河，就有这种。我想到想到这个什么绿水人家绕，我就想到我们当时当老师的那个学校，那个农村的一个中学。这里我们继续看下去，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这里是用的隐写的手法，坐在只写佳人的笑声，而把佳人的容貌和动作这全部隐藏起来，让读者和行人一起去想象一个墙里的少女在荡秋千的那个欢乐的场面。这种写法很高明，用隐来激发想象，拓展了写的意境，让人们去想象它。同样是写女性，说到某一袭花间派的奇缘的作风，情人生动而不流于言，感情真率而不落于情，非常难能可贵。所说的这首词也是一字表达了他对自己蛮强的抱负，有功有名，一心想为朝廷效力，但是却流遭打击和迫害，这是一种自嘲。斗情却被无情恼。同学们，斗情通常是写爱情的，但是这里为朝廷忠心耿耿，却不被朝廷理解，甚至还多次遭受打击。如果斗情却被无情恼，是不是也是苏轼一生遭遇的一个带有点叫人哭笑不得的一种主角？在江南暮春的景色中，就在墙里墙外佳人和行人，一个无情一个斗情的故事，给予了他的忧愤之情，也蕴含着他充满矛盾的人生悖论的思索。这首词上下句之间往往体现了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
如上泉的结尾二句，纸上流面吹又少，感情很低沉。天涯后去有芳草，却强制争分。这与情与情的矛盾中，都在现实中，词人屡草情折，这里反映出思想与现实的矛盾。上篇侧重写爱情，下篇侧重写欢乐，这也是情与情的矛盾。而斗情却被无情恼，不仅写出了情与情的矛盾，也显出了情与理的矛盾。假日洒下一片笑声，悄然而去。行人凝望秋千，空知斗情。词人随意写的是情，也渗透着人生的哲理。关于这首词我们就讲到这里。关于苏轼的词呢，我们也今天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讲苏轼的黄州词，也分2个课时，分别我们从五台诗案前讲起，一写他在黄州的写的一些作品。同学们知道，密州和黄州是苏轼写词的2个高峰。离开黄州之后，苏轼就不多写词了，而且也没有太著名的篇章。所以密州和黄州这2个高峰代表着苏轼对词的主要贡献。好，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清华大学默课课堂。今天我们讲唐宋词鉴赏的第14讲，继续讲苏轼词。今天讲苏轼的黄州词。在讲黄州词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说苏轼跟王安石变法的关系，以及苏轼经历的五台诗案。这是2幅苏轼在黄州时期的2幅塑像，现在能够在黄州能见到。这是苏轼写的《赤壁赋》的手记。我们今天要讲这样几首作品，都是在黄州所作。在讲之前呢，学学五台诗案的始末。苏轼生活的年代，正是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进行变法革新的时代，围绕着变法引起了十分激烈而长久的新旧党争。苏轼也被卷入其中，并在新旧党争的夹缝中被挤得焦头烂额。宋神宗在熙宁年间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变法失利之后，元丰年间又从事改制，也就是所谓元丰改制。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就元丰2年发生了一起文字狱。实际上呢，苏轼并不很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呢，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操之过急，认为约束之不当，惩罚之多败。他也主张理财，扩大国库收入，但是呢，他主张要借用领取，批评广求利之门。他因为对政治改革也有一些自己的主张，所以熙宁2年5月，宋神宗曾经单独召见他，而在长时间的谈话，他对皇帝提出意见说：陛下求治太急，天眼太广，见人太锐，少月还上书7000言，极能刑罚的不便。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曾经态度有所改变。等到在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后结束，他路过南京的时候，去看王安石，2个人一起生活了将近1个月。他曾经在一首诗里讲：充公已决10年迟。对王安石的变法，自己感到了过去支持的不够。关于五台诗案呢，我们下面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是《四库全书》当中《五台诗案》这本书的这个首页。所谓五台，就是御史台。宋代的御史台
院门朝北，院中有斗长白树，因此呢，院子里阴森森的，所以叫雾台，又叫白台。因为制造这起雾台尸案的官员都是御史，宿舍被捕后也关在御史台，又因为是有事引起的，所以这个案子历史上称为雾台尸案。宋朝的雾台啊，或者说御史台是专管监察的，其最高长官称御史总丞，副长官称侍御史之杂事，主管纠察不管，肃正纲纪。台官有弹劾权，可以上奏议事，评论朝政，弹劾官员，还允许封文论事。所谓封文论事，就是听到一些说法，未必要拿得出确凿的证据，就可以弹劾官员。所以御史台啊，权力较大。这一年的元丰2年的7月，御史总丞李定说宿舍有罪有4口非，也就是换句话说，宿舍有4桩大罪。另一个御史啊，徐丹也说，宿舍经协商表，颇有极其实事之言。苏丹的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下面我们马上介绍一下宿舍担任福州刺知州之后的协商表。另一个御史侯正成也说与宿舍愚弄朝廷，妄自增大。所以啊，皇帝看了这些上奏之后，就决定要知检院张昭、御史总丞李定来处理宿舍这个案子。我们看宿舍的福州协商表，我们全文做在课件上，我们重点看拉红的这一部分。他先是担任杭州通判，后来改任密州知州，后来调任徐州知州，徐州知州任满，又调任福州知州，基本上是在知州这个任上打圈子。作者啊是有点感到失望的，所以宿舍在表中就说，风俗腐案在东南好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受益有限。朝廷让我当福州知州，是这个地方风俗腐案，是个好地方，也没多少事可管，在东南好为无事，是优待人的，好像自己受到朝廷的优待。底下呢一段文字就显然是有些牢骚的。妇女曾心智完备，民间以为一人说哭说，文学其乐，凡人必有一德，而成独无群长。后先帝之无恩，足之三观，蒙陛下之构听，辅以廉政。这几句话显然是言不由衷的，人们竭力的在贬低自己，说自己自心智完备，就是很愚笨。一人哭诉，文学浅陋，别人总有一样长处，而我什么出群之长都没有，显然这不符合事实。显然这里显然是在发牢骚。这样的话，叫皇帝或者朝廷的其他的大臣看了是不是愉快的。这一页大家看拉红的部分，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培心境，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这句话也是带有牢骚的。作者说自己愚不识时，难以追培心境，这里啊故意用心境跟生死利用，把自己同心境相对，说自己不生死，这是暗示那些心境的人物经常生死。这里的心境人物就是那些表面上支持王安石变法，实际上人品较差，像
监察御史这个这个李丁啊、侯振成啊、苏丹啊这些人物。所以这样说话呢，嫌容易受人以把柄。所以侯振成就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嫌呢，这个苏轼在协商表当中确实处置的不是很注意，所以让人抓住把柄，可以来诬告自己。但是呢，单凭福州协商表的一两句话还不够，拼命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书帖苏子瞻学士秦堂记，也就是苏轼的一本史记又出版，这就给御史台的那些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事无大古，诗句可以做不同的解读的，最容易给人抓住把柄。别人可以这个什么倾向附会，把有些诗句做有利于自己的观念去解读。苏轼呢，这就有很多话被人家这个抓住。所以说至于饱尝后情，愿望其上，善读谩骂而无否人臣之节者，唯有如是也。给陛下发钱以本意平民，则曰因何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民法以口试军力，则曰读书万卷不独立，自尊尧舜之无术。陛下行水利，则曰东海月之民族义，应教出路必上天。陛下经引经，则曰其实文藻解王位2来3月15言，其他出不及时手艺，无一不是羁邦为主。这是那个上告他的表文当中的话。朝廷的公报定期出版，苏轼的协商表以及这些人弹劾他的文字，很快都在官方的公报当中展示，使得大家都关注这件事。下面我列举了与五台诗案有关的这些诗，这些诗呢，就是《诗库全书》里收的五台诗案那本书当中所列举的。像这里有不少三称五绝，但叫黄豆无人配，不够后老也全根，这些话都是列举他稍微追庄的。其实文藻解王位2来3月15言，像真生之老当中的昨题汉水非无事，先送挑起入太傅，这些以及像秋日牡丹季子由和刘奔云，以及多老园送刘奔同伴太子这个刘基风水东等等，这些诗还有送李清晨这些都作为当时定苏轼的罪名。所谓五台诗案涉及到的诗，就是刚才列举的这几首。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不及细细去解读它。然后呢，朝廷就决定7月28日被太尉黄埔尊诚意追杀苏轼，也就是换句话说，是到福州去逮捕苏轼。这时候呢，插进一个小故事。当时宋神宗皇帝的姐夫，也就是驸马，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赶紧通知苏轼的弟弟苏辙，因为苏辙呢就在商丘，在商丘离边境很近，通知苏辙说朝廷要去逮捕你哥哥。这一次呢，黄埔镇去逮捕苏轼的出差是把自己的一个小儿子带上的，一路乘一站的马，乘一站全到福州去。经过云州的时候呢，云州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我们的家乡，我家乡
我们扬州市就是说镇江管。到镇江的时候，他的儿子生病，在路上耽搁了大半天。最后呢，杨苏澈派的人追到前面，提前赶到福州，告诉苏轼说：“朝廷啊，派人要来抓你。”让苏轼有了一点思想准备。真是要抓的时候呢，苏轼先问当时的通判，也是自己的副手，他们形影私人关系是不错的，就说朝廷要来抓我，我是劝官府呢，还是劝逼府？官府嘛，表示自己知州的这个身份，这个知州肯定当不长了，马上就要宣布罢官，还是劝逼府好一些，这个朝府马上就得脱掉的。但是那个通判说，你还是劝官府，否则呢，人家就怀疑你事情得到消息。他劝上官仪、官学，命令差官黄埔镇。苏轼首先就说：“臣子斗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谢，但请容臣与家人一别。”黄埔镇就淡然地说：“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的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的官位，实际上是知州的官位，全还仅仅罢了，要苏轼立即启程。苏轼从福州出发，要舟船经过太湖。舟船经过太湖的时候，在太湖的一个码头边上过夜，他抬头一看，看到那个卢快亭，就是当年张翰弃官不走，归隐提园，想念家乡的寻根卢玉快，归隐这个太湖这一带的，想想自己现在想不走官都难，这的命运啊摆布自己。这一次回去之后，要遭受许多屈辱，在最后很可能仍然难以活命，就想到不如自己就跳太湖死掉。有些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但是转念一想，我死了之后，我的弟弟苏辙兄弟因为感情太好，所以呢，一旦我死了，我的弟弟肯定也不想活了。如果我们兄弟一死，全家老小怎么生活呢？所以自己还是不能死，所以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随着朝廷啊，回着差官，继续白杀。8月8日，苏轼就被押赴御史台看问。同志们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差。7月28日，派人去抓他，8月8日就把他押解到京师。这一段来回回总共10天，而且还要越大，因为阴历有的时候只有29天，越大的话只有10天，来回这10天功夫，可见呢当时有点急于行河。同学们要知道，古代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舟船舟什么，速度是很慢的，能以10天把他差官去，骑马去。回来有舟船，再回来，这样呢，10天功夫是有点急于行河的。审问的时候，关在他隔壁监牢的一个叫苏松的，当时好像也是知州，他就写下2句诗句，叫遥令百户无心守，狗欲通晓不人闻。苏松显然是关在他南面的监牢房的。无心守，无心就是福州，无心的太守就是福州的知州，指的是苏轼，被狗欲通晓不人闻，被辱骂审讯，通宵达旦。可见呢，一进御史台苏轼的日子就非常难过。关于苏轼在御史台的还有这么一段小故事。当时他是他的儿子苏迈跟了到边境，负责给父亲送牢饭。但是不久他带去的钱就不够用了，
要出去借钱，就委托一个亲戚帮着自己送一天牢饭。原来呢，宿舍跟儿子是要好的，你平常送什么饭菜都可以，但轻易不要送鱼。一旦哪一天朝廷决定要删我的时候，你就送鱼。这个亲戚不知道，就给他送鱼去了。一送鱼啊，宿舍一看了，吓坏了，以为朝廷要杀自己，然后呢，就讨这个有力叫梁成的带联首诗给自己的弟弟，就是子由。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逝去青山口藏国，他年夜雨独伤身。如今今世为兄弟，更见来生为了因。我国古代兄弟都是文学家的，也有不少，但是像他们兄弟这样关系这么密切、这么好的不是很多。另一首当中也想讲：梦摇云山心思落，魂飞汤河命如鸡。当时啊，就像那个鸡子被捆绑在那，沟里烧着开水，马上就要下沟去用开水烫的那个样子。自己很快就要被朝廷取决了，所以当时这种惶恐不安的情景，当然后来证明这是一场虚惊，是那个亲戚送出了鱼，实际上朝廷并没有决定杀他。相反，这个时候啊，朝廷上下有很多人在极力为宿舍讲话。像老宰相张方平、范增是两个退休的宰相，都上手救宿舍。据说呢，张方平啊、往常呢，他们是有资格直接给上书皇帝，皇帝都必须认着你看的。但是这一次，因为要救宿舍的这种表文太多，皇帝也不看。张方平非常生气，又再写了一个表文，叫自己的儿子到皇宫门口去接鼓去。好在他儿子胆小，没敢接鼓。他这个鼓当中，这表文当中就说宿舍是天下奇才，意思是朝廷啊有的独行技能。当时呢，他的弟弟苏澈愿意缴纳自己再生的官职，用自己的八官来救自己哥哥。当时在任的宰相吴充、张登和退居傲县的宰相王安石都上书来营救。这里啊有两点要说明：一个，大家不要误以为，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他是跟王安石为敌，王安石就去整他。其实宿舍的斗智挨争跟王安石都没有直接关系。王安石在这一次他退居南京之后，长期不跟朝廷上什么表文，不过问朝政，但这一次破例照样啊上书皇帝，还有生死扼杀蔡师傅。当时在位的宰相吴充也给宋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不为吾故意，然为吾才既如此，又能用得弥衡，陛下不能用以宿舍，何也？大家都知道京剧当中有个击鼓骂曹，就是弥衡，把衣服都脱掉，露着一个身子在那骂曹操。尽管这是文学作品，未必真完全是如此，但是弥衡对曹操不敬，这是很自然的。曹操仍然能容得下他，那么陛下你怎么能容不下一个弥衡呢？这是吴充的。这里还提了一个叫张登。张登这个人很奇怪，在这一次五台诗案事件当中，他是为宿舍讲话的，要求皇帝饶恕宿舍的。但是后来他自己走到宰相，在宿舍被贬到海南岛，当时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张登，他的态度前后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我们也这里顺带讲一下。除了朝廷的这些官员，大大小小的官员，因为对宿舍的学问、对宿舍的才气、对宿舍的人品都比较看重，都纷纷为他讲话。
甚至皇帝的奶奶就是慈圣光贤曹太后，是宋仁宗的第二个皇后，是宋神宗的奶奶，宋仁宗的皇后，宋神宗的奶奶，曹氏也出面干预。他才跟皇帝说：“训仁宗出西凉国，喜圣曰：我今有为吾子孙得连太平宰相。”这就是指的属策和属色。杀之口腹，就是不能杀。曹太后生了一场大病，大病初愈，宋神宗要大赦天下。曹太后又说：“不许赦天下宋我，但放了属色就行了。”可见呢，朝廷内外，这些人都是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在要求朝廷赦免属色。另外呢，客观上宋代的政策当中还有这么一个原因，就宋太祖赵匡胤曾经规定，不得以淫罪人，也就是说不能杀谏官，不能以淫治罪，不能杀这个文士。这件事情啊，也客观上对属色不会被处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点，宋人传记类别和那个什么，宋朝朝野札记当中都有记载，使得朝廷啊对属色的罪行从宽发落。元丰2年12月29日，就是快过春节的时候，属色被活赦出狱。皇帝处理他的诏书是这么写的：这时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起诉公事，令御史台差人卷押前去。这一点我没有查清楚，那一年有没有腊月30？腊月29他被放出来，正月初一就被押解上路。但属色呢，一放出监狱就写了缺狱，此其运写了联手。平生文字为无类，此去生命不应敌。他也看到自己早也这个后世啊，一是自己的罪，一是自己的文章，文字为无类，但是一放出来之后，却对酒杯浑是梦，4年4百已如神。人因啊不该抽中，人因还大胆的去写诗，还去关心朝政。他元丰3年的正月初一就离开京师，路中呢曾经到商丘对留下。据史书有关记载，属色呢为什么往商丘呢？商丘是他的弟弟属策所在的地方。属色被逮捕之后，他的家属啊，在清官等人的帮助下整理，最后呢，有人他的另外2个学生把他送到商丘，送到属策这里。属色呢离开京城之后，要首先去看看自己的弟弟，看看自己的家小，然后呢安顿一下，然后再去黄州，一直到2月初一才到黄州贬守。这一段材料我不十分清楚，他当时是不是把自己的家小带了一起到黄州的。在黄州啊，史书一直都说属色被贬黄州6年，实际上真正在黄州只有4年零3个月。其中呢，因为他是大头大尾帅，皇帝贬属色到黄州的诏书是元丰2年12月29日下的，属色就被放出来了。当时12月29日还是元丰2年，到元丰7年3月再下诏书，属色以泸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起诉公事。这样他才离开黄州，于元丰7年的4月离别黄州。实际上呢，真正在黄州
4年03个月，元丰3年的2月初1到元丰7年的4月，连头算也只有4年03个月。但是呢，单头单尾，元丰2年、元丰3年、元丰4年、元丰5年、元丰6年，到元丰7年是单头单尾单了6个年头，从夏早数有6个年头，说他比黄州6年也是，就是这样说的。这是宋神宗皇帝的一幅像。苏轼一到黄州啊，跟其他的被贬的许多官员大不一样，他非常豁达。他写的初到黄州的一首诗，就叫“自小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卷荒唐。长江遥过知鱼美，好竹林山觉形象。”长江遥过，黄州在长江的北岸，周围啊，城郭的外面就是长江。因为靠近江，他就想到长江里有大量的鱼，鱼很美。早几年没有污染的时候，我家就在长江当中。我们扬州是扬子江当中的一个沙洲，江里啊有大量的鱼虾，还有江豚等许多鱼类。第二句好竹林山觉形象。2月初1的时候啊，一般竹荇还没有长出来，但是呢，看到漫山遍野的竹子，他就仿佛闻到竹荇的香味。同志们，这一点啊，苏轼是真不可见。在这样的艰难困苦，在关了130天，走了130天，刚刚放出来，又被贬到黄州。他没有像许多这个被贬者呼天抢地、怨天怨地的，而是看到黄州的好处。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就是能从黄鹂里面叫出甜味来。大家知道黄鹂是最苦的中药，在这最苦的当中能苦中作乐，能叫出甜味来，这一点真是苏轼啊，是我们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地方。其中长江遥过知鱼美，好竹林山觉形象，这2句诗句是很好的表达。他的徐州黄州寒食寺帖，这个帖呢，现在在台湾的那个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头。2008年我们江南诗人代表团去访问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一个老先生，我记得他80多岁了，但是个子矮矮的，身体很好。他经常跟我谈到苏轼，谈到这个寒食帖，他原来就管这个的。寒食帖里，你看当时在黄州的生活，空包煮寒菜，破灶烧食味，眼泥哭途穷，石灰吹不起。可见呢，实际在黄州生活是艰辛的。据有些野史笔记当中记载，苏轼贬到黄州之后啊，经济上很困难，他的收入很低，只是一个团里副使的职别，一家老小人口众多，每个月啊把这个小铜钱用150个小铜钱圈成一圈，一个月的小铜钱呢就放在一个竹篮子，吊在屋梁上，每天呢弄个小叉子去插一小圈下来，一天的开销就这一小圈铜钱，一般是150个小铜钱。如果是今天没有客人来，还尽量要省一点下来，因为哪天来客人了，这150个铜钱就不够用了，就要动用一些平常积存的那个钱。苏轼啊过得很艰辛，
但是他很有一个傲骨，他在写给自立功者的信中就有：只需谈笑于死生之际，那剑破困穷，必要响铃，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这个信当中也说：无才虽老且穷，而道理关心中心感，终以听骨髓，有这样一股正气支撑了他。他并不是哭哭啼啼的，在求得人家的同情，相反是挺着腰杆走人的。这次下面我们讲联首苏轼在黄州写的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奇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词是元丰3年2月，苏轼出兵黄州，寓居在定慧院时所作。从词的开头，却有挂手桐，漏断人抽筋。起因大概写作的时间是在元丰3年2月的，在初7、初8到初9这个样子。大家知道，称却有挂手桐，可见呢是上旋之月。而且呢，又想漏断人抽筋，也不可能是初2、初3。初2、初3的时候，刚刚月亮天黑不多久就下山了，再不到漏断人抽筋的时候才下山。他这个时候还却有挂手桐，可见的呢，应该在初8、初9前后的这个时候。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个形象来托物余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俗、迷失流苏的心境。这首词云孤雁，寄托自己的情绪，并特点是把人和鸿两个形象融为一体。鸿是一种坚贞的灵情，品性高洁。这里的孤鸿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形象，人的品格与鸿的性情融合在一起，是鸿非鸿，是人非人，缥缈茫远，也幻也真。大家所谓孤鸿就是孤雁。孤雁在南飞的时候，或者是北归的时候，常常呢因为受伤，比如说被人家一箭射中了，但不是射的太要害的这个位置，没有死的可能，但是呢往往就不能随着大队伍飞了，他这个只好成为孤雁。也有的是因为生病等等原因，就脱离雁群的孤雁。同志们想一下，如果大雁南飞的时候成为孤雁，很可能就活不过这个冬天。原因是他受伤，只好留在这个很冷的地方。他本来是到南方去过冬的，最后没得能力随着大队伍飞到南方去，就在北方，常常冬天就被冻死了。要春天回北方来的时候，大约就这首词写的是2月，2月应该答案是北归的时候，过了春天，过了最冷的日子了。这个时候往往孤雁很可怜，但是呢没有死的可能。因为南方你暂时迟一点回到北方去，南方还是天气也暖和，也是能生活下去的。这个孤鸿也是作者的自我写照。正是苏轼
宾馆黄州，无人理解之际，但有孤高自长，仅此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自我写照。此中的古红有着更为深广的内涵。下面我们简单的劝讲一下：秋月挂手筒，路断人抽筋。秋月不满的月亮，上弦之月，挂在手筒。手筒2月的时候，桐树还没有长出新叶子来，是光秃秃的。路断人抽筋，写这里写今夜的红影、人影两个意象融合在一个时空，暗示着在以云岸润人的江心。这里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又挂手筒的孤寂的氛围，为友人和古红的出场做铺地。漏是古人祭祀用的漏符，我的口径上有一个是在网上下载的这个漏符的滴漏，铜符滴漏的这种情景，从一层一层的水滴下来，最后呢，能掌握根据水流的速度，大致能估计出时间来。此里这开头2句就区别不凡，宣映出一种孤高出尘的境界。随即有人多往来，缥缈古红影。这里点出一个多来多往、心思浩茫的友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的有友人而古红，使这2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友人那孤高的心境，正向着缥缈若现的古红之影。这2句既是实现，又通过人和眼的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相人意味和诗意之美，也强化了友人的超凡脱俗。旌旗俱回头，有恨无人寻。拣尽寒子不肯起，寂寞沙洲人。这是词的下篇，写古红飘零失守，惊魂未定，却仍然仅是这种孤寂的品性。这第二期不肯同流合污，既写孤雁心有余悸的凄惨境况，又写孤雁的操守和精致崇高的气节。透过古红的形象，看到词人既诚惶诚恐的心境，又充满着刚直不阿的个性。这里词人以象征的手法，将其多元的通过红的孤独缥缈、旌旗回头、怀抱忧恨和选求索取，表达着在秉持黄州时期的孤寂的处境和高洁自喜、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这在与古红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古红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对象化，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技巧。这首词的境界恰如黄庭坚所说，语意高妙，是非其以后是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成熟气，所能至此。这种高旷洒脱、绝取成熟的境界，也得益于书写的高妙的艺术技巧。这在以心灵云物语、取神题外、意中实境，他为语人在对古红和月夜环境背景的描写中，显取叙事简约凌厉，空灵飞动，有含蓄蕴藉，生动而传神，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好，这首词我们就分析到这。下面呢，我们讲苏轼的一首著名的咏物词，是张则甫《杨花词》。水龙吟，次韵张志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迎损柔肠，困酣娇颜，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坠。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平碎。春色三分，2分尘土，1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是一首后作，课件上显示的张则甫的水龙吟杨花，是一个叫张杰的人写的一首水龙吟杨花。苏轼呢补他的韵。大家知道补人的韵就像在雪地上，你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走，每一步都要踩在你的脚印上，这是非常难的。后作要写的比原作好是非常难的。当然苏轼跟张则甫的写词的水平大不一样，所以水印是后作越巧比原作写的好得多。下面我们简单的劝讲一下这首词。水龙吟啊是词牌名，据说是因为李白跌走龙吟水的诗句而得名。次韵是原韵的后词，张则甫叫张杰，字则甫，是苏轼的好友，曾经同在京城为官。这首词呢也写于在黄州时期。他水印被贬到黄州了，老朋友还把自己的作品寄来，苏轼还候了这一首作品。是花还是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旁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杨花就是柳树，相传啊，柳本来就叫柳，后来呢，隋朝的时候把它种在大运河的河堤上，河堤又叫水堤。隋朝呢很看重这一点，据说是隋炀帝啊封这个柳树姓杨，所以从此柳树又叫杨柳。这句话未必可靠，我们过往言之。是花还是非花？杨花称作花，但并不跟自然界的大量的许多植物开的花并不一样。它既没有牡丹的娇艳，也没有桂花等许多的花的芳香，也不像这个普通的花那种样子。是花还是非花？大家注意，苏轼的用笔很高明。第一句话就惊人的扣具杨花的特点，它像花，应该讲也不是花，也无人惜从教坠，但很少人珍惜杨花。有喜爱牡丹的，有喜爱什么玫瑰的，喜爱各种各样的花，菊花，这个像陶渊明爱菊花等等，但是很少有人喜爱杨花，所以让它任意的漂浮，到处都是。我们清华的同学都知道，杨花飘飞的时候，我们到金泉园门口的那一个荷塘，也就是当年朱自清写《荷塘月色》的那个地方，你看，因为我们那边荷塘边上都是大片的杨树，等到杨花一纷飞的时候，荷塘呢，因为当时荷叶还没有长起来，整个荷塘的倒去水面上全是飘的杨花，水都看不见了，全是白茫茫的一片。
抛家帮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死。抛家帮路，杨花飘的到处路边上、草地上，到处都是。思量却是无情有死。无情是这里啊，它就是不是一般的，就从字面上去写杨花了，就赋予杨花看似无情而实有情思的，就开始深入一层的写杨花。阴顺悠长，坤旱骄阳，欲开还闭。阴顺悠长，杨柳枝条又细又扭圆。而且从唐代开始，人们经常结直柳整笔的习惯，用柳条的柳跟柳音相近，希望能留下来。往往杨柳跟人的去留往往联系在一起。坤旱骄阳是那个柳芽，柳叶要包嫩芽和要包杨花的那个柳芽，又开寒碧，写那种有的还没有漂浮出来的杨花的那种情态。这里用字非常准确，又掌握的很好的分寸。这里也把杨花比作美人，用美人困倦时又开还闭的娇艳来形容杨柳一开始还没有完全飘飞出来的那种景象。娇艳，古代诗词里常把柳叶称为柳眼，这里的娇艳也可以指有柳眼，也可以指那个嫩小的柳叶。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去，有寒悲迎夫妻。梦里随着杨花到处漂浮，去寻找自己日思夜想的情郎，可是却又被黄莺鸟的叫声惊醒了。唐代诗人金常书有一首春园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鸡。这个儿子实际上应该读你，打起黄莺你，莫教枝上鸡。即使惊奇梦，不得到了兮。因为首句的末尾一个字是用的平声，既是平声，它就要押韵，押韵它要跟提跟喜押韵，所以在这里也应该像那个什么驾驭池塘谷，朝朝无戚戚，早知草有熏，驾驭弄草泥，那种读法应该一样。你是上海话的读音，现在在普通话里，这个儿字儿化音跟提字是绝对不押韵的。这样化用了金常书这首诗的意思意境，有寒悲迎夫妻，且这个女子越困还醒的那种样子，写那种娇态，写她对丈夫的思念之情。不恨此花费尽，恨喜缘落红难追。小来雨钩一种后在，一池平水。不恨此花费尽，指杨花的飘落花，恨喜缘落红难追，难以收拾。小来雨钩一种后在，一池平水。大家注意，要理解这一句跟苏轼自己写的一段小注释要联系在一起。他原来这个词的下面有一段原注：杨花落水为浮萍，因之欣然。古人有一种说法，杨花跟浮萍是一个东西，杨花落在水上就变成浮萍草。现在看来这显然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苏轼同志是一个大文豪，但是在科学上似乎是一个科盲。这一点他倒不在行。竟然相信杨花落水会成为浮萍，这一点杜甫同志也是犯同样的错误。他在《丽人行》当中就是杨花一落复不平，青鸟飞去衔红巾，也是用的杨花一落成为白萍的这样的典故，也是用的，也是在不符合科学事实的。
苏轼大家都读过他的《十中山集》，他那个什么怎么探讨十中山的形成，考究了半天，实际上他最后的结论也是错的。苏轼尽管是大文豪，但是在口诀上呢，有些问题上未必都立得住。小来雨沟一种后在，一池平水。杨花按照苏轼的理解，杨花落水就慢慢变成浮萍了。实际上杨花漂在水面上，然后被水湿了之后，慢慢的重了，就沉到水下去了。时间一长之后，就沤成河里的河泥了。而不是化成浮萍，春色3分，2分尘土，1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春色3分指杨花，杨花象征着春色。这2/3的杨花落在地面上，慢慢的变成了尘土，也有1/3的徐徐飘去。这一句思维的方式，像徐宁的《忆扬州》，天下3分明月夜，2分无来是扬州。这种像是徐宁的那种写法。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上篇就讲了昆汉骄阳，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随浪情郎去去，又还被迎夫妻。联系到这里，把这个诗赋，这个像杨花一样的昆汉骄阳，杨花点点，最后用离人泪赋予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杨花以人的感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论这首词，润物之词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高。我的导师唐桂章先生在《唐宋词简释》当中评价这首词是鸳鸯花一毛取神，一刀古今。这首词苏轼干什么常常都是第一流的。他写的韵文词不很多。刚才我们学的一首《不宣子》，黄州定慧院语句作，实际上是韵的古雅，也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韵文，也写得很好。这一首《水龙吟》历来被认为在韵文词当中是写得最好的，是韵文的名作。韵文词贵在原文寄情，不凝不脱。这首词把人的感情与受韵之物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让你分不出作者是在写人还是写物。苏轼的词以一人手法，想象奇特，把杨花比作一个风飘万里、梦情群郎的女子，以杨花的飘零冷落的形象来形容心已碎、情难忘的贵重女子的情态，真是惟妙惟肖，为历来读者所喜爱。把杨花的飘落同伤君之情交织在一起，下春雨过后，杨花也飞尽，化作一池平水。由于春色3分，2分尘土，1分流水，或春花雨一路。结尾把杨花比作点点离人泪，传出诗赋伤春伤笔之情。这首词的构思巧妙，刻画细致，借用杨花写诗赋，与物象不离不黏，而以言情为主，韵味丰厚，情满全篇，体现了苏轼词风格婉约缠绵的一面。大家注意，这个北宋的韵文词还点了题字，就是还用到杨花。开头讲实话还是不，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还正面的用到杨花2字。到了南宋的时候，一些著名的韵文词，特别是史达祖、蒋奎等人写的词，里面就不缺题字了。就是杨花，有人说他们要写杨花，杨花2个字就不正形出现，可以写到花，但不能写杨花，不能正面写杨花。
不以写水不以水，而以水之气候左右也。需要写的东西，把它的气候左右都写到，让人想到自然是这个东西，但是却不把这两个字说破。这一点是北宋元末词跟南宋元末词不一样的地方。这首词啊，跟苏轼的大多数作品不太一样。这首词啊，充满着婉约，充满着绮陋香泽之态，是元末词一般是婉约派词人写的较多。这首词啊，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从艺术上来讲，这首词啊是词韵厚拙，按原作的韵来想，比一般的写词都有一重困难和限制。但苏轼不但写，而且写的比原作好，比原作的立意更高。另外，张的原作对刻画极尽特征，构思新颖，这个苏轼啊更是写物而不宁此于物，给杨花予以生命，主观抒情色彩更浓。第二，构思奇妙，早在以惜春惜别的感情为统帅，以物拟人，在是与非是两个角度来写，通过一系列气势妙想，有理有合，写的缠绵清绝。第三点，节俭其人，推陈其缺性，化用了韩愈经常说的诗意，抛家旁路是化用韩愈的完全诗，杨花欲家无才时，唯见漫天则雪飞。梦随风万里，寻浪去去，有寒悲迎夫妻，化用经常说的春远的诗意，以杨花拟人，故写梦，又是以有形来比无形。好，关于这一首元末词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节课继续讲苏轼的黄州词。谢谢大家，谢谢。好，同学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清华大学默课课堂。我们这节课讲唐宋词鉴赏的第15讲，讲苏轼的黄州词的后一部分。下面我们首先讲定风波，莫听犬铃打一声这一篇。定风波，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啊，被贬黄州后的第3年，以途中偶然遇雨这一个极其平常的生活小事来生发人生的议论。大家注意2个事，一个是苏轼在黄州的词啊，包括他的一些文学作品，到黄州的第3年，也就是元丰5年，这一年是大丰收的一年。你如果特别怀古这一首《定风波》，以及下面要讲到的一首《临江仙》，夜归临皋，都是写于元丰3年。而且呢，气候特别赋也写于这一年。这一年啊，苏轼
是北魏黄州的第3年了，而且意味着他还要在这里待好几年。这个时候，他的创作却出现了一次高峰当中的高峰，这是一点。第二个，丁风伯这首词把苏轼的人格形象大大的提高。在苏轼的所有词作中，他的名气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尼奴角赤壁怀古和那个水调歌头中秋，名气要大得多。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对人格的和苏轼的这种宽大的精神最能集中表现的是这一首丁风伯的词。这一首小词与简朴中见深意，与寻常去生奇境，表现出一种宽大超脱的胸襟，给予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这是苏轼的一幅画像，很能画出他的精神境界，看出他一手一鱼任平生的景象。下面我们简单的来传讲这首词。词的上片，莫听犬铃打一声，后方迎晓且驱行。竹杖芒鞋轻身马，谁怕一手一鱼任平生。首先看第一句，莫听犬铃打一声，在犬铃打一声前面加上莫听，实际是不管的意思。犬铃打一声是客观存在的，犬铃打一的声音实际上是鱼声，鱼声，而且犬铃打一说明雨下的较大。我们现在外面正在下雨，但是这个雨比起还说不上犬铃打一，这个雨只是小雨。苏轼的这个词中出现的这个雨是较大的雨，先写出这语句疯狂，又加以莫听2个字，说明万物不足萦怀。这个风雨啊，不必太在意它。又莫听2个字，写出人的性情。首句短而有力，表现苏东坡的哲学思想和一种影响。哲学思想。后方迎晓且驱行，迎后晓有的类似现在迎送这一类的意思。一路上照样迎着死，而且虚行。同志们，这一点是非常反常的。大家知道，在路上下雨了，再根据小序3月7日洒伏道中遇雨，雨具先驱，同情皆狼狈，雨都不叫。这个以要遂晴，遂作词。这段小序给我们一段启示。他们是去的时候就觉得天色不好，他是带了雨具的，但是也可能那些跟从的人啊，他们在一路上吟诵着什么东西，谈诗论什么，其他的小书童啊什么人呢，走到前面去把伞啊什么东西拿走了。真正下起雨来，他没得伞，光着头淋，同行皆狼狈，雨都不叫。雨都不叫，跟这里的后方迎晓且驱行是相映照的。这里的虚行违反常理。按理讲，在这个雨突然下来的情况下，人们常常是2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找一个地方躲雨，等到雨小了或者不下了我们再走。还有一个呢，走快一点，尽量找一个可以躲雨的地方。也有的时候突然下雨，我们一时附近没有躲雨的地方，那么就要跑快一点，找到哪个这个房屋的屋檐下，至少也找到一棵大树底下，可以雨躲一躲。但是作者却不这样，迎晓虚行这4个字啊，写的是词人啊对当时自然界的风雨的态度毫不萦怀，既不在意的去听它，还照样迎晓虚行。虚
虚心就是不改常态，慢慢的走，就像我们在公园里散步似的。以这种平静的心态，对于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何妨傲之，还透出一点调皮，也具有一种挑战的色彩。他把自然界的这些风风雨雨看得很淡。同志们还要想到一点，从小序里讲，3月7日杀父道中雨。3月7日当然是指农历，农历的3月7日大致相当于阴历的阳历的4月初，跟清明节左右。我们一般清明节都4月5号，也就是跟这个时间。大家想想，当时在黄州4月5号，人家一下子把身子上的衣服都浇湿了，还是比较冷的。但是作者却毫不在意。我们夏天到6、7月份，这个时候如果淋一点雨，大家是不在乎。有的时候浑身淌了好多汗，你下一点雨浇一浇，反而凉快一点，还不在乎。但3月，阴历的3月，这个时候天气还是春天，还是清明左右，这个时候天气还是比较冷的。主张芒鞋轻胜马，随怕。主张芒鞋举着竹子做的拐杖，写出简陋。农村里要找一个竹杖，特别是在我们江南地带，到去好做离山脚形象的地方，竹子做的拐杖太简单不够。芒鞋、草鞋，过去草鞋有几种，有的就是纯粹用草打的，也有的用黄麻之类的打的，也有的用那个什么水破布啊，那些旧布片子打的。后连着稍微好一点，纯粹用草打的那个就成本最低，也最不牢实，也最容易磨破脚。小时候我们也穿过草鞋，竹杖芒鞋轻胜马。在作者心中，举着竹杖，穿着草鞋，却像骑在马上一样轻松愉快。这一点啊，是一种笑傲人生、不计风雨的这种态度，非常达观，非常豪迈。谁怕一手一语任平生。谁怕是一个反问句，对于这种全临大义之身，照样用淫小虚行，这个密室，挑战的态度来对待他。一手一语任平生，不是写眼前景，而更多的是写心中的事，心中之意。一手一语任平生，写的是对待人生风雨的一种豁达。平生2个字是写的人生的风雨，由眼前的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的强化作者面对人生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一种超然的情怀。手就穿了一种手艺，古代呢是用手艺草编制的。手艺草呢大概那个直径只有3毫米左右，30毫米，跟我们比我们一般的那个细的圆珠笔芯差不多，比较很细的那种圆珠笔芯有这样，里面呢像泡沫塑料似的，外面的呢是很光滑的，雨水如果落在外面是能淌掉的。用那个手艺草编的这个雨衣就是手艺了。这个手艺挡雨的性能并不顶好，大雨还是打得透的，因为它一根草一根草之间衔接的并不很紧，小雨是没问题，够大的雨还是不行的，还是容易透的。古人呢就把一直到50、60年代，我们还经常干农活的时候还穿蓑衣，当时呢蓑衣到这个膝盖左右，有这么长，下面呢就把裤子卷高，就夏天干农活了。农民常常用它带着雨衣的，蓑衣草的那个灯芯呢，
把皮剥掉之后，就是古人用它来点灯的、挑灯的那个灯槽。这里的一手一鱼任平生，就是这种非常达观豪放的情。这首词这一句话是整个这篇文章里最着力之处。词的下篇，料峭春寒吹酒醒，未能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料峭是本来是形容冬天的那个寒风的，在这里啊，因为是春寒斗雨，才清明左右，身上的衣服全部被打湿了。这个时候寒风一吹，是觉得有种刺骨之寒，但作者没有刻意的把它写得冷到什么程度，甚至发抖了什么东西没有，只是讲微冷。大家注意，作者心里啊，对于自然界的风雨有一种单一取之的态度，有一种甚至蔑视挑战的态度，实际上更多的反映他在人生的这些风风雨雨也淡然相对。且雨接着山头斜照却相迎，雨过之后啊，太阳倒又出来了，雨过天晴，这就是既写与上篇写的风雨相对应，又为下文这个抒发对人生的感慨做铺垫。回首向来萧瑟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注重的萧瑟两个字，意为风雨之声，与上篇的全林打一声相应和。风雨两个字一语相关，既指野外的途中的受遇的风雨，又暗指几乎置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的险途。这包含着人生哲理意味的顶尖之别，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风雨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当中的政治风雨融入得失，又何足挂齿，这是很难得的。苏东坡这首词啊，是借题发挥，他是刚刚经历了五台诗案不久，他胸中有许多感慨和想法，由于在途中遇雨而引起触发，而后并借此事来抒发心中的感想和心情，既写眼前景，谈心中事，因自然现象谈及人生的哲理，有了这首与简朴中见深意，与情长去生波澜的词来。苏轼在这首词中借对自然界的风雨的应对态度，表达他对人生风雨和政治风雨的处置心态。就像他词的最后一句所说，也无风也无晴。你心中平静，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淡然处之，不怕这种坎坷，顺其自然来对待眼前和将来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风雨。我们看出在这里这首词当中，最充分地揭示了作者的坦荡的心胸和泰然自取的生活态度。这一点，这首词啊，我看就从思想境界来说，它是超出于尼奴角特别怀古和水调沟头中秋的，在苏轼词中应该是第六的作品。他在贬谪黄州这个特定时期写这首词啊，也是一种自我画像。他在自然风雨中趋变不惊、迎晓趋行的形象，非常表现了作者取困境而安之乐趣，把失意置之度外的精神面貌和一种扩大的心胸。这首词啊，我们说实话，怎么鼓励这个评价它都不够分。
在我国古往今来的词，就思想性、艺术性相融合的好的，能够超过这一首词的作品为数不多。当然，我对苏轼是非常崇敬的。最后呢，讲一讲这首词的押韵啊，是运用一种抱韵。所谓抱韵呢，是一个韵为主，从头贯穿到尾，但是呢，中间用一些变化了的韵。像这首词就用了词令正韵4部的平声韵，这里的声、行和一首以渔人平声的声，以及后来山头写照却相迎的迎，以最后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晴，可以看成这首词啊是用的平声韵贯穿，但是呢中间有才有别的韵，像竹杖芒鞋轻身马随怕是加的词令正韵10部的去声韵，料峭春风吹酒醒，为冷是押的11部的上声韵，回首向来萧瑟去归去，这个去和去是押的第4部的去声韵。在一个韵为主的情况下，夹杂于别的韵部的韵，这种叫抱韵。在宋词里不很多见，五代时期有一些丁某某的词牌子，也有其他人写的时候也运用抱韵，还有像喜和啊，有些词牌也运用抱韵。这种情况，一般的人在讲这首词的时候，很少讲到这一点，我们要引起注意。这是苏轼这一首词能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的一个方面，使得这首词啊跌宕起伏，词虽很短，但是有多重曲折，去掉意思有曲折之外，声音也有曲折，显得跌宕起伏。好，这里呢关于这首词我们就说到这。下面我们看苏轼的最著名的作品《泥楼角赤壁怀古》。大江东去。
是被称为千古绝唱的苏轼的最杰出的代表作，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词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写于元丰5年的7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时候由黄州城外的赤壁记时所作。这首词一度盛行，产品悱恻的北宋词坛具有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人生低谷中发出这样的宏中大吕的制作，也看出苏轼人格的另一个方面，一种英雄气格，一种代表，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也是北宋词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作者却能从宏大的时空意识中寻求超越，壮言写人，怀古伤今，把人生挫折的懊丧推向高原之去。我们简单的劝讲一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注意，这首作品呢，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家都懂的，我就少讲一些；大家需要补充的，我就多讲一点。大江东去是指长江，长江经过黄州附近的时候，正是进入了长江的中下游，江面也比较开阔，水势就很大。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往今来写长江、写黄河的作品太多太多，但是能跟这一首作品相比的有为数极少。这里开头就以磅礴的气势写出了长江浩浩荡荡的这个气势，又写出了他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为下面赤壁怀古做好铺垫。长江自古以来滚滚东流入海，长江的水量是很大的，比起黄河要多上好多倍。长江的水势也特别广阔，我家就在长江当中，是长江当中的一个沙洲，是长江当中除了崇明岛之外的第二大岛。而且因为它在江当中成为扬子江中，所以叫扬州。我也对长江深有感触。700年来看惯了长江的这种这个东流入海，他马上就想到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在作者所经历的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赤壁之战这样的这个震古烁今的一种大的事变。这里的风流人物是指出场的人物，感慨千古风流人物的消失。这里写的气势恢宏，必达于全。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走廊赤壁。这里点出这就是传说中的古赤壁战场，把赤壁山江边的故垒和当年的赤壁大战的主要人物走廊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借怀古以叙感。大家注意，苏轼讲人道是三国走廊赤壁，苏轼大概也清楚，他所有的这个赤壁记并不是赤壁之战的赤壁。我这里下载了一个湖北省的地图，你看东坡赤壁就是黄州赤壁，是这里。实际上赤壁记的赤壁在这边，一个是在武汉东面100多里，一个是在武汉的西南面的大概有200里左右。实际上连在相隔大概直线距离也有200几十里。实际上苏轼是搞错了地方。武汉附近就是湖北省境内被称为赤壁或者赤壁记的这样的地名有多处。实际上赤壁之战的赤壁就是溥仪的赤壁，或者是叫赤壁县的赤壁，跟黄州赤壁并不搭嘎。
在这里啊，作者是为了加他人之酒杯，叫自己之快乐。实际上，借这个假识别，传说当中的识别，跟真的识别之间的故事联系起来，抒发自己人生的感慨，借古人来借古来上进。所以，作者似乎也知道自己是搞错地方的。所以他说，人道是三国走廊识别，有人说这里就是三国走廊识别，他也不完全相信。现在国王，人家国王银子，我国王信子，以后就生发写了这样一首，震古烁今的，名垂千古的，一首绝唱。现在呢，到颠倒了情况。真识别没有什么有人去，他就是一个荒草一堆，或者有一些散色，没有多少人去看那个古识别战场，倒有更多的人来看黄州识别。原因是对苏轼的人格的敬仰，假识别名声远远大于真识别，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有的怪事。乱石全空，惊涛破岸，卷起千堆雪。这是写黄州识别的附近的景象。乱石全空，写识别雄奇壮阔的景物，写雄奇险峻陡立的山崖，散乱的高彩云霄，汹涌的海浪猛烈地波及到江岸，一望无际的江面上扬起千万对奔腾澎湃的血浪，让人想起当年在这里的古战场的气氛和声势。同志们，这一点要说一下。1999年，我到武汉去参加中华诗词的一个第12届年会，在会议上组织我们代表到黄州东坡识别去看。我们登上东坡识别那个一个小山岗子，站在那里根本看不到，只有很远的地方看到长江，也看不到这种乱石全空、惊涛破岸、卷起千堆雪的状况。不是苏轼写错了，而是长江那个江道有所推移，江道呢往南涌去，这样呢识别机的那个识别山上已经不在长江的边上，距离江岸已经有1-20里路之遥，所以能看到长江，但绝对看不到这种乱石全空、惊涛破岸的这种景象了。这一点跟同志们说一说。同学们今后有机会到湖北去旅游，千万去看看东坡识别。东坡识别不是去凭吊识别之战的故事，而是去凭吊苏轼。苏轼的一生当中有4年多的时间是跟黄州这块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在这块土地上他写下了尼奴角识别这个识别怀古这样的千古绝唱的，值得去看看。苏轼的人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苏轼的才气是值得我们效法的。苏轼的这些这些精细的这个名垂千古的这些著作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这里浓墨精笔的描写江面，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作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进行东坡的奇险的境界，使读者感到识别就在眼前，长江的浪花就在脚下，涛声就在耳边，使人的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同志们不要忘记，写这首词的时候，作者是在流放中，是人生的低谷，才能有这样的气势，这样的胸襟，难能可贵。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大家注意，这是一首词上篇的结尾。张仪的词源里曾经说过，上篇的结尾既要能小小的接下归结上文，同时又不可断了文意，因为后面还有一半，就一般的词来说，分上下两篇，
还有有些词啊是分3篇乃至于4篇的。那么这个上篇的结尾就不能断了文意，它既要总述上文，又要带起下篇。前文为我们描绘的精彩的画卷，使人发出江山如画的感叹。而锦绣江山又地极人灵，这是如画的江山，延伸出光耀千古的这些英雄豪杰。黄州啊，出过很多英雄豪杰，我们既有一些政治家，也有一些军事家，也有一些文学家，都是黄州人。当然，黄州最著名的还是苏轼。苏轼虽然不是黄州人，但他的人生当中有这么无论称他是6年也好，4年零3个月也好，有这么延伸的一段历史跟黄州联系在一起。既是黄州人民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三国时候正是英雄云涌、奇才辈出的年代。洪穴副使的曹操，司马赛虎的孙权，隆中定出的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周公瑾，这些也都可以说是风流人物。上篇啊，立足于现今，为英雄人物的出场做铺垫。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家了，雄姿英发。注意，这里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姑且暂且不谈。这里的赤壁并不是周瑜打败曹操的那个赤壁，而且呢，周瑜啊在赤壁之战的时候，他不是刚刚结婚，这一点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在这里用美人来烘托英雄，历史并不如此，但作者未必不可以这样写。公瑾当年跟雄姿英发采取一个小乔出家了，开始相比，实际上是用美人为英雄做宣言，用美人来烘托英雄，这是古人的一种时尚，增加了一种浪漫的气息，把周瑜的春风得意和他的风流英俊二代融而为一。与兴观景，谈笑间，樯楼飞回烟灭。与兴观景啊，读过《三国演义》的往往是诸葛亮的形象。诸葛亮抓着一个羽毛扇子，卷着那个观景，而周瑜出场常常是带着盔甲的。羽兴观景呢，这里也可以指周瑜。周瑜呢是一种儒雅的形象，说明啊，他并没有要花多大的力气，就是樯楼飞回烟灭。在这个经过铁马的战争气氛当中，把周瑜写得从容潇洒，智慧若定。当然也有人讲这一句是指诸葛亮的，看来中央突然采取一句诸葛亮，就不容易为大家所共同接受。此中用飞回烟灭4个字就将胜败一笔写尽。大家注意，这里的樯楼2字又可以写到樯楼，是曹操的水军战权，樯楼灰飞烟灭，看来也是说得通的。而且呢，苏轼对曹操这个人是较多肯定的，樯楼这2个字就有一定的鄙夷。在苏轼的其他作品里面提到曹操都有一种比较尊敬的称呼，所以这里用成樯楼，就是用樯楼是寡凡的桅杆，楼是一种摇拳的拳将，用樯楼来代指拳，也代指曹操的军队。但是呢，今天我备课的时候就空了宋节正本重看的东坡乐府，原已有课本就叫樯楼，俘虏的虏。看来这一句啊也是有一定的出处的。而在后面有经过季正义、顾光兴、黄丕烈等一些名家收藏的这个版本，看来这个版本也还是较为可靠的。所以自古才
我们不把它换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故国神游，斗情应笑偶，早生华发。这里的故国指的是赤壁，这里的救国就地法或者称就地重游。这个就地是指东吴打败曹操的就地。过去神游西南来亲自来游，可是呢，周公瑾打败曹操的时候才30来岁，我现在却早生华发。作者到元丰5年的时候啊，已经40好几了，大概45、6岁的样子，早生华发。苏轼到30多岁就开始有白头发了，这个时候今年里有一种老态，有一种感到年华老大的感受，自己也渐老了，却政治上无所建树。跟周瑜相比，他年纪轻轻早就能够建功立业。这几句话含着许多早生华发有一种苍凉悲哀的感觉。所以最后人生如梦，一阵含泪讲曰。苏轼在早生华发之后写上人生如梦，一阵含泪讲曰，想到雄姿英发的周公瑾，何等风流人物，时过境迁，现在自己相比照之下，就有一种悲凉之感，把千古以来兴亡深缺的感慨和个人早生华发的悲哀都对开，举起一杯酒洒在江心，含泪讲曰，来寄曰。这首词从大江开始回到江之上，把东去大江的水声现在都在耳边激荡，并且浮出一枚映照在江中的月亮。这首词啊，我们简单的全讲到这里。这首词啊，同志们也没比较熟悉。下面呢，我补充讲一点。你若叫赤壁怀古啊，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一种怪现象，很多人补他的韵来后他的这首词，每个韵脚字都是不变的。这样的事情啊，而且取得的写的作品很成功，甚至出现像杀都兰的等石头城可以跟苏轼的这个原唱相匹敌的。我们看一看，这是叶梦得所作，这是辛弃疾所作，这是文天强所作，这是题为文天强，实际是他的朋友登山所作，这是晋朝的蔡松年所作，这是晋国的赵秉文所作，这是宋朝末年的一个词人，实际上是写于月圆之后的词人张毅所作，这是元朝词人李孝广所作，这是元朝词人周庸所作，这是元代词人萨都拉所作。大家看这一首《登石头城》，石头城上望天地无曲，眼空无物，指点六朝新生地，唯有青山如碧。碧日旌旗，利润强弩，百国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寂寞避暑立功，东风年露，芳草年年发。那日无人送剑礼，归后高低明灭。歌舞尊前，繁华尽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情怀一片明月。大家注意，一路叫特别怀古和后作都是押韵声韵的，按普通话读全部不押韵，所以大家注意，刚才我这个读的就是按乐声的发音的。这里啊要说明，芳草年年发的发是生发的发，就是年年芳草长出来的发。暗换青青发，这个发是头发的发。这两个字啊，实际上在繁体字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误解。
好像这两个字在简化字里变成一个字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字。古诗词当中一般除了故意的重韵的之外，一般是不允许重韵的。在格律诗里也不准重韵，重韵是打击的。这里两个字并不是重韵，跟大家说一说。萨杜拉的这一首写的境界很高远。毛主席在登出杜聿明投降书当中曾经引到这首词的前一版。我最早读这首诗是在文革当中被关在监牢里，当时就是一本毛泽东选集，我最早接触到这首词就爱不释手。后来呢，我现在已经把它选到我们的大学语文课本上去。大家想到后苏轼的词能厚到这种程度，太不容易。我甚至把它列为古今10首最著名的词作，既有苏轼的《尼罗桥赤壁怀古》，也包括萨杜拉的这一首后作。古往今来10首名作当中有6首是颜玉声韵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3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一丈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忽闻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大家注意，这首题目词有一个题目叫夜归临皋。临皋是地名，在湖北黄州的南面的长江边上。苏轼曾经寓守在这里。苏轼呢，在黄州先后住过3个地方。最早寄居在定慧院，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2月初1到黄州，住在定慧院，下半年就搬到临皋亭，就是临皋。后来呢，他的朋友马正清向州官屈俊求要了几十亩地，大概50亩左右给苏轼，让他开辟一点种稻子，种糯米，可以自己做一点酒喝。另外呢，也种上一些果树。种果树呢，尽管短时间内很难有收获，但是也表示苏轼下定决心是长期定居在这个黄州了。所以到元丰5年的时候，苏轼来到这里已经是第3年。夜归临皋，所以我们看这首小词开头第一句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3更。他是在学堂喝了酒，学堂在那个马正清给他要来的那个地方喝了酒，回到临皋这个地方来过夜。过夜。我们下面来传讲这首词：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3更。大家注意，第一句中的东坡不是指苏轼本人，而是指地名，就是指苏轼后来马正清给他要到的那50亩地那块地方，也就是学堂所在的那块地方。苏轼因为敬重白居易，白居易曾经写过东坡诗，所以夜饮东坡醒复醉就是指苏轼把那个学堂所在的那一块地叫做东坡，这里是指地名。点名这一句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醒复醉，醒了又醉，醉了又醒，大概喝得很多。
归来仿佛三更。仿佛是一种模糊的说法，古代人没有钟表，也说不太准确，何况在这个这个远离京师这样的比较偏僻的地方，也没有通府的路，大概只能说猜到可能是三更天，归来仿佛三更。贾同必须以雷鸣，敲门都不应，以杖听江声。且此人回到御守，但是呢，小书童把门关着，敲门他也不答应，只听到他鼾声如雷，敲门都不应，作者没有生气，而是倚着拐杖，因为临高亭是靠近江边的。倚着拐杖，听到江中浪涛的声音。这个时候呢，浪不是很大，跟下面夜阑风静胡文平说，是静静的浪涛声。我们家也在长江边，我曾经开玩笑的说过，我是迎着长江的水长大，呼啸的浪涛为我催眠，因为长江里总之不论有风没风，它总有一点小的浪涛的。这个时候倚杖听江声，这个江声就是江涛的声音，江涛的声音。在这一点上，我是深有感受的。我在家乡长到20岁左右，18岁的时候去考取大学，读了在南京大学读了6年，又回到家乡来当了10多年的中学老师，在这里跟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到30多岁我才离开家乡去读研究生，到南京来工作。大家注意，以往我读这首词读到这几句，就从字面上去理解它。贾同必须以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10几年前，我偶尔翻《岳麓大典》，翻了一段材料，是吕居先《史立武库》后记卷15的一段文字，就是我现在走在 PPT 上的，同志们看一下。韩退之言，衡山道士轩辕弥明与进士刘师傅后喜共拟10点句，临别弥明曰：此间不足于语，吾必可以，即以强而遂，必须如雷鸣，2字皆实实。邓建勋题云：贾同魂未绝，必须赏雷鸣，此皆用也。一听这句话，因为我原来对这首《临江仙》就感受很深，背得也很熟。一看这一段文字，我想这不是属实实际上是在用典吗？贾同必须以雷鸣，跟这个邓建勋提的贾同魂未绝，必须赏雷鸣，不是一模一样吗？属实用典，我们从来不觉得，但我查了多种属实的文件词节的历来为他做主的，从来不对这种句子加句名出去，可见的属实肚子里的东西太多太多。这是一。第二，他用典完全在不经意之间，使人看不出他用典，实际上他这个句子却是有来历的。也许开玩笑说我是属实的铁杆粉丝，对属实是最崇敬的。我记得若干年之前，大概有10多年之前嘛，有一次我陪杨树之院士在这个南京的鸡鸣寺一起吃素斋，我就问杨老，杨老你对古人最敬重谁呀？他好像原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他说王老师你呢？我最敬重苏轼。他也有好好想了一会儿，他说细想来我最敬重的人也是苏轼。若干年之前据说我国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把苏轼认为古人最受尊重的人，苏轼是第1名，他的得票率是第2名的1倍还不止，
可见了苏轼的人格的魅力。这里啊，也是我们苏轼的这种才学，也是我们这些读书人所远远不能企及的。我们也都会懂一些典故、一些出处，但是像这样的典故，我们是一般不大记得的。而苏轼，不经意当中随便地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去，所以这首词，我发现，袁老大帝引了这一段文字啊，使我也对苏轼的敬仰之情又增加了不少。巧门独不应，以彰定清江神，写出了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感情。词的上篇创造了一个极其安恬的静美的世界。因为夜阑更深，外来聚集，所以伫立门外能听到贾同的喊声。也正因为四周极其静谧，词人在敲门不应的时候，能够悠然的倚杖听江声，以动成静，以有声成无声。贾同必须以雷鸣是有声的，又有江涛的声音，但此曲的声音正因为是极安静的夜晚，所以才听得那么清晰。正像我们夜里睡得很身内很安静，能听到手表上的稀稀疏疏的声音，这个声音正反衬出夜的安静。像这个大白天手表的声音你是绝对听不见的，听不见，特别是在马路上，不要手表的声音，你声音再大一点也不容易听见。词的下篇啊，生发议论，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此生非我有来自于道家的思想，忘却营营，营营是纷扰的意思，这里是为功名利禄而操劳，忙碌操心。诗经小雅清音里有吟吟清音，庄子根上曲里有全鲁行、鲍鲁生、吴思鲁、思虑、吟吟这些说法，是苏轼吟吟这个词的出处。长恨此生非我有，是写道家对人生所持有的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他经常悔恨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庄子子不游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舜曰问乎成曰，道可道有夫？曰：汝生非汝有也，汝后道有夫道？舜曰：吾生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谓行也。这一段庄子的话是长恨此生非我有这句话的出处。苏轼被贬到黄州，而且被人监督着，实际上是一种流放。在这个时候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想要不去州官归隐田园也不可能，所以下面又想到眼前景，夜阑风静忽闻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夜阑是夜深了，江面上风不大，波浪像齐州的那个丝绸一样，湖是舟上一种有皱纹的纺织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多么希望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学习像范蠡那样驾着一品舟，在漂流江湖，来度过自己的余生。现在也40几岁了，来日无多，希望能江海寄余生，从此不再州官，而隐居江湖，加上一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将自己的生命融合在大自然中。这里词的下篇向江涛引发的自我存在的反思，遗恨不得生命自主，而陷入城市的利禄功名，奔走卷营，面对大江登上朝拔羁绊，而登上江湖的遐想，一小舟从此去，跻身江海的残生，
后等悠悠洒脱，本次新生腹部拥挤出一个风云潇洒的主人公的形象，体现了他昂首称迈、恬淡自适的生命之秀。临江行这首词啊，又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苏轼超人的旷诞和以不以世事迎怀的一种恬淡的精神。相传这首词写成之后，第二天就传扬开去，甚至惊动了朝廷。一梦的笔书的话里面就有苏轼在黄州与宿客饮江上，夜归江面祭天，风露浩然，有荡起乃作歌词，所谓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哉。与客购虚构而散，一日宣传子夜夜作此词，挂管赴江边，拿走长啸去矣。遵守曲卷秋文字，精彩句以为走色追人，今名家王杰则自日赞碧海如雷，犹为新也。周官曲卷秋，这个苏轼被贬黄州这4年多当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曲卷秋做州官，这是苏轼不幸之万幸。遇上这样一个好的州官，对他很不错，所以不但使得苏轼在黄州期间要少吃很多苦头，同时也因此啊，他的生活较为安定，比较起来就是苦中的一种安定了。像他给他50亩地啊等等，都是曲卷秋给他的照顾，曲卷秋还经常应承他。曲卷秋这一次一听了苏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尽管是好朋友，但是苏轼真的跑掉了，他是有责任的，所以赶紧跑到苏轼家里去看。苏轼正在鼾声如雷呢。这一次必须如雷鸣的不是贾同，而是苏轼本人，还没有起来呢。具体这个消息传到京城里，甚至宋神宗也闻而拟之，可见的苏轼尽管职位当时已经很低了，但是影响却是很大很大的。无论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苏轼在中国文坛，乃至于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的巨大的影响。关于苏轼的黄州词啊，我们就讲到这里。苏轼曾经自题金山画像说，心思一挥之墨，深入不息之舟。他还自称调笑自己说，文鲁一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同志们注意这样一个情况，苏轼离开黄州之后啊，写词就不多了，而且也没有留下多少太有名的作品。他更多的抒发人生的感慨，用诗而不用词了。王国维啊，曾经有这样的句子：体育百雄，成就一词人。我想这种情况倒真的是一个较普遍的规律。古往今来，一些很有成就的词人，常常人生的经历都是不平常的，都是坎坷跌宕，都是经过背诵而成就的。也许正印证了欧阳修的那句话，叫做诗穷而后功，诗也是穷而后功。一个金安庆的当代人写了一首悼念苏轼的长联，我特别欣赏他最后一句：江山何幸，但尽欢策并请求。苏轼到哪里，人们都是特别敬仰他，世代人们都把他的许多做法，把他吃过的一些食品，在黄州的时候吃的肉，那是实际上是一种走油肉，称为东坡肉。他在杭州做的鸡，人家称为蜀鸡。到哪里，到儋州，人们特别崇敬他。海口那有个吴公祠，本来在吴公里没有苏轼，苏轼没有贬到海口，但是路过海口，在吴公祠里，苏轼
群英不在武功之内，却比武功还要影响大，所以人们后来开玩笑说，东坡死后，同治在让他从事孔庙，成为失责之业。沙门也查他做庙系老人，道家说他是魁秀。明代的人戏谑大许死后忙不测，三教九流都察觉。宋代文史之正是东坡，天下正取之，与诸侯之秋风于西出。这是王世贞的话。我对苏轼是非常崇敬的。前2年我刚到清华任教的时候，任教的第1年，刚来2个月，我写了一首自嘲的临江写。怕见俗人冷面，懒于官宦逢迎，时亦不惑最难行，半生都坎坷，百折伤骨心。常以东坡为镜，临平吾辈相行。不求腾达度自身，但能终坦荡，无悔也无名。我这首词里就用到苏轼的典故。苏轼曾经问他的一些朋友，你说我肚子里有什么？别的人都说你满肚子学问满肚子诗书什么。只有他的小妾赵云说，你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我在前半生也是满肚子不合时宜，所以也经历了许多坎坷。苏轼被关了130天，我在文革中被关了309天，比苏轼还长得多。我在到处游斗，到处批斗，和送到农场去监督劳动，监督劳动不在这309天之内。通过讲黄州词，我要求同学们记住我这几个人生的感受，与同学们共勉。第一，要能从黄连中叫出甜味来，苦味中往往蕴含着希望。现在往往一些苦味的食品，像苦瓜之类，对人体也是有益的。第二，不要以自己的创伤去博得别人的怜悯，怜悯的眼光后面难保没有几分鄙夷。第三，落魄者的尊严只能靠重新崛起。第四，要做生活的强者，要尊重，不要同情，被同情的永远是弱者。我被打成反革命之后放出来之后，在街上往往遇到一些俗人，有些人带着一种可怜我、同情我的姿态，实际上他不知道，我看了他这种同情跟那些什么避之唯恐不及的人，那些人的态度看上去同样使我非常伤心。鲁迅说过，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血血。苏轼在被贬为黄州的时候，正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血血。他明明知道自己在政坛上不可能有所作为，不可能有什么政绩可言，他都不得签署公司，有着担任一个团练副使，是不可能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作为文学家的苏轼，却把他的创作推到了人生的顶点。第6点，一个人不在于其曾经做过什么，而在于其曾经做好过什么。能达到自己最好水平的，可以称为无悔；能达到时代最好水平和历史最好水平的，叫不朽。人活在世上，不论是顺风顺水的时候，还是处于坎坷逆境的时候，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当然是指较大的事了，都要力求做到无悔。我们在人生的这个整个的一生的征途中，也希望能做上几件不朽的事。要真正不朽，不是一般的人吹捧的那个不朽，要真正做几件在历史上站得住的事情。在经过磨难的时候，每次人生的低谷都要希望能重新摇起，每一个沉重的打击都变成进步的阶梯。这2句话是写在我回忆跟我爱人爱情关系的那一首散文《回眸》那个上。同学们可以去用百度搜索一下王布稿《回眸》，
那个在我们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学生当中流传是较广的。最后一点是我看到俞敏洪写的一个微博，写褚时健的逆袭这个题目。褚时健51岁的时候担任云南玉器卷印厂的厂长，到70岁的时候他女儿自杀身亡，71岁他因为私分了一笔钱被判无期徒刑，74岁的时候被保外就医，75岁承包了连起亩荒山来创业，到84岁的时候他的狗园年产增至8000多吨，利润超过3000万元。有一个企业家王石评论他说，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到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褚时健是犯有错误的干部，但是他跌到人生低谷的时候能够反弹，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从苏轼的黄州词，我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文学，而更多的是苏轼的人品、人格和他的这种宽大的精神。苏轼在这时候不是以文学家的，仅仅是以文学家的身份站在我们面前，而是他是我们的人生的导师，是我们他的人格、他的人品，他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这种豁达超脱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清华大学慕课课堂。今天我们讲唐宋词鉴赏的第16讲，讲蜀门词人。今天呢，首先讲黄庭坚和秦观的一部分。下一节课呢，我们继续讲秦观。蜀门词人就是受苏轼影响的一部分词人，有蜀门四学士、蜀门六君子。但是呢，他们中的有一些人并不一定写词，比如张来就不写词，黄庭坚、秦观、赵不知都是写词的，而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黄庭坚跟秦观齐名，被称为秦阙、黄九。下面呢，我们首先讲一讲黄庭坚。黄庭坚字鲁则，自号三国道人，晚号福翁，洪州涪陵人，英宗治平4年进士，这中历早为校书郎，神中失落检校官，后则起居3人，少生丑，新党调其修史都务，并福州毕甲，安置陈州等地，徽宗丑，机关逆州爵。黄庭坚身世跟苏轼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他也是被打为元佑党人，而且呢，极其击落，经常遭受较多的打击。黄庭坚呢，还有2点跟苏轼是齐名的。第一，他在诗坛上跟苏轼齐名，并称蜀皇，都是在宋代诗坛上成就最高的2个人。特别是黄庭坚又是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他被跟这个被称为一族3宗之一。而且呢，实际上江西诗派之所以称有这个名，就因为黄庭坚是江西人，他是江西诗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所以这个诗派就称为江西诗派。其实江西诗派当中的有一部分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但是因为黄庭坚是江西的。另外呢，他跟苏轼齐名的是另一个，他也是大书法家，宋代的4大书法家蜀黄米蔡，他们2个居1、2位。苏轼、黄庭坚也是
都是宋代的最大的2大书法家，可见的，再加上他也能写词，可见的黄庭坚这个人啊，也是多才多艺的。当时蜀门的这几位史学士也好，刘君子也好，加上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他们的后世学士，都是多才多艺的人，而且文学才能都很高。他早年受制于蜀室，与张来、赵卜子、秦观并称蜀门史学士，事后蜀室并称蜀皇，是江西诗派的开山之人，有豫章黄先生文集。他呢，当然诗坛上的成就要远远高于词坛的成就，正像秦观他的词的成就远远高于他的诗的成就一样。今天呢，我们讲黄庭坚的一首词。黄庭坚的词跟秦观齐名，有3个情趣外撇。他的词风雷荡豪迈，较接近于蜀室。尽管他们都是蜀门词人，但是实际上秦观的词的风格跟蜀室差距较大。相反呢，黄庭坚的词跟蜀室的风格更接近一些。赵卜子就说：“鲁者兼作小词，故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只是做腔子唱好诗。”这是诗人语系当中引导的。赵卜子也是蜀门史学士之一，他的词也写得较多。黄庭坚呢，其实词的数量并不少，全宋词收他的词192首，在宋代词人中算是较多的一个。因为这个宋代词人600首以上的就是辛弃疾一个，没有400多首、500多首的词人。其次就是蜀室刘承翁、吴文颖和张炎，这4个是诗的数量超过300首的。其他就是200多首的，有像这个后主像这个什么刘永等一些词人200多首，也不是很多。他这个192首就数量来说已经很不少，比宋代的相当多的居民词人数量都多。今天呢，我们要讲黄庭坚的《水调歌头》这样一首词。这首词写得非常美，我们先念一下：瑶草一侯别，春热五陵起。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我有劝花寻路，这月北云深处，好奇展红泥。只恐花生离，红露摄人意。周瑜色，以欲枕，复尽悔。这先后去，无人伴偶百楼北。我为临县仙草，不为举春淡莲。长啸野何为？坠无下山去，名曰做人归。这首词有一个译名叫游览，看上去呢是游山玩水的，但这里呢谐音不是一般的游山玩水。这首词是他们语子，表现自己高尚的品格。这首词是一首山水词，全是情景交融，反映了词人入世出世、交相冲撞的人生观和孤芳自赏、不肯媚事以求荣的品格，体现了诗人超尘绝世、有于物外的审美理想。这首词有人把它称为是词中的这个《桃花源记》，是一点也不够分的。这首词是一首春游寄行之作，词的上篇展示了一幅春意盎然的美丽景致，碧绿的瑶草、清澈的溪水、
无数的盛开的桃花，黄鹂鸟在桃花丛中全行鸣卷，这一图景啊，动静有致，神色兼备，充满勃勃的生机，色彩极为绚丽。下面我们来传讲这首词。先看上篇：瑶草一河边，春入武陵起。其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我有泉花寻路，只阅白云深处。好奇展红泥，只恐花生离，红露湿人意。宋词啊，尤其是北宋词，北宋的中调小令多半上篇是写景，下篇是抒情的。这首词呢，基本上遵循了这个规则。上篇基本是写景叙事，只有最后两句你要有抒情的味道。这里用到武陵起，是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以桃花源比作游览之处。作者在这里啊，是想自己游览桃花源。瑶草一河边，开头一句就采用比兴手法，热烈的赞美瑶草。瑶草就是仙草，因为桃花源是仙境。这里的瑶草像碧玉一般的可爱，也是碧绿清脆，是词作一开始就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作者来到的是一个仙境，激起人的行为，把读者啊不知不觉地引到作品的艺术境界中去，仿佛黄鹂鸟在当导游，带领我们读者去游览桃花源。瑶草一河边，春入武陵起，正好是春天的时候。武陵起就是武陵源，也就是桃花源，引江桃花源的那条起。这里用倒数的手法，逐层描写神仙世界的美丽景象。春入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词人巧妙地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桃花源一直是封建时代文人墨客所向往的地方。这个子虚乌有的理想王国，在作者的笔下是如此的突兀繁琐，令人陶醉。武陵起呢，武陵就是桃花源啊，现在在这个湖南省境内，在通往常德的路上。我记得那年1996年，我到湘潭大学开会，开完会之后，大家组织到张家界去旅游。其中呢，我们有走2辆大客车，我们的客车在前头。后来呢，快到桃花源的地方，后面一个车子打电话来说，后面那个车子坏了，叫我们等一等他们。正好呢，那个司机师傅还有带队的同志就说，这里就靠近桃花源，你们呢可以有1个多小时可以去旅游一下，正好等等后面的车子。我们去了，但是呢，他进了一个大门的票之外，里面还有一道门，据说里面呢才是按照这个桃花源复制的那种风景。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总共1个小时。后面一道门还要30块钱门票。1996年的时候，30块钱还是一个较大的数字，我们就没有舍得再去买，因为买呢也玩不了多一会儿，大概也就半个钟头左右。花30块钱，大家就没去。据说那里很有点《桃花源记》的那个味道。这一首啊，陶渊明描写的全是子虚乌有的理想国度，实际上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黄鹂鸟用这个典故
它的用意啊，也跟陶渊明有相似之处。春若武陵起，其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这里跟顶出来到桃花源，武陵起上是桃花无数，那里溪水淙淙，到处盛开着桃花，树枝上的黄鹂鸟唱着婉转悦耳的歌，这个景致啊，确实是动人的。我有泉花寻路，自若北云深去，好气展红泥。大家注意，作者没有完全复制桃花源的那个经历，因为桃花源的故事，包括桃花源的事，是我们一般读书人所熟悉的，点到就行。所以呢，这里既写深入武陵起的美景，又没有完全照搬陶渊明的那个整个的细节。我有泉花寻路，自若北云深去。此人想穿过桃花源的花丛，一直到漂浮北云的山顶，一吐胸中的浩然之气，把这气画着红泥，红泥就彩虹。在这里啊，词人有含蓄地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幻想能找到一个自由施展自己才能的理想世界。泉花寻路，自若北云深去。正因为有此高远的想象，所以浩然之气邦不久晓，甚至与天上的红泥贯通。最后两句，只恐花生泥，红露湿人意。虽然桃花源的心境很好，但是花生露中却难以久留。这空两句啊，跟宿舍水调歌头当中我要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居不胜寒，立意啊有某些相似之处，也就是既想出世，又有某些担忧。他不满意社会的现实，希望能到一个桃花源这样的世外桃源去修身养性，但是又恐只恐花生泥，红露湿人意。这里又有是一种写的一种矛盾的心态，表现诗人对纷乱人世的厌倦，但又不甘心离去的矛盾，完全进入桃花源的那种境界，往往诗人就无所作为了。在这里啊，词的上篇对色彩字的精心处理是重点，其中碧草、黄鹂、北云、红露这些字啊，都带有颜色，碧是绿色，黄鹂是黄色，云是白色，露是红色，还有清澈明净的春气和漫山遍野的桃花，明丽的人间的春景，在作者眼里是一番美好的心境。于是呢，下面就有一种悠闲的经历。下面是在诗人在美丽的桃源心境中尽情的享受悠闲的快乐，抒发情怀，写诗人孤芳自赏、不同凡俗的思想。这里啊，用的周、以、复这几个用到动词的这个几个词汇啊，表现作者自信高洁、与众不同。下篇我们看一下，周欲色，以欲整，复尽毁。自信后去，无人伴偶，北楼北。我为林子献草，不为主存丹莲，长啸野何为？坠舞下山去，明月做人归。周欲色，以欲整。走在玉石之上，这个山里连石头都是玉的。当然大家都知道，
雨色啊，一般是在后山爆发的地方，在特定的大气压和温度和压力的情况下，一部分矮降卷成雨色，也有的甚至还卷成卷色之类的。像我们国内的，像这个新疆啊，过去的蓝田啊，还有云南啊一些地方都产雨。雨的呢，因为它在特定的温度和气压的情况下，在这个后山爆发的时候逐步形成，雨的质量也不一样。像后天雨，雨色就质量就高一些。昆仑雨就是青海境内的昆仑雨，稍微逊色一点。蓝田雨呢发现较早，但是现在基本上销声无几了。这里用雨色、雨阵也可以看成并不是真的之雨。大家都知道，我前面也说过，雨这个字啊，在诗词中很少是实指的，通常是对某样东西的美称。在这里呢，以周雨色的雨色可以是指，也可以是美称，因为呢，它有的是心境，心境里的石头都是雨，仿佛是雨的，这样想象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们说，只是对石头的美称也行。以雨枕，宇宙的枕头，倒是在这里实际上也是雨色。它依着山上的石头做枕头，也是石头，称雨枕，对枕的美称，更确切一些。当然，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可以用雨枕的，我这个有一次旅游的时候就买了一个50块钱嘛，用那个小雨色片子做的那个，这个当枕头用，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枕头，就是放在枕头上，那个雨色片连成一片，据说对颈椎啊什么有好处，我也经常用这个，我们那个当然那个雨色是质量很差的。复金灰，金灰是青上的灰色，这里带指青。大家看，走在雨色上，枕着雨枕，有着弹着古琴，真有几分西风到骨的味道。知行后去，无人伴偶白楼北。这些古代是指李白，在这里啊，也可以代指仙人。仙人在哪里？无人陪偶，饮上一杯酒。白楼杯是白楼靠制成的酒杯。我为林子新草，不为驻村单莲。长啸野何为？巨无下山去。名曰做人贵。下面呢，我们再劝讲这一段。知行后去，无人伴偶白楼北。黄庭坚他们也是崇敬的清辈诗人。今晚黄庭坚他的江西诗派更推崇的是杜甫。杜甫是江西诗派的一族山中的主。今晚杜甫生前并不想象不到，在100-200年之后的宋代会出现一个推崇自己的一个诗派，叫江西诗派。但是呢，江西诗派倒是推崇杜甫的，就像那个西昆派的诗人推举李商隐一样。在这里呢，推举的是李白，他不以今人为知音，反以古人为知音，表达出他对现实的一种不满。诗人表示对李白的由衷的倾慕，这是暗示对名利的轻蔑。大家知道，李白成为这些人，他呢
对人世社会的许多功名利禄看的是很淡漠的。我为林子新草，不为祖传单连，长啸也何为？这两句啊，更是具有有形的特色。林子新草，林子大家知道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林子草呢常常是野生的，是像有点类似那个蘑菇状，这林子对人的这个嘛身体是大补的中药。新草跟前面的药草相照应，不为祖传单连。祖传单连按理说是指的女子，是指的仙女。下品中用玉色、玉枕、金辉、白露贝、灵芝、仙草都象征自己为人的高洁，这样呢就跟那些只迷恋于祖传单连的留恋那些女性的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并没有一味的留恋这种桃花源的这种吸引人的生活。醉舞下山去，明月做人贵。上品的结尾啊，作者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最后呢，他还是选择回到人间来。醉舞下山去，明月做人贵。仿佛到这个心境里去游览了一遭，最后很快就回到人间来。这里只有只言难觅的稀释的境遇，但诗人觉得自我现在只有山间的明月，但是主人翁的形象啊，高华草野，不落成熟，像是不食人间烟何在。诗人以这种寂寞平和、俯仰自得而又颇具仙风道骨的风格，把自然界的气色描写得无一点成熟气，其实是想象世界给做一个值得其乐的思维的境界，自己陶具流连其中，并以此充满全杂激情的现实世界相抗争，忘却尘世的纷纷扰扰。但是我觉得在理解当中，最后两句啊，作者醉舞下山去，尽管对心境啊是有许多陶醉的，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下山，离开这心界，回到人间。作者这种矛盾的心态啊，在这首词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黄庭坚本是一个高雅之士，他在评论这个苏轼的词的时候，曾说他语意高妙，是非是人间烟火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成熟气，孰能知此？好像是评论苏轼的《不宣子·黄州定慧院语句作》那一首云古言的诗。他称赞苏轼非是人间烟火语，没有一点成熟气，这也是黄庭坚所追逐的美学理想，也是他在艺术方面的刻意追求。他称赞苏轼也是向往这种境界的。其实苏轼的词中那种不是人间烟火没有成熟期的那些执着也在黄庭坚的词中也能找出。这一首啊《水调歌头》就有相似之处。本篇无论是对景物的描写还是自我形象的展示，都绝无一点成熟期，既能体现作者高旷不凡的境怀，所以人们说它可以视为词中的桃花源记。我看这一点啊一点这个不差。当然了，这一点就从思想的追求
也是有一种逃避现实的这种但是就黄庭坚自身的遭遇来说，就他的自己的生平处境来说，他的官职地位来说，他要跟世俗抗争确实很困难，就是苏轼也无能为力，苏轼在政治上也难以有所建树，更不要说黄庭坚了。所以他们有一种敌视的思想是很难的。这一点啊，也容易使我们想到苏轼黄州词当中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那里何尝不也有一点？只不过苏轼向往的是像范蠡那样归隐五福的人，而是黄庭坚这里向往的是一个像陶渊明笔下的那桃花源那样的境界。清平乐，黄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这首词啊，我们就不讲了，很好懂。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最早接触的黄庭坚的词倒是这一首。对这首词呢，我印象很不错。现在看来呢，倒是谈不上有太深刻的内涵，我们就供大家课后去赏析。下面呢，我们讲秦观词。秦观呢，在蜀门词人中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词人。他在词坛上的地位啊，这个只有刘云这一类的词人可以跟他匹敌。当然，苏轼辛弃疾是更高一个档次的。这一节课呢，我们先讲他的《满庭芳》和《蒋承子》。在讲这两首词之前呢，我们介绍一下秦观的生平。这是几幅秦观的画像，这是他的碑石，这是他的纪念馆。秦观啊，是北宋词人，自少游太入蜀，好淮海诸事，是我们江苏高邮人，好像是1998年左右，南京大学召开一次诗词讨论会，会议上组织我们到高邮去参观秦观的有些遗迹，也去参观高邮的那个驿站。秦观曾经任秘书省政治兼国史院必修官等职，因政治上倾向于旧党，被抹为原有党人，稍身后屡遭贬谪。他的文辞为苏轼所赏识，是蜀门诗学士之一。就个人的关系而言，在蜀门诗学士中，秦观跟苏轼的关系最为密切。他共诗词，词都显男欢女爱，也颇得感伤绅士之作，风格委婉含蓄，清丽淡雅，诗风与词风相近，有淮海节、淮海居士长短句。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曲培军教授，他是专门研究秦观的，对秦观研究很深，他自己身上也有点秦观的那种文人的气质。前年我们参加叶嘉莹先生90寿诞的时候，
我还见了曲培娟先生，曲培娟先生身体还不错。秦观啊，他在感赏词作的艺术表现方面展示了他独特的审美境界。其次，在章法结构方面，秦观受到刘墉的影响，创作了大量的慢词，但是他也能把令词中含蓄缜密的韵味带进慢词长调，从而弥补了刘墉以复发填词所造成的繁缛有余、浅薄单调的不足，显得跌宕有致、包蕴深沉。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故意要贬低刘墉，刘墉整个在词坛上的贡献并不在秦观之下，但秦观在写情这一点上，有一些比刘墉显得更加高雅，更加含蓄。另外，在字法运用方面，秦观的词作具有含蓄隐逸的特征，取象释词，追求意象的精致优美。窥景物都为飞燕、寒阳、水阳、芳草、斜阳、残月、元春、银烛等等。某建筑器物则经常出现一亭、古馆、花瓶、银烛之类。它是也以牛婉的笔触对词中的字句都做推敲和修饰，用精美凝练的词藻全写出奇迷朦胧的意境。大家也许还记得元好问《论史绝句》当中曾有一首是嘲笑秦观的，嘲笑秦观的诗是女郎之诗，有情作药含春泪，无情蔷薇偶小子。你的退子30句，实子去世女郎诗。嘲笑开头2句都是秦观的诗，秦观的诗是一些女郎之诗。确实从某种意义上，秦观的作品是有一些女性的特征。秦少游的词这花间真情的意蕴，常能自出清新。刘熙载的意概、词出概这当中对此这2句结论是对的。冯虚的宋61家词选的立言也说：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少有以绝尘之才，早于盛流，不口一诗，而一则南华，具赏灵宝，故所谓词，既盖生事，闲雅有情事，久变华夏，一往而深，而远非不乱，巧得乎小雅之意，后主而后，一人而已。秦观的词因为一生不得志，遭受许多政治打击，他又没有书生那么宽大，所以他的词词风较为凄婉。前人说，在有宋西风间，词学成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三斗。黄山国、秦少游、赵无咎皆长公之客也。三国无咎皆供一生，体格与长公为近，为少游自辟西境，决然名将。该其天分高，故能抽密成言语，群长如影之外，而其手以切获长公者独胜。张门贤曾李之在史有云：秦门千里而许桃李，被所为文，故知一切文字而言。那以其词论，这是丑日芙蓉，晓风杨柳。千里之桃李，用有当之，无有愧色也。王回说别其蛮子，王回说是王卓，就说黄昭二家词，皆学破功，得其7八，而与少游都称其军艺精妙，与张子业并论，不因其学破功，
可谓之少有在矣。他在词方面，在蜀门词人中成就独高。陈定州的不语在词话，论秦观词，大抵北宋之词走秦廉价，皆集登凑成语之妙，而少有突性尤深，美成规模较大之走秦之异同也。陈定州把秦观跟周邦益相提并论，认为他的词成语登凑，成语登凑历来人们是用来评价老杜的诗的。杜甫的诗生活在战乱的那个年代，所以写的诗有史实之称，有成语登凑之特点。秦观的词如果当得起成语登凑，应该也是词中的一种高的境界。下面我们看秦观的《满庭芳》这首词。满庭芳，秦观。山抹微云，天年衰草，画角声断桥门。暂停征兆，辽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清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锦绣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首《满庭芳》曾经使许多喜欢秦观词的人称赞不已。还流传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举行一个议会，有一个年轻人在议会上，大家都不认识他。有人就问他：“你是谁呀？”他说：“我是山脉为人女婿。”山脉为人呢，就是《满庭芳》的开头第一句。因为这首词广为流传，为秦观赢得盛名，他自称山脉为人女婿，实际上就说我是秦观的女婿。你们谁不知道我这个老丈人词的名声那么大，可见的这首词在北宋时期流传之广。当然了，这个只能照一个小故事来看，未必真有其事。其实呢，这首词只是秦观早期的作品。词的创作道路上，他走着一条与他的老师和朋友属实截然不同的道路。这首词呢，跟他后期的词总的风格是接近的，但是呢，还没有那种沉郁登凑，甚至凄婉悲凉的那种感情。这首词情感清晰有为，他的一生创造了许多忧伤哀怨、缠绵悱恻的词，成为婉约派集大成的词人之一，被誉为婉约之宗。这首诗歌写的是诗人与受眷恋的一个女子的离别的情景，充满了低沉婉转的感伤情调。通过谱写男女恋人
离别时的哀愁之情，寄托自己试图争登不渝的感怀。好，我们首先交代一下这首词写作的背景。这首词呢，是他在元丰2年，他当时呢陪着苏轼一起从徐州调任福州知州。苏轼到福州之后呢，秦观还在福州逗留了几天，后来呢他就来到绍兴。秦观好像有一个叔叔之类的人在绍兴州管，他又得到绍兴的那个知州的比较赏识，知州呢就在一个蓬莱阁的地方安排了秦观的居所。接着不久之后，苏轼就出现了五台诗案的事情。苏轼被贬遭受打击之后，秦观赶紧赶到福州，帮着苏轼的家人料理这些一些事情。之后呢，他又回到绍兴。这首词写于后来离开绍兴，返回家乡的奥县。词的上篇描写别时的景色和对往事的回忆，下笔续写离别时的留念惆怅之情，全是把凄凉的秋色、伤别之情融为一体，通过对凄凉景色的描写，用婉转的语调表达伤感的情绪，是这首词的主要艺术特色。我们以较快的速度来全讲一下。山漫为云，天年衰草，花脚声断桥门。离开绍兴的时候，看到山上有微云飘荡，好像是花的这个山景上漫上一微微的云彩。天年衰草，有的时候这个年字有的版本上写成年，就是米字旁的那个年，年衰草，天上好像跟地上的水体一色了地上的雪草跟天相粘合。花轿声断桥门，花轿是军队，本来是军队当中报信号的，桥门是城门。在这里这几句开头就与众不同，看出秦观的才华横溢，特别是一个慢字，一个年字，或者用连字，都是用这两个动词用得非常好。写山间的云际，听这个草的水草与天相接，这个手法是诗中之画，画中之诗，可见呢作者有意将绘画的笔法引入诗词。山漫为云，非写其高，而是概写其远，它与天年衰草同是极目天涯的意思。一个山被云遮，被勾勒出一片漠然苍茫的境界；一个水草连天，并点明了暮冬的景色的惨淡的气象。花轿句点明时间，傍晚的时候城楼垂脚，用以报时的。少有的这里年很享有生命，诗人借这两个字精炼的动作，将画面融合在一起。云静静地围绕着群山，天空静静地依偎着小草，如此焦灼，如此缠绵，透过景物的饱含情感，念念不舍，完全地表达素有如此人何以堪的离别之伤，然后再以断肠的角声打破宁静的氛围，一出凄厉的别离之歌奏响在词人的耳边。唐国璋老师就说，词首写别情，缠绵凄婉；山漫两句写别时受尽景色，以示感伤；
花脚一句，写必是手文，日甲长短，暂停征召，辽公引离阵。他即将周全出发，征召，就是赶路的行权，就是行权。暂停征召，辽公引离阵，举起酒杯，来送别。送别他的呢，是绍兴城里的一个妓女。行营清官跟这位女子，有一段旧情。女子呢到这里来送别他，多少蓬莱旧事恐回首，一夜纷纷。这里的蓬莱啊，不是山东的蓬莱，跟那个蓬莱仙山也没有关系。他当时在绍兴住的一个地方就叫蓬莱阁，吸引他的这个旧居是这位女子啊经常到的地方。蓬莱旧事是指跟这个女子之间的一段交往的旧事。恐回首，一夜纷纷，一夜是云雾的意思，在这里追想旧情，无限诋毁，登涌心头。现在呢，他在绍兴啊是寄人篱下，这种生活啊虽然州官对他很好，但是呢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最终还得自己去读书，去参加口考，去求取功名，去追求生活的这个作乐，不能一直寄人篱下的靠别人的施舍过这种短暂的生活。这里的一夜纷纷四个字啊是有点朦胧的。这里虚实相关，气候相顾，纷纷之夜道成为源，目落倾斜是实现，而早日的情怀，此时却也这也如以云暮霭，分明如在，有迷茫苍惘。这里是虚虚实实，更都是虚写。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古城。词人抓住这个典型的意象，用画笔来点眼。斜阳就是即将落山的太阳，太阳即将落山了，寒鸦万点，到村子附近的树林里来投宿，把这一生自己为官活络，去过离群游子之恨，以无言之别说得淋漓尽致。他的心情啊，跟这位女子告别的时候，心情很痛苦。他不去刻画这一痛苦的心情，却将它写成一种精美的境界，难怪令人叫绝。关于这两句啊，赵不子有一段称赞，说他寒鸦万点，流水绕古城。这两句啊，即使不识字的人都认为是天生的好言语。这一点看出赵不子读书不多，原因是什么呢？这两句尽管不是首创，倒是早版的隋代诗人杨广，就是隋炀帝的诗句。原来呢叫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古城。他这里呢改动了一个字，寒鸦万点，流水绕古城。实际是隋炀帝的诗句。隋代的诗歌啊，尽管历史很短，也没有出现超一流的或者是一流的大家，但是隋代诗歌为唐诗的兴盛，乃至于在对宋代词人啊都有较大的影响。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隋代诗歌对唐宋诗词的影响，这样的作品，这篇论文，这个论文后来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过，还是对很被人们认为是在隋史研究方面做出成就的一篇文章。当然我关于隋史研究的论文我写过好几篇。好，下篇销魂当此际，香囊安检，楼带清风。销魂是悲伤
或快乐到极点，恍惚不知所以的样子。写离别的日记啊，他跟这个女子不知说什么好，相郎暗结楼带情分，写男女之间真比相郎情分楼带，写这种送别之情。暗结相郎情分楼带这两个细节，写分离的恋人之间的深情，流露出分别是双方的哀伤，柔情蜜意啊，也从这个难分难解的两个动作中显露出来。满人的青楼不姓名存，这两句其实是按这一句交代了来送别他的这个女子的身份，应该是青楼的人物，也就是属于妓女一类。大家还记得杜牧的有一首诗，就有10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不姓名。这里的不姓满人的青楼不姓名存，显是从杜牧的诗句画来。杜牧在官满10年弃官自编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他的后人不解，竟以为小都是有爱有之，少有之感慨，又超过了杜牧。此去何时尽也，锦绣帐空哑几痕。这一曲实际上跟这个女子再次相逢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大家这一次分别就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永别。所以锦绣上空哑几痕，女子呢衣襟上都被泪水沾湿了。赏晴去，高城望断，等候已黄昏。最后全还是开了，跟着女子还是分别了。在全开出了一段之后，回头望，高城望断，这一点这样的句子在周邦彦的《兰陵王柳》之类的作品里很能见到。望断2个字总手一笔，轻轻点破题字，背体神采。等候黄昏，正有散漫微云的纷纷一眼的尽中尽晚，到满城等候，一步一步层层递进。也惜别的停北，到流连忘返，到最后终于分别，写得满纸凄凉色，一派伤悲情。整首词作在激情澎湃，气度强，沉着安详，从容不迫，遣词造句意形愚公，带有于功利与自然，婉转而又含蓄，不愧是婉约派的代表作。笔触精细，诗书缠绵，画尽诗情，一往而深。周记是宋史家之选，称此词将生死之感大并于殷勤，又是一法。谭先的词编就说，淮之海在北宋，如唐之刘文坊，下阙不加雕琢，水到渠成，非平等所能接口。挑起语音从话，应付在满落说，赵不之云，少有于韩景词云，咸阳外寒雅数典，流水摇孤城，虽不识之人，也只是天生好言语。刚才我已经评论过了。唐国璋老师评论这首词说，此词写笔情，缠绵婉转。刚才我也引到他这一段话。我自己也写过一首《满庭芳》，跟他的内容是大不一样的，是带我一个好朋友为南京金陵中学建校100周年而写，念给大家听一下。一案同归，辽东丁陵，不远飞渡潼关。西用并结，霞彩满长天。墙角守眉蕊绽，香细细，顷刻心田。城南望，门前立雪，有几度冻寒。拳拳真中意，今人渡偶，雨露感泉。才衣柜焚稿，长伴5年。好手恩师寄否，一度度桃李边前。寄窗下，
忆随流，夜夜梦魂牵。写学生对母校、对老师的深深的感激之意。这是吉林中学100年校庆的时候出过一个纪念册，把我给他写的这首词啊用在扉页上，很受吉林中学的老师生们的欢迎。这个也是我写作当中的一段佳话。好，关于秦观的词的这一首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看秦观的《蒋承子·西城杨柳弄春游》这一首。西城杨柳弄春柔，东篱有泪难收。犹记斗情，曾为西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等楼，边遭春江都是泪，流不尽须斗愁。这是少有清奇的一首怀人伤别、暮春必恨之作。这首词啊，由于春之离愁写起，写10年之愁和叹老皆悲之愁，顺了或者是虚化了具体的时空背景，仿佛将词人一生所经历的愁都浓缩在这一首词中，很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感演力。因为时间关系了，这一首词我们就不展开说。但是呢，秦观的词里过于悲凉，像刚才这首词的最后，边遭春江都是泪，泪不尽须斗愁，跟他的另一首词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相似。所不同的是，后者是他的晚年之作。这首词清奇之作。苏轼跟秦观有很大的不同。苏轼很宽淡，秦观词经常写得很悲凉，写得过于哀伤，经常呢使人催人泪下，有感动人的作用，但是却不能像苏轼词那样能使人激昂奋进，甚至在这个逆境中也能重新振起。他的这一点精神要差一些，当然也有少数作品例外。好，关于秦观的词的，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清华大学默课课堂。这节课我们讲唐宋词鉴赏的第17讲，继续讲蜀门词人，继续讲秦观的词。这节课呢，我们讲秦观《鹊桥仙》、他所行和《欢喜洒》这样3首词。《鹊桥仙》，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首词啊，是同学们最熟悉的秦观的最负盛名的作品。大家知道，他写的背景是写牛郎织女相亲相爱，但是1年中只有7夕才能相会一次，这样的一个动人故事，一向是诗人词家笔下的好题材。秦观这首词的高妙之处，不在于一般的描写和讴歌了这纯洁的爱情，而是用更为达观的方式，道出只要人间有真情在，不必团年片刻的欢愉，只要有两情相知就行。7夕啊，是一个美好而又充满神话色彩的节日。杜牧的7夕诗当中就有
听见夜色凉如水，偶看牵牛织女星这样的作品。相传这天晚上，是分居银河两侧的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织女是制造云锦的巧手，所以这天夜晚天空的云彩特别好看。就是风说少女们要与此夜辰时挂钩，朝廷李白向织女学习乞巧，这个魏以来就流传着的美丽神话，引起了古往今来多少诗人的咏叹。这里解释一下，实际上这个故事不止魏才有的，早得多。诗经里面就有牛郎星织女星的这样的这个说法，而且呢，古诗19首里就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这样的诗句，要比魏更早得多。在这里关于七夕的诗句中，古往今来大概没有一首能超过这一首鹊桥仙的。古代勾约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的诗词都感叹牛郎织女会少必斗，离别的时间长，欢聚的时间很短，一年就那么一天，就那么一个短暂的鹊桥相会的那么一点时间。但是呢，这首词却一反相思离别的缠绵感伤，却推陈出新，反出新意，这是这一首词的价值所在。好，我们简单的来传讲一下这首词。行人弄巧，费心全恨。秋初七正是初秋季节。初秋的季节呢，天高气爽，很少下雨，天上一点淡淡的一几丝云彩，就弄出巧是轻巧的样子。大家都有知道，民间有秋七日看巧云的说法。农村里有些女孩取名是巧云的，都是秋初七生的。这一天天上的云彩变化多端，这一点我前2年到上海去，看到上海的天上的云彩，好像比起我们南京和我们的家乡，好像变化更多端。如果秋初七，那时候是不是更有这种感受？费心全恨，那些善良的心情仿佛都在劝诫着他们的离愁别恨，非此长空。这2句写云写心情都具有人的情谊。那启云作于弄巧，为这群爱女的团聚而高兴，而费心也在为他们传递情谊而奔忙。化景物为情事，银汉迢迢暗度。银汉就是银河，迢迢是遥远，遥远的银河辽阔，有女相距遥远，迢迢的银河水把2个相爱的人隔开，相遇非常不易。大家看暗度2字，既点出七夕的记忆，同时也紧扣一个恨字。他们千里迢迢来相会，情深意挚，像长河秋水源远流长。牛郎星是从天文学的意思解释到呢，它是河谷星系当中的河谷2，又叫天舟阿尔法星。它只是夏秋夜晚中天空最明亮的几颗星当中的一颗，距离我们有16.7光年。光年这是长度的概念，是按照光的速度在1年中行进的距离，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织女星呢，又叫天琴座阿尔法星，它距离地球是26.3光年。联合星牛郎星和织女星相距14光年，也有一种说法是16.4光年。牛郎星、织女星实际上远比我们在地球上看
看到的距离远得多。即使按照光的速度，它们光从牛郎星射到正鱼星也要16.4年。牛郎星的亮度是太阳的10.5倍，直径大7成，质量也差不多大7成。正鱼星的光度等于太阳的60倍，直径等于太阳的2.76倍，质量大约是太阳的3倍。正鱼星啊，比牛郎星更大更亮，但是呢，它距离我们地球的距离要更远。这是我下载的几颗体温图，你看这里这颗图上，这是牛郎星，这是正鱼星，隔着银河，这是一个，这是从照片当中看的牛郎星和正鱼星，这个是牛郎星，这个是正鱼星，隔着一个银河，这两头还有2颗小星。我们称牛郎星又叫冰蛋星，因为他弄一个冰蛋跳到一男一女，跳到自己的2个孩子呢，要追赶到银河去。正鱼星在银河的那一边，这里呢也是，这是正鱼星，这是牛郎星，隔着这里旁边也有2颗小星。牛郎星啊，距离我们的距离比太阳多100万倍。正鱼星距离我们的距离比太阳远170万倍。正鱼星不仅比牛郎星大好些、亮好些，而且又远好些，所以我们看起来2个星星啊，差不多相差不多。就我们的视觉的来说，正鱼星好像是天上的负1等星，牛郎星是正1等星，负1等星是天上差不多最亮的星。除了太阳、月亮之外，它就是除了银河系的隔壁的星之外，它是天上最亮的星，最亮的星。但是呢，它实际比我们距离更远。我们的普通人的肉眼只能看到正6等星，当然各个人的视力不一样。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就戴眼镜了，就看视力就比较差。我年轻的时候身体非常好，视力也特好。高中毕业的时候，视力测试的时候，人家看离距离5米的地方看1.5是视力最好的。我再退后5米还能看到1.5。我估计我那个时候的视力就可以看到6等星以下的星了。那时候我们在农村，空气也不污染，可以晚上看到银河上密密麻麻的千千万万的星。七人弄晓，飞星全黑，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比胜却人间无数。词的最后这2句啊，商品的结尾就是一个议论。诗人以富有感情色彩的议论赞叹道：一对久别的情侣在金风玉露之夜，在碧落银河之畔相会，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金风玉露是秋风秋露，秋风秋露啊，一相逢，一次相逢就抵得上人间的千万倍。词人热情的歌颂一种理想的圣洁和永恒的爱情。金风玉露就是秋风白露。古人以五行与四季相配，秋天在五行中属金黄色，所以秋天又说金秋，秋风又称金风。金风玉露是秋风秋露的美称，古人常在诗词中将金风玉露对举。我们现在一般的看到的许多为秦观的这首词做注释的，都讲引到金风玉露一相逢啊，是来自于李商隐的诗句。其实不是，因为我对隋代诗歌比较熟悉，他最早基于里面的淮阳感秋诗，金风扬愁节，玉露吊晚铃。李世民就是唐太宗的秋日2首当中也有，绝山金风起，后首玉露圆。这里
把金风玉露分开些。李商隐的行为切切，第一次把由来必落银河般，可要金风玉露时，把金风玉露离在一起些。金风玉露一相逢，就是按日秋抽切这一天，刚刚入秋，秋风秋露的日子一相逢，必胜却人间无数。这人间无数有两种含义，一个是人间无数的男女，一个是朝夕相处的无数次的会面。下篇开头，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人顾鹊桥归路。相见时难别也难，佳期相会后，接着是意义的惜别。柔情似水，他两情相会的情谊，像悠悠无声的流水那样的温柔缠绵。佳期，一些佳期竟然像梦幻般的倏然而逝。人顾鹊桥归路，人顾鹊桥归路，实际是真人顾鹊桥归路。怎么到又要分别的时候，怎么人性回头去拿刚才相逢的路？刚刚建议相会的鹊桥，转现在又成了和爱人分别的归路。不说不忍离去，却说真人鹊桥，完全语意中含有无限的惜别之情，还有无限的心酸的眼泪。但是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有意的将我们加深对牛郎织女的同情，让为他一泡同情之泪。他最后的结尾更加洋气，两情要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词人悟出了永恒和短暂的辩证关系。久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幸福，朝朝暮暮和幸福并不是同义词。而金风玉露一相逢，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等于就没有幸福。词人在提上了一对爱情来揭示人间爱情的真谛。人间最可贵的是爱情的永恒，并不一定要成天厮守在一起。这两句是感情色彩很浓的议论，它与上篇的末句的议论遥相呼应。斗情自古伤离别，离别往往见出爱情。大家仔细看我国古代的爱情诗词基本上都是写两个场景，一个是离别、久别，包括还有一个就是死别。当男女之间有一方去世了之后，另一方写的诗词悼念已经去世的妻子、情人或者丈夫，这种往往既见出感情的质量。真正的朝暮相厮守在一起，这种实际上也有爱情，而且是更是人们所盼望的这种生活。但是呢，往往不是爱情诗词最集中表现的地方。这两句揭示了爱情的一个真理，就是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高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明朝沈继飞说，诗人云七夕往往以双星挥扫离斗为恨，而此词多为常不在朝暮化腐朽为神奇。描景诗有人情，写情诗情真意切，句就句得亲密无间，别就别得潇潇洒洒，词而通达，柔而洒脱，这就是秦观和刘允的不同之处。就全篇而言，这首词写神话故事的词句，句句是在写天上，句句写双星，有句句是写人间，句句写人情，把天人合一成为千秋的抒情，千古绝唱。他抒情悲哀中有欢乐，
欢乐中有悲哀，悲欢离合，起伏跌宕，此中有写景，有抒情，有议论，抒实筋骨，用情景理于一路。我也曾经写过一首鹊桥县的词，那是呢替青浦大观园的小相馆的那首词当时呢1986年10月，当时青浦的大观园还没造好，只是颐红园跟那个小相馆造好了。我们在上海金山石化参加全国第2次词学研讨会，会议上组织我们去看，那个时候人也不多，刚刚做好，我就写了一首替小相馆的词，用鹊桥县的名字，最后用五彩豆蔻半字音，已不亏人生一度。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看了《红楼梦》，包括看了《红楼梦》的第4集电影的人，常常为林黛玉贾宝玉的爱情不能成功而一洒同情之泪。殊不知，我们人间的大多数人，在爱情问题上比贾宝玉和林黛玉更不行。原因呢，他们虽然最后不能成为有情人不能成为终身的眷属，不能成为伴侣，而在最后呢都凄惨的，一个出家做和尚，一个是是什么伤心欲绝，最后死去，是叫人们伤心，是叫人们会流泪。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许多的家庭，许多的夫妻，实际上比起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更不如的。他们毕竟被人爱得死去活来个。试想，假如我们的婚姻不能成功，你们最后因为父母或者其他的原因的干预，我们跟心爱的人不能成亲的话，有人会为你出家做和尚吗？有人为你会寻情而死吗？恐怕绝大多数人不大可能。我观察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我的朋友、亲戚、邻居，还是一些熟悉的人，他们的家庭绝大多数是和睦的家庭，比较和睦的家庭，不太和睦的家庭，疲于破裂的家庭，已经破裂的家庭，同床异梦的家庭和异床异梦的家庭。王老师还杜撰了一个异床异梦的这个词，实际上有许多人看起来在外面看他们郎才女貌，很像一对美满的夫妻，其实他们在家里老早分居在连绵，两个人甚至在家里从早到晚一句的话也没得说。这样的夫妻都在维持着，有的呢就已经最后走上离婚之路。据说这2年北京市的离婚率高达20-30%，大概也并不奇怪，更何况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家庭即使没有离婚，并不意味着美满。我有2句话奉劝同学们：爱情要追求美满，但不要追求完满。每一个婚姻都有部分凑合的成分。爱一个人，不但要爱他的优点，也要容忍他的缺点。在许多家庭中是需要有一些凑合的构筑，有的时候照样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子女，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互相谦让一些，也能幸福美满的过一生。却说不上完满，但是却是幸福的。这一点供同学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参考。
梭行，郴州旅社，秦观。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意寄梅花，渔船尺素。岂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杏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这一首《探索行》啊，又是秦观的代表作，是秦观晚年被逼到郴州时候所作。早于北宋绍圣4年，他离开郴州并守之前，表达早在的秉着纪律之开。秦观因为受新旧党人的波及和株连，这种遭续绍圣元年新派再起，不仅这位旧党的属实弟兄遭到贬谪，蜀门4学士之一的秦观也未能幸免。西游进士被贬谪到杭州、楚州，既要又被薛业贬到郴州。他面对接踵而来的政治迫害，感到无路可走。他没有蜀实那么宽大，那么乐观。据《冷代夜话》介绍，邵游到郴州做长短剧人，务实楼台，东坡旧爱剧为廉剧，自属于心曰：邵游矣，虽万人何说？秦观啊，血缘比蜀实年轻，但是后来在并守，他就没有能活着回来。最后呢，这个死在这个路上。蜀实啊，知道他是死讯之后，把这首词的后两句，就是说，就是春江心之遥深山，为谁留下潇湘去啊，写到最后称他邵游矣，虽万人何说？当时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秦邵游啊南迁到长沙，有一个妓女啊，平生酷爱秦学士的词，自是知道他是秦邵游，就跟母亲说，这个母亲呢肯定是妓院的那个保姆了，愿意托以终身。邵游赠给他一首词，就是这一首春江心之遥深山，为谁留下潇湘去。这一首时事年切，不敢前往并守，即邵游卒于滕州，上环将至长沙，即7日得筑梦，今立于途，击兵归而自夜以寻。这一句话多半是传说，未必一定可靠，但可见呢这首词的感人之深。但是就这首词的内容来看，好像并不是为这个妓女所写，并不是为妓女所写。下面我们来劝讲这首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情趣。大家注意，这首词的词牌子是探索行。探索行呢，它是相当于连首这韵的七音绝句，就把第一句改成2个四字句。这2个四字句呢，又是对仗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这个对仗啊，跟格律诗中的对仗并不一样。词的对仗要比格律诗的对仗要宽得多。而且大家注意，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如果是诗句就不能算对仗。原因是什么呢？上句与平声结尾，下句与仄声结尾。而格律诗当中的对仗，上联必须以仄声收尾，下联必须以平声收尾，这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就词性而言，它的对的还是较公的。雾对月都是体文词，失对迷都是动词，楼台对津渡也对得很公，所以如果不考虑
上下联的平仄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作为诗的对仗也是不错的。但是作为词的对仗是完全可以的。桃源望断无行去。桃源啊，在这里也是写渡口，也可以引指桃花源，因为呢，它这里是在郴州，在湖南省的南部，而桃花源呢，在湖南省的北部，在郴州当然是看不到桃花源的。望断也有这样的意思。这里啊，首二句既是工整的对句，又是写景，而且是情景较用的佳句。这里的色和迷字准确地勾勒出景物的模糊和轮廓，又确切地写出作者无限奇迷的意识。桃源望断无情绪，桃源是借自陶渊明在《桃花源记》描写的世外桃源，其地在武陵，在湖南的常德，离郴州不远。实际上还是有好几百公里的。因为一个是在湖南的北部，一个是在湖南的最南部。武陵啊，既是避乱之地，桃源望断无行去。作者因寻找不到这样的避乱之地而痛苦，尽管正是在被现实压迫得无法逃离的情况下，才急于找到这个避难的桃源。口看古馆碧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古馆小旅馆，这个时候秦观住在郴州的一个小旅社里。这首词的副标题叫就是他所行郴州旅社，就是他当时临时居住在这个小旅馆里。古馆小旅馆里又是春寒料峭的时候，杜鹃鸟的叫声又是气温上很悲凉的。相传杜鹃鸟是蜀国的国王杜预化成的。杜预啊，因为治水的原因，把自己的王位让给一个臣子，事后后悔不已，就化成杜鹃鸟，叫的声音非常凄凉。杜鹃鸟的嘴是红的，好像是叫出了血的样子，所以这个李后的诗中就有杜鹃啼血老虎泪，在老虎才遇狗的有这样的句子。这个李白的诗当中也有说过城门杜鹃鸟，选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声长一段，三春三月一三八，也有这样的句子。杜鹃声里斜阳暮，到黄昏时分又传来杜鹃鸟的凄厉的叫声。所以有人就说，自口看古馆碧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就这变得凄厉了。杜鹃声里斜阳暮啊，有看长短，有看长短。一季梅花欲穿赤树，岂存此恨无从诉。刚才我说他所行啊，是连首这韵绝句变化而来。首句呢都是两个四字句，下篇的首句也是两个四字句，这两句一连啊也是对仗的。一季梅花欲穿赤树，实际上这两句啊意思是相近的，一是一赞，既来梅花，接着用翻译的那首诗，这梅枫叶时，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即梅花。欲穿赤树呢，这是用这个汉乐府当中饮马长城苦行当中的句子，客从远方来，为偶双鲤鱼，扶袄喷鲤鱼，中有赤树树。一季梅花欲穿赤树，岂存此恨无从诉。且分别之的恨无从诉。春江心知摇春山，为谁留下小香烛。这两句啊是词尾的名句，
使作者郁闷在心中，却在委婉地发泄。这2句有人说他是从戴叔人湘南记事时原想日夜东流去，不为仇人做少事，笔画而来，没学员江水的无情抛开自己而流去。这种如此如呆的冤绝语，说明作者真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伤心人。挑起语音从话，引人在夜话说：“东坡绝爱其为2句，只属于戏谑，少有意义，虽万人何说？”秦观跟苏轼的感情是极深的，更何况他这次被贬，甚至很大程度是受苏轼的牵连，所以苏轼对他非常同情。这首词呢，又是他秦观的晚年所写。苏轼看到之后，少有意义，秦少游已经过去了，虽万人何说？就是千万条命也不能把它赎回来，非常伤心欲绝。黄苏的《妙园词选》凭这首词说，首一阙是写在郴州，望着玉堂天上，与桃源不可寻，而自己亦须无聊也。此阙以蜀南得意，自己同郴水自绕郴山，不能下潇湘，以向北流人，语意凄切，也自蕴藉，玩味不尽，物色用迷，总是悲惨的写照。廖元词选的这一段话说的是很中肯的。当然秦观没有料到自己写完这首词就没有多久，也就结束了人生的这个征途，最后短暂的生命就即将结束。王国维《人间词话》里就评论说：“少有词最为凄婉，自口看古观必胜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必要为凄厉。东坡赏其厚奥语，尤为皮相。”实际上就王国维更欣赏口看古观必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2句。王国维看问题常常是高于其人的。这首词借眼前之景，而含万里不尽之情。陈来的一席词序说：“少有情词妩媚，寄于此，则浓荫千里，内斗脂粉气味，至今脍炙人口。”李清照词论说：“请主卷居情字，而少故事，比如贫家美女，学尽年丽风月，而重返富贵态。”这个批评恐怕对这首词而言很不中肯，因为秦观的这首词虽然没有用古诗，也就是典故之美，却是写得情真意切，写得非常好。张燕的词源说：“秦少游词体质淡雅，气国不炫，情意中不断一墨，主角无责，久而自慰。”后上呢周水选词选也说他能凄婉动人。好，这首词我们就讲到这里。浣溪沙，秦观。脉脉清寒上小楼，小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平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宝莲闲挂小银钩。这首词啊，是写春秋的名篇，也是秦观的代表作之一。春天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春日春风，也有春草春花，同时呢也有春秋。这是一种只有在美丽多变的春天才能生成的清新的寂寞和淡淡的哀愁。词人们经常伤春而悲秋。春天呢，因为百草千花，百花争艳，这个时候啊，景物明媚，却常常不能跟自己的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有一种迷惘、凄凉、失落之感。到秋天，看到百草开始凋零，花落，这个有许多花都凋零了，有许多草都枯萎了，一年啊就这样匆匆的就将过去，这个时候也容易有悲秋之感。下面我们全讲这首词，大家注意，这首词的词牌子是欢喜煞。欢喜煞的平仄格律跟七音律诗是非常相近的，它基本上是少掉了第三句和第七句，因为少掉第三句，3、4句本来是对仗的，这一点就破坏了。欢喜煞里第3句跟实际上省掉一个第3句，和这个词中的第3句就对仗不起来了。但是呢，第5、6句仍然保留，就是现在的词中下篇的第1、2句仍然通常运用对仗句。脉脉轻寒上小楼，小影无来是从秋。词的开头写得细微幽渺，飘忽无定，存在而不可捉摸，却又难以言说。也许封建社会了，培育了这些特别适宜酝酿春秋的土壤，因而在古典文学作家中不乏云谈春秋的高手。这首《欢喜煞》是信手拈来的一篇，词写春秋，却是一幅春秋图，图上之人或也词的抒情主人翁是他还是他，故才作为一位少妇来理解。闺中之人脉脉轻寒上小楼，由女子生来的敏感和善感，加上那个时代幽闭生活的禁锢，使得她的情感格外细腻脆弱，因而也就成了奇幻仇恨作品所着力刻画的对象。我们逐句的来讲一讲。脉脉轻寒上小楼，脉脉2个字是2个日声字，但是呢，在这里是一种朦胧的意象。清寒，春天啊，按理说已经不是很冷了。过去有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说法，清寒上小楼，点名主人翁所在之处。随着他的上小楼这幅规格春秋图，为我们展示出他在楼上的手劲手感。上小楼就感到了春寒，到底是春天，虽是寒却是清的，又以脉脉来形容，要辽阔冷落之感。首句以寒凑意，隐隐地推出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晚影无来是从秋，本来是春晓，然后少妇等我望到的却是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小影早晨起来就是很阴暗的，像深秋一样。秋将近时，自然感到寒凉生冷，同时还令人油然而生血色肃杀之感。
像春秋、像深秋季节似的。这样的天气怎不叫人恼恨呢？可是此人偏偏不说人情无聊，反说小人无赖。这里的无赖实际上是不无聊赖的意思。别段稍加转化，就不加被渲染了使人烦恼的景色，从而衬托着主人翁对镜深愁的心情。但因流水画平幽，凭栏远眺，犄角的景色淡如秋，无可玩赏。不如引回房去。主人翁一回首，一跃眼帘呢，竟是幅淡影流水的画屏，显示出一般清幽的意境。这里啊，无论室内还是楼外，无论是远观还是近坐，少妇的手见手感，无往而非消瘦的景象。就连几百年后再来吟诵的读者，也异常强烈地感受到他区区饮食自卑、语言浅淡，却很固执的寂寞和哀愁。自在飞花青丝梦，无边丝如细如愁。同学们，我刚才说到欢喜洒的这一联啊，经常都习惯用对仗的，当然也有极少数不用对仗的，绝大多数的人都用对仗。因为大家注意，我们写词的许多词人，常常也是写格律诗的诗人，他们习惯于写格律诗，这里是要用对仗的。欢喜洒呢，又是用格律诗变化而来，习惯在这里也用对仗。自在飞花青丝梦，无边丝如细如愁。这里啊是对得较公的。下篇的前两句正面形容春秋，这里工巧而又自然，绝美而又空灵，将细微的景物与幽渺的感情极为巧妙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自在飞花青丝梦，无边丝如细如愁。飞花可以是指杨花，也可以是各种落花。到完春季节，很多花都凋零了，到处是一片花谢花飞的飞满天的那种景象，像是如影似梦，是梦，是难以捕捉的抽象的梦和愁，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具体的形象，被梁启超称这两句是奇语，引自于梁林贤的《遗恨馆词选》，他引到梁启超的话，都说家大人悦，我家父亲怎么说？他奇在哪里呢？第一个是把飞花和梦、丝语和愁本来并不相干，丝语无从类比，但细心的词人却发现他们之间有两个共同点，清和细，所以给成新奇的比喻奠定了基础。另外他去打比方，总是以具体的细致的去形容抽象的罕见的人和事，而飞花和梦、丝语如愁，岂不是逆道而行，来违反常规吗？梦本来是缥缈的，但飞花可感，丝语也可感，用丝语来形容愁，倒是把这种不太可感的梦和愁用可感的飞花和丝语来形容。沈祖芬认为，其中的奥秘全在于两组比喻之间的关联，就在于清和细两个字。虽然梦和愁是抽象的，可清和细却是人们所熟知的概念。飞花的清和丝语的细有所常识的范围，即使不用梦和愁来形容，也绝不会妨碍人们的理解。我认为也可以说倒过来，用飞花来比喻飞花的清，来比喻梦境；雨的细来比喻愁，比如愁。这里以轻的飞花和细描如丝的雨作为比喻的主体，
以诗画的笔墨饱蘸了词人浓烈的感情色彩，使在秀美清丽的外表下显示出迷离朦胧的韵致。春去花飞，人间贪玩，可他自己却满不在乎，反自由自在地飘来荡去，真是毫无情思，让人恼恨。春雨如是，一竹也愁，更何况无边无际的他又下个没完没了。废话是自在的，反衬着十种人的不自由。诗语是无边的，欲洗出缠绵春雨的恼人，十种人简直无法挣脱那诗语折旧的无边的愁网。宝莲闲挂小银钩，既受尽无可为绝，还是不为好。于是乎林子又垂挂下来，只有转帘的银钩悠闲地晃来晃去。木具写屋中的景物足迹，却只字不提十种人怎么样。以上样都在此层想象的字旁，可谓余情袅袅，余音不绝，以景即情，这是很典型的。从某个角度看，春秋既空虚又无聊，纯粹是不无意用的书生无病呻吟的产物。孤选这种不明实于武断的论点，口称一家之言，这是小林的艺术表现力，令人折腰。本写春秋，全篇6句，却无一句哲学心情，全凭宽静的铺叙，景物的描写加以烘托。每篇的前2句是外景，后1句是内景。上篇由外入内，引进外景清寒无赖，叫画屏也诱人了。下篇从内及外，挑起宝莲，见了外界的废话诗语。内景外景的交融，将少妇因感悟而伤情的心情，心绪表达的含蓄而又充分。关于这首词我们就讲到这。关于清官的词呢，我们也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清华大学的默课课堂。今天我们讲唐宋词鉴赏的第18讲，讲后主词，讲后主的《清渊》和《周顾帖》这样2首作品。在讲这2首作品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后主这个作家。后主字方回，是汉族人，祖籍山阴，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后来迁驻魏州，也有河南省的魏惠市。他是贵族出身，他是宋太祖后皇后的出身，也就是说赵匡胤的那个皇后是他们后家的人。他自己呢也娶的宗室之女，也就是说他的妻子姓赵，也是皇室的后裔。他自称自己原族是山阴的后子长，他跟后子长是嫡传的，因为后子长晚年住在庆福，也就是绍兴的靖福，所以自己他也号称庆福遗老。看来这一点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后主长得很丑陋，长身耸目，面色铁青，人称后鬼头。大家看到这一点，也容易想到另一个词人温庭筠也长得很丑陋，人家称他叫温钟馗，连鬼见了都有害怕他的。后主早年担任右班殿职，也就是说武官。元佑宗曾经担任四州、太平州的通判，又改任文官。晚年退驻苏州，督门教书。他的脾气较大，不依附权贵，喜论天下事，能诗文，尤长于词。他的词的内容风格较为丰富多样，既有豪放
婉约傲派之长，常于锤炼语言，并善于融化前人的成句。今天备课的时候，我想大概也就是跟当时的词坛和诗坛的风格相一致。当时宋诗有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和以议论为诗的这种特点。以才学为诗，就是经常每一句话都要求无一字无来去，所以善于化用其人的诗文句子。当时的词坛也有类似的风气。大家知道苏轼也喜欢化用其人的诗句，另外跟他同时代的词人周邦彦更是如此。周邦彦的那一首这个西侯金陵怀古，就是完全化用刘禹锡的金陵五题而来。这一点跟时代风气有一致之处。他的词用韵特严，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部分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也高旷，语音浓丽而婉，跟秦观、应季道的风格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也写过一些爱国有诗之作，写得悲壮激烈，有接近于苏轼。我印象当中，他的一首六州歌头写的就颇有这样的风格。我记得在30几年前，我在唐国璋老师的指导下编《唐宋词鉴赏词典》，我定的那些选目，唐老一定要整部联手，一个就是后主的六州歌头，一个是这个文天强的清源曲，为之实效。他的这种风格的词作，甚至对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都有一定的影响。辛弃疾也曾经修撰过他的词，也看得出这种影响。全宋词收他的词283首。宋诗文苑卷有这么一段文字，说后主喜谈当时事，口非不少见，虽全言归要全情一时，少不中意，借口敌子无一词，人以为惊吓，今以丧气死久，不得美观，亦不得志。这一点自然在很多时候是受不到当权者喜欢的。有的用今天的词语，还有一点愤青的这种味道。王作的笔记漫字有说：李少寂寞千年后，70凄凉一曲作。70刘人所作也。刘后感之世间有李少，为后返回周梅城，时时得知。王作不赞成刘人具有李少的风格，他倒肯定后主周梅城，也就是周邦彦具有李少的传统。陈林柱的白玉在词话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说返回词胸中严重，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去，全独立于曲少，而愿意变化，云推生平。我们当代一个著名的学者缪友先生，在他跟叶嘉莹共编的那个灵奇词书里头也说，后主词在融入曲少意韵方面贡献尤为突出。他的词是具有真情实感的，是慢性而发，适可而成，需要极言而不得已在。也认为他继承了李少的传统。以前对这一点我理解不是。这一次我们上这个课的备课中，我就深深地感觉到，有些作品特别是像他的清源，我们过去一直对他有没有本事搞不清楚。现在看李少的这种风格，对清源的理解也可以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夏金观有一段文字
讲得很精辟。他引王泽芳诗话为返回言，下士以清悲得白居云，平淡不涉于流俗，其故不吝于怪癖，题云不窘于文艺，虚实不并于胜利，必心生在同物理，用事功在如己出，各介于成片，或因不可均，其缺于意外，浩然不可缺。这3句话，这白语啊，余为也返回这词之绝也。这是夏金观引王泽芳诗话的这个8句话。这8句啊，实际上也是我们写词的人都应该遵循的。其中后主做得较好，后主词与文有千卷之外，复有7句壮朗之姿。龙玉生啊，在卷《论后返回词》这傅士之先生一文，对傅士编的词选竟然不落后主的词，心存耿耿，并乃举柳州狗头为例，以为在东坡美称间能自开富有，有连派之长而无其短的代表作。结今而言，龙氏之论有堪称独具之言。龙玉生先生跟我的导师唐桂章先生、夏承焘先生，大家共同推举为20世纪中国词坛的3个泰斗人物。龙先生也曾经当过我们中央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我跟他的儿子还有一定的来往。豪放词风从苏轼的别开生面到辛弃疾的蔚然成风，而后主介于这连载之间，后主之内阿谀盘空，因之磊落的词，应该是其间的重要的构筑。其慷慨纵横之作影响较大，如辛弃疾就受其影响，他的词作都从唐诗取其造材与故事，这种词坛的发展影响到周邦彦，当事人与后周并称。当然周邦彦较少受苏轼的影响。贺铸半死童，重过昌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期新笼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不依？这首词啊，后主的词节里标为半死童，因为词中有梧桐半死清霜后这样的句子，实际上是周顾帖。周顾帖的词啊，有一个译名叫半死童，就是由后主的这首词而来。这是一首情深词美的悼亡之作。后主年近50时，曾经在苏州住了3年，期间他的妻子亡故。后主啊，肯以长期相濡以沫，甘苦共尝，痛定思痛，写下了这一首情真意切、哀感动人的悼亡之作。词写得很感人。这首悼亡词啊，可以与潘岳的悼亡、元稹的千悲怀、苏轼的蒋承子、一毛正月20日夜记梦这几首悼亡之作并权不休。下面呢，我们还会引申一些悼亡之作，让大家
进一步看到我国史词当中悼亡题材的大致的情况。词人整则凄婉的词风，在这首《邹姑亭》中表现得非常典型。我们简单的劝讲一下：重构长门万事废，同来何事不同轨。长门是苏州的西门，词人北行后回到苏州，想到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已经长眠于此，不禁悲从中来，发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慨叹。重构长门万事废，同来何事不同轨。后面这个问的很没有道理，这不是妻子不想跟自己一同归去，而是他长眠于苏州了，留在这里。然后这无理之词也正是既有情之语，这无理之间更充分表现了这个后主的浓郁的离愁伤情。作在那撕肝裂肺的哀怨凄楚，全部包含在这血泪交加的一声呼喊之中。梧桐半时清爽后，头部鸳鸯失半飞。梧桐半时比喻丧偶，他最早出于西汉初年的梅岑写的七法，七法中就有龙门之童，告百策而无子，其根半死半生。李商隐的《上河东宫棋》每悼亡以来，光阴未及，梧桐半时才有衰，灵光犹存，前景多变。李商隐跟后主有相似之处，他也早早的丧妻。李商隐妻子去世之后，他也写下过不少首悼亡之作。梧桐半时清爽后，头部鸳鸯失半飞。这里化用了孟郊《烈女潮》中梧桐相待老，鸳鸯会相思这样的句子。梧桐半时清爽后，一种解读认为清爽头部比如年老，清爽后已是深秋之时，借水之将没与人之垂老，头部一缕双冠，既显鸳鸯头上有一撮不毛。不头一方面是鸳鸯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暗示词人到了满头青丝近成白发的年龄了。古人到50岁就算比较老了。今天我们一般的人都比较长寿。我记得30多年前，我参加我们省识字协会开会的时候，我们老省委书记蒋卫清同志来参加我们的会。他在会上说了一段调皮话，说现在是90不起起，80都来袭，70小弟弟，60还头鼻涕。我现在到了头鼻涕的年龄，我们在座的同学，你们的父母恐怕还没有到头鼻涕的年龄。这两句形象而贴切地刻画了作者本人丧偶的孤独和年老失伴的凄凉。原上草，露抽细，就其新郎涟漪漪。这6个字原上草，露抽细，也既是实现，也是更是比兴。就比来说，词人有草原之露，比如人生短促，如草上的露水易干，抽细是他指夫人的心上。原上草，露抽细，就其新郎涟漪漪。我对就其新郎是这么理解的：现在要离开苏州了，自己在苏州住了3年，现在最割舍不下的是2样，一个是曾经跟妻子
相厮守在一起的老房子。这里毕竟夫妻俩曾经一起住过3年。这个是刚刚去世的妻子的新坟，这就是新龙。妻子的坟和自己的旧住都管裹着对亡去的妻子的深深的思念。这一连点啊，这个2个意象都意味着对妻子的思念，所以称连意义。原上草，露抽兮，草和露啊，也是荒郊坟上应有之景。另几些下文提到的兴隆周围的环境是为兴，由它引起下文的意义。连意义也可以理解为生前意义、死后意义。我倒觉得指旧妻和兴隆，这连者意义不散更好，更好一些。空窗偶听南窗雨，水复挑灯夜不移。这最末2句啊，是整个这首悼亡词的高潮，也是全诗中最感人的地方。旧妻兴隆，空窗听雨，既描写出眼前凄凉气氛的顶情环境，也抒发了寂寞痛苦的深情。空床不是床上什么也没有，床上被子啊，床单之类的东西是肯定有的。空床，床上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妻子了，那半个被子是空着的。古代啊，诗词当中常有这样的句子：夜夜长流半杯，待君魂梦归来。睡觉的时候本来自己一个人只要弹一个小杯筒子就行了，但是呢，人一按照2个人睡觉的习惯，那半个杯子这个也留着，实际上那半个床就空着，就是这里所说的空床。经常啊，过去有这种情景，夜雨这一晚上，妻子挑灯给自己补衣。现在又遇到这种夜雨的晚上，但是却看不到妻子为自己补衣了。这种水复挑灯夜补衣这种情景，过去自己习以为常的。同志们也想到一点，为什么要深夜挑灯补衣呢？就是白天我这个衣服都穿，又有一点破了，那么只有晚上把衣服脱下来，自己躺在床上，让妻子给自己补衣。这里啊，把妻子的勤劳贤惠对丈夫的温存体贴写得淋漓尽致。这里既写今天的寂寞痛苦，又写过去生活的温情，尽却夫妻感情的深厚，情谊令人难忘。这2句啊，写得非常荡气，十分感人，也是这一首词啊的结尾甚至高出苏轼的那一首这个一毛正月22夜记梦的悼亡词的地方。苏轼以年年料得年年长短去，明月夜短松冈。他没有这一点，这里水复挑灯夜补衣，这种情景啊，更细腻更感人。全词啊写到这里，感人2字，把这哀婉凄绝的一幕深深地切入千万读者的心扉。下面我们介绍几首悼亡诗词，先看元稹的历史。
首·其四。元贞。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拜元修道拜元君。前两句啊，我们同学常常是熟悉的，但是往往使用它容易出错。曾经沧海难为水，去却巫山不是云。它除了有对爱情竞争的一面之外，它是一种悼亡之作。我们同学自己谈恋爱的时候，一般不宜用这样的句子。遣悲怀。元稹。谢公最小偏怜女，自驾前楼百事乖。故我无衣搜尽妾，逆他沽酒拔金钗。野书充善肝肠货，落叶添心养骨怀。今日俸钱郭10万，与君营店复营斋。这里啊，开头一句用了一个典故，用到才女谢道韫的典故。谢公最小偏怜女，他的妻子啊也是一个才女，自家前楼百事乖。前楼是古代的一个穷秀才，在这里是自比，自比。妻子自从嫁给我之后，什么时候都不很顺遂。故我无衣收尽下，以他沽酒拔金钗。看了我没有衣服，经常翻箱倒柜啊，找一点布料子为我裁衣服。看他有来了客人，没有钱买酒，常常把自己的首饰金钗都拿去换酒。家里没有吃的，野手冲山赶场货，落叶添心养骨怀。野手冲山赶场货，经常啊用野菜来烧汤，用没有烧的到古树槐树上去搬一些枯枝来做衣料。这都是写跟妻子一起共度的艰辛岁月，写妻子的艰苦。如今日俸钱够10万，与君营店复营斋。现在啊有钱了，只好现在来祭奠你。这些两句呢，历来好像人们对他评价不高，觉得有所谓同仇之气。我们也有些同学不同意这个看法。遣悲怀。元稹。昔日戏言深厚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逝行堪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连壁谱，
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首诗呢，且妻子生前，爱惜被迫，就是对一些女衙款仆人很爱怜切。又写到贫贱夫妻百事哀，写到自己啊跟妻子一起过的那种艰辛的生活，这首也写得有真情实感。遣悲怀，元稹。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事几多时。邓攸无子寻之命，攀越道亡犹废辞。铜雀杳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这一首啊是3首中写的最好的一首。这里用到2个典故：邓攸无子寻之命，攀越道亡犹废辞。邓攸啊，他是一个本来有儿子的，因为战乱，为了救哥哥的那个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儿，决心呢让自己的儿子在战乱中死掉。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生出儿子来。他自己很人们甚至开玩笑说，不到无熬啊，这个天地不公，就是指责老天地啊，对邓伯道这样善良的人，却让他没有儿子。这句话暗指自己，元稹也是没有儿子的。邓攸无子寻之命，自己啊也没有儿子，知道这是命运的安排。攀越道亡犹废辞。潘岳是西晋的诗人，他写过悼亡3首，悼念自己死去的妻子。悼亡词啊，悼亡诗词就是由潘岳开头的，这个词的产生就由潘岳的悼亡诗而来。大家千万注意，悼亡只是指男子悼念死去的妻子、小妾已经有爱情关系的女子，这个才能称悼亡。不是说死去的人我们悼念他都叫悼亡，那就大错特错了。甚至有夫妻关系的女子悼念男子也不叫悼亡，大家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要搞错。后面有2句呢，我们有一点不好解。同心杳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就是同心杳冥，就死了之后我们安葬在一起，按理说这一点并不难做到。要让来生今后自己还做夫妻，倒是难以期许的，这一点还好解一点。这首诗啊写的最好的是结尾2句：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对自己的妻子啊，他怀念不已，深深的想念她。妻子跟着自己过了大半辈子，却没有过过一天眉毛舒展的日子，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自己现在也无法报答他，只有经常通宵不眠，终夜常开眼，来报答妻子
为自己度过的艰辛的一生，博得平生为赞美。这两句啊，我每次讲到它都感动不已。特别是我在讲唐诗的时候，因为这首词要细细讲的时候，讲到这两句，我甚至会掉下眼泪来。我在讲破国家精品诗品公开课的时候，讲到这两句，讲唐诗鉴赏，讲到这两句的时候，流眼泪的镜头就被摄像机记录下来了。后面呢，我们还引到近代秦辽的悼亡这一首七月历史，元代丁亥年的悼亡，这个只有6句。明代邓雅的《蒙古起》也是一首悼亡诗，特别是清朝南兰心德的悼亡词。前面呢，我们在讲苏轼、蒋承子一毛正月20日夜记梦的时候，曾经引到一首南兰心德的悼亡词《欢喜杀》。这里呢，大家看这一首金缕曲，亡夫即日有感，我把它比入大学语文教材的。此恨何时已，必空见寒哏雨歇，葬花天气。山在悠悠魂梦遥，似梦酒饮行矣。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阁，冷清清一片埋愁地，茶地月尽抛弃。从前若有双玉姬，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宜？我自中宵成卷册，人听响弦从里。待几个他生知己，害怕猎人俱不明，在远坑深月临风里，情泪尽，自悔气。写得催人泪下。南兰心德31岁就去世了，他的妻子比他死得更早。南兰心德的妻子跟他结婚这2年多之后，就因为生孩子难产而去世。南兰心德写了20多首悼亡诗词悼念死去的妻子，写得情真意切。南兰心德正像《延年词话》里所说的，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人啊，不舍其赤子之心，很单纯。应该讲，南兰心德的词啊，现在虽然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他的词啊还不是十分老练成熟，因为他死的时候才虚岁31岁，词风还没有到十分老练的程度。但是他的悼亡词却是我国悼亡诗词当中的精品，写得最好，也代表了南兰心德词的最高水平。后面我们又列举了他的写的《沁园春》，也是一首悼亡词。这个南乡子为亡夫题诏，也是一首悼亡词。这一首《丁年花》也是一首悼亡词。这一首《欢喜杀》，我们在讲一毛正月20日夜记梦的时候曾经引过。青玉案，横塘路，贺铸。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之处。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
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首词啊，有没有本事？也就是说，它是不是一首爱情词？是不是后主在追寻每个女子有所实念的写作的？这一点呢，小说家一直争议不休。有的呢认为是一首爱情词，如果从字面上看，也确实很像。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某种意义上对后主的人品是有影响的。同学们想，如果是他的妻子去世之前，他就追认那个另外的女子，那用今天的话就是追求一种婚外情，那么行对他的人品有影响。如果是妻子去世之后追求婚外情，那么按道理讲，按照法律是合法的，他妻子去世了，他爱上别的女子完全合法。但是呢，我们刚刚读过那首《周孤天》，他对死去的妻子那么一往情深，妻子刚刚去世不久，你就爱上了别的女子，这一点对人品也有所打折。虽然合法，但不合情，不合情。另外呢，我的导师读硕士生时候的导师余朝刚先生解读这首词的时候，他把它解释为一首悼亡词，也是悼念死去妻子的。那么林伯不讲旦暮送访城去，就解读为妻子这个失去离别自己而去，这样解读呢也可以。但是呢，一般学术界并不都认可，所以我们苦于把它照爱情诗词或者悼亡诗词。当然悼亡诗词本身也是一件爱情诗词，爱情诗词可以宽泛一点，悼亡诗词就是只能是悼念已经逝去的妻子或者小妾。我这一次备课的时候啊，特别是读了那个缪友先生的《临其词书》当中论后主词，反复的琢磨为什么前人一再强调后主的词啊受李少的受这个李少诗的影响，受楚辞体的影响。我倒觉得楚辞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用美人香草作比来比喻忠贞，以一些恶草来比喻坏的恶事的。如果是这样，这首词是不是不是一首爱情词，而是因为后主这个人脾气性格很刚直，对社会上的许多恶事呢接而如仇，这种性格使他做不上高官，也做不上美官。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人格的高尚。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这首词啊是一首类似李少式的作品。如果那样理解，就完全是另一个角度了，跟他的妻子的去世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一点供同学们参考。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是以往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一次想了还没有想透。欢迎同学们跟我一起沿着这个思路啊，我们再深入的探讨下去。当然也欢迎不赞成这个观点的同学对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林伯不够横塘路，旦暮送访城去，
这首词呢，从字面上是写一个女子，凌波却与曹植的洛神赋凌波微步楼外生辰，这里啊用是女子的步履轻盈。曹植写洛神赋啊是有背景的，当时经过官渡之战，曹操击败了袁绍，俘虏了袁绍的一个儿媳妇，所以用到凌波微步楼外生辰这样的句子。凌波在这里就代表着那个步履轻盈的那女子。不过红堂路，红堂呢是后主的住处。龚明子的《总务纪文》就说，筑有小筑，在古时盘门外10余里，地名红堂，返回往来期间。不过红堂路，这个女子啊在这里飘逸而去，并不来到我的这个居所。望到女子从居所那边的路上姗姗远去，没有过来，感到非常仓皇。但目送访城去，访城因为女子身上常常插着香粉和一些香水，所以走过之后卷起的尘土都有某种香味。锦瑟华年谁与度？锦瑟华年大家指青春时代，李商隐的《锦瑟诗》是大家所熟悉的。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句是华年。锦瑟华年谁与度？这女子啊和谁一起度过青春年华？青春年华无人与度，回款云雪，把绝望有主独处的失望寂寞之状刻画的惟妙惟肖，离析作者的身世，可以看出这句话是深有感慨的。同志们试想，如果这是一首李少体的诗，就写出了自己庄严不得志的一种状态，而不是玄学的爱情上失意。他的妻子跟他感情还是很好的。采笔新题断肠句，这里又用到一个典故，南史江淹卷。江淹少时很有才华，后来梦中将所用的50笔归还了原主国破，而后为史，绝无美句，世人为之才尽。这里涉及到2个典故，一个是江淹梦笔的典故，一个是江郎才尽的典故，都是跟江淹有关。他年轻的时候得到国破赠送的50笔，然后才是梦境。后来呢，又梦见国破把这个50笔要走了，也就是这里词中所说的采笔要走之后，就江郎才尽，写不出好诗来，写不出好文章。采笔新题断肠句，后主的这首词啊，还是写的极有文采的，甚至江淹即使写的得到国破的50笔的时候，写的最得意之作，也难以跟这一首《清玉案》相比。这里词人富有才华，刚刚写好抒发相思之苦的佳词美句，令人想起江淹的有一首诗叫《修上人怨笔》，当中就有日暮必人火，佳人须未来这样的诗句。后面想到词中碧云冉冉很高木，采笔新题断肠句，就有相联系。这首词的最后3句，试问闲愁独几许，一泉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丝雨。这是这首词写的心境之句，也是整个后主的词作中最为人们广为传颂的之作。试问一句，以闲愁单独提问，闲愁有多少呢？他用3个比喻来作答：一泉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丝雨。3个喻体本身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诗文，一经词人提炼加工，
采入词中都有变得十分新鲜。他这里说的春草是义务笼罩的春草，而且有一拳之多，拳是平也，我们经常用一马平拳，一拳引草，一马平拳，到处都是义务笼罩的草。这是一个中春时候的景物。到清明左右，春草都发芽了，都已经长得很茂盛，一拳引草，满城风絮写柳絮，是完全的景象。完全时候，杨花飘拂，吹得到处都是，满城都是杨花。我们清华的同学，只要杨花飘飞的时候，到金泉园的那个荒岛周围，大家去看，也就是当年朱自清写《荷塘月色》的那个地方。大家看，因为周围到处都是雪杨。等到柳絮一飘飞的时候，那个荒岛周围的四面的荷塘里面，全都是被杨花覆盖。因为那时候荷叶还没有长出来，到处河面上全是杨花。我在清华已经第7年了，每年到杨花飘飞的季节，都看到这种这个一拳引草、满城风絮的那种景象，在清华园里都能感受到。梅子黄时雨，梅雨季节在我的家乡扬州，或者长江中下游一带，每年初夏的时候，北方的冷空气跟南方的带着水汽的热空气在长江下游一带汇合，所以我们江南那一带，这个阴雨黎明，有的年代呢要有10多天，也有的年份像1998年，差不多就前后连续个将近1个月，每天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有的时候，特别是第2度黄梅的那一年第2度黄梅下大雨，苏州的街上都能行船。我们是把屋檐下伸出来一个脸盆，很快就浸满一盆水，那个雨是简直是倾盆而下。梅雨季节，生在江南的人感受是很深的。这里形容自己的愁斗，仿佛一拳引草，满城风絮和梅雨季节的淅淅沥沥的不断的雨，用这3句来形容愁的斗。这里跨过了中春、晚春和初夏3个节令，把风雨阴晴、城内城外、天上地下各种情况，叫你觉得愁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遮天漫地，茫茫无边，辨不清，拂不去，也躲不开。这些景物不仅各自都非常典型，而在这里又以团体的力量来共同形容主人翁的闲愁，所以写得极为感人。据在当时人们读了这首词都非常佩服，而且给作者送了一个后梅子的称号。后梅子是一个雅号了。这首情语实际上是借怀念美人以抒发自己忧居踌躇的苦闷。如果是这样，就带有许多离骚的风味了，其寄托深厚，自然而不露痕迹，是对那种怅惘迷惘的愁闷心情的描写又十分出色，所以受到人们的赞赏。这首词形象鲜明，意境优美，以至于同时代的诗人黄庭业称赞借到江南断肠句，至今唯有后方回。黄庭业也是词人，他也有词作。下节课下面我们也就要讲到黄庭业的词。词作比喻的新巧贴切，又丰富多姿，把抽象的感情化为形象的景物，以增加感应力。这首词作比喻的新巧贴切，
陆大金的哈利语录在论述这首词的时候说：世家有一山与臭在，多少凌云，游端入山来，轰动不可作。赵古云：夕阳楼上三重叠，为敌闲愁一杯斗。也有用水来喻臭的，像李奇云：请看量东海水，看去情深愁。李后主也说：问君能有几斗臭，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秦朝有甚至说：落红万点，臭如海。后主却说：试问闲愁独几许，一圈烟草，满城风絮，没知黄丝雨。以山寨比喻臭之斗也，尤为新奇，今心中有笔，意味深长。我的道士唐国璋先生论这首词说了一段很精辟的话。他说：这首为有句怀人之作，写尽极为纯洁，而中心之穷愁欲破，并尽意外，自笔墨之清丽飞动，有妙绝一时。起居临摹方成用落成赋，美人不来，今日凝聚，以写出惆怅之情。景色华年用离山诗，引人不来，故赏无人共度。学语二字皆温唤起，与自由二字相照应。外则月桥花园，内则守窗居户，皆无人共度，只有春花未结，其孤寂可知。换头句，另从对方学取，引用落神赋，以人去冉冉，杳无信息。采笔一句，自说相思之苦。人既不来，心有不稳，故唯有自己之节耳。满之忧伤，同时得力于除少哉。试问一句，有借问唤起，以下三句以景作结，写江南景色如画，真绝苍也。唐先生理解这首词，也是觉得他得力于除少。看来这是历代名家的公式。我们对这首词理解还似乎不很透，欢迎同学们提出批评指正。好，这个关于这首词缪岳先生也说，后主这首词真是深得取少遗韵者，借美人相朝之词，以发许其手之不遂，孤寂自守，追求理想的远谋遐思。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清华大学默课课堂。这一节课我们讲唐宋词鉴赏的第19讲，讲周邦彦的3首词，讲满庭芳、兰陵王、丁玲花这样3首。在这讲之前呢，我们也是总说一下周邦彦的词。这是他的一幅画像，起因不是很好。这是周邦彦的清人节。周邦彦字美成，号清人居士，浙江钱塘人。他是北宋最后一个重要的词人，在他之后的一些北宋词人都可以称为南渡词人，也就是说那些是生于北宋死于南宋的。周邦彦是死于北宋最后一个大词人。他少年落魄不济，后来在太学读书。宋神宗时因为新逼宁府为太学生。同学们注意，我把这太学生3个字拉红了。过去人们有个误解，认为他在太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为什么呢？太学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也没有多高的级别，大致呢相当于现在我们大学里面的政治辅导员。当然了，古代他绝不会是政治辅导员，但是相当于这样。
就是管学生工作的，可以由老师担任，也可以由一些学生干部来担任。他实际上做的一个类似学生干部和老师都可以担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国的政治辅导员最早是由我们清华大学最早设立的，也是由高年级的本科生担任。现在呢，一般由博士生和硕士生担任。像我们呢担任个国家领导人的，像这个吴邦国啊，胡锦涛同志都曾经在清华担任过辅导员，他当时实际上的身份还是学生，现在在很多高校里，辅导员是刚刚分配来的年轻教师担任，他们就是老师了。所以呢，太学生啊，充其量学做了一部分类似辅导员这种老师的工作，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职，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他在宋哲宗时任泸州教授，至密宣县担任过国子局部秘书省政治。徽宗时期，先是为教书郎，一律做检讨，后来又担任大臣府提督，为朝廷治理作要。周邦彦为北宋末期的词学大家，作品都写贵情羁旅，也有些咏物之作。他担任的这些职务当中，最重要的是大臣府提督。大臣府呢是一个引要机关，为朝廷治理作要的。这一点非常适合周邦彦的这个长处。周邦彦啊，现存词186首。由于他神通引力，创作的漫词很多，无论写景、抒词、抒情，都能刻画约为，形容精致。他的词的数量对于大词人而言，数量并不算很多。下面我们列举了全宋时首首著名词人作品的数量。我们这里凡是拉红了的，其词的数量都比周邦彦多。最多的是辛弃疾，其次是苏轼，辛弃疾629首，苏轼362首。此外像刘源、欧阳修、晏几道、黄庭坚、赵朴子、后主、朱登儒、张小强、吴文颖、陈云平、刘成翁、张炎，数量都多过这个周邦彦。还有几个影响较小的词人，也有的数量有超过周邦彦的186首，数量不算少，但是跟大词人比，他应该说数量不算很多，不算很多。他的词风继承了刘墉，有所变化。跟刘墉相比，他市井气较少，宫廷气多，词风也比刘墉更加低雅含蓄，而且长于朴实，善于咏句古人的诗句，词藻华美，音律和谐，具有浑厚典丽缜密的特色，为后来的格律派词人所重。作品在婉约词人中长期被称为正宗。南宋的时候，像姜夔、史达祖、吴文颖、张炎等人，都是继承了周邦彦的词风的。这些人后来就被称为格律词派，实际上是清人词派，周邦彦的词派。张炎在词源里就说过这么一段话：去于丛林，立大臣府，命周梅城举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群载，由此84调之声少全，而梅城举人又复真言、慢促、引、进，或以工换语，为三番四番之曲，按乐律为之，其曲虽繁，梅城复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咏化诗句，而于音谱，且鲜有微写，可见其难矣。词源对于周邦彦在词坛上的贡献，做这一段话是较为全面的论述。
张仪呢对周邦彦倒是一分为二的。你看最后与阴仆且鲜有危险，可见其难矣，还是指出他还有某些不足的。后人对于周邦彦的评价各有不同。清朝常州刺派的代表人物周济简存在《论词载句》中就说：每曾实力独具千古，与延平元素须魏征连经，而唐朝之法自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屈其范围矣。独得清人此斗，叫他人之作，都不十分经意。勾勒之妙无与清人，他人一勾勒便薄，清人愈勾勒愈浑厚。这是周济的话。王国维啊，在《人间词话》里就说了那么一段话，大家注意，王国维啊对周邦彦的词啊前后有不同的评价。先看他在《人间词话》里说：每曾深远之资，不见偶情，为言情体物，穷尽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为创调之才斗，创意之才少耳。此中之雅正，在深不在貌，元素少有，虽着一语，终有品格，方知美成，必有淑女与娼妓之别。大家注意这一段啊，既肯定他对词言情体物，穷尽工巧，所以也应该说是第一流的作者，也就第一流的词人。但是呢，又指出他明显的不足，他创调之才斗，创意之才少。周邦彦词的从内容上口取之句不多，他说词之雅正，在深不在貌，特别是他后面对他的批评很重，说人数少有，虽着一语，终有品格。欧阳修和秦观虽然有的时候也写一些相应的词，但是还是很有品格的。方知美成，必有淑女与娼妓之别。换句话说，周邦彦写的有些硬词，就有娼妓之嫌了。这个批评呢，应该说很重，很重。但是呢，就是这个王国维，后来啊，他在《清人先生轶事》这篇文字里面，却给周邦彦以极高的评价。他说：以宋词比唐诗，这东坡是太薄，偶情是摩诘，奇情是乐天返回，而返回溯源是大力色彩之流。南宋唯一家选，可比常理，而此种劳度，非先生不可。读先生之词，于文字之外，须更为其音力，经其身虚妄，读其词者，又叫懊怒之中，自摇后婉，满身出节，繁会相选，轻足一样，落入交往，连宋之间，一人而已。看来王国维啊，这一段话把周邦彦啊推到诗中的杜甫这样的位置。他有宋诗比唐诗，东坡诗太薄，这一点还比较合理。偶情是摩诘，欧阳修、秦观像王维，奇情就是刘源，像白居易，而返回溯源就是后主跟应季道是大力士子之流，大力士子呢地位就不高了。南宋唯一家选可比常理，辛弃疾啊可以跟韩愈相比，而此种劳度非先生不可。因为能够跟杜甫在诗坛上地位相匹敌的，只有周邦彦。但是大家都知道，劳度的诗啊，不但艺术上尽善尽美，而且呢，他的思想性也极强，甚至被称为诗诗。他是诗中的诗，这个叙事之作有许多贴近当时的现实生活，甚至能以补诗书的某些不足。
周邦英啊，只是一个普通的御用文人，最多是一个出色的御用文人，跟杜甫差之太远，差之太远。这个王国维的这段话不可取，不可取，非常不可取。我倒倾向于他在《人间词话》里的那么一段话，这个对清真先生一事这个当中的这一段论述，基本上学界很少持肯定的态度。兰陵王，周邦彦。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随堤上，曾见几番，浮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闲。灯照离席，梨花渔火催寒时。愁一见风快，半高波暖。回头迢递遍树意，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饯别浦萦回。今后沉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路桥闻笛。沉思前世，似梦里泪暗滴。这首词啊，关于它的写作背景啊，看这首《少年游》。《少年游》，周邦彦。鬓刀如水，无言胜雪。纤手破新城，紧握初温，受香不断。相对作调声，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华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为什么我们在讲《兰陵王柳》这首词的时候，要说到这一首《少年游》呢？因为这首词啊，有一个故事。周邦彦啊，是一个个人品行并不怎么样高尚的文人，
他经常嫖娼，他嫖了一个居民的妓女，北宋的居民妓李师师。大家都知道，李师师另外有个情人，就是宋徽宗。有一次，周邦英正在李师师家，突然宋徽宗来了，周邦英来不及去逃到这个走开，只好躲在这个房子后面，看到那个宋徽宗跟这个李师师调情。李师师给他新开的橙子剖开来给他吃，然后呢等到这个有弹琴弹笙给这个宋徽宗听。最后呢，一直到3更天的时候，宋徽宗才离开。李师师还关照他，天他已经3更天了，马花香浓，你不如背走吧。皇帝还是走了。周邦英就根据宋徽宗跟李师师相会这件事情，写了这首《少年游》。你看，冰岛如水，无言胜雪，牵手破星辰。冰岛是李师师拿来去星辰的那个小岛。冰岛，古人认为太原就是古代滨州太原产的岛是最丰裕的、最好的。无言胜雪，写着这个李师师的手臂像雪一样的洁白，牵手破星辰。这个吃橙子，金屋初闻，收音不断，相对做调声。写李师师在宋徽宗面前弹笙。等到宋徽宗走的时候，又用城上已3更，马花香浓，不如休去。这都是李师师的话，就是把李师师的这个小故事，连同他的一些话，把它整合写了这一首《少年游》的词。这首词呢，在宋代是可以唱的，李师师也唱起这首词。有一次在宋徽宗面前唱起这首《少年游》，宋徽宗一听你这不是写的我亲身经历的那一段诗吗？他说这个词是谁写的？李师师这的说这是周邦英写的。当然宋徽宗原来不知道周邦英是何许人也，一听这句词大怒，然后就下令把周邦英赶出京城。赶出京城的时候呢，李师师又到码头上去送他。周邦英继续写了《兰陵王柳》这首词。等他回到妓院里，宋徽宗倒有来到妓院等着他。听说李师师就送人了。他说你去送人，送给谁呀？是不是送给周邦英？因为皇帝晓得周邦英刚刚被我贬走。他说是的。他就看到李师师眼睛里面还流着泪水，脸上还有泪痕，就说周邦英走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李师师说没有说多少什么，就写了一首词。一看宋徽宗也是一个才子，一看这一首《兰陵王柳》的词倒有深受感动。后来不久就把周邦英找回京师，担任大臣府的提举。这一段故事虽然很生动，但是也说明了这样2点。第一点周邦英也是一个品行不很端的文人。如果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动不动就去嫖娼，恐怕也应该开除党籍的。这是一点。第二个，这个故事未必一定是准确的，仅供我们理解这首词的时候做参考用，供同学们参考，不要完全把它当作事实来看待。但是这首词
如果脱离这个背景的话，这一首《兰陵王柳》倒是周邦彦的一首代表作。他写的音节流美，词采和雅，是宋笔词当中的上品。下面我们较快的来劝讲一下这首词。首先要劝讲之前啊，我就跟同学们说明，这首词是押韵声韵的，可是我们普通话里没有日声，这一点我一直都觉得是普通话的严重不足。日声啊，是古代的四声之一，在我国现在将近一半的南方方言里都保留了日声，可是普通话里却没有日声。读到这一类押韵声韵的诗词啊，像这个杜甫的《爱江头》，这个等《爱江头》，至今赴奉先县韵怀500字白枕等一些作品，像读李白的这个《忆秦楼》，到苏轼的《泥楼角赤壁怀古》，到刘允的雨霖铃等一些作品的时候，完全不押韵，包括这首词，就非常觉得遗憾。但是希望所以各位同学在推广普通话的时候不要太卖力，加上保留古音多的方言的地方，你在会讲普通话、听得懂普通话的同时，希望也能听得懂一两种保留古音的方言。留音者，一历史事弄别。留音者，这个这字，不妨从2个方面体会它。当时正是正午，月悬中天，流苏的阴影不偏不倚地直铺在地上。太阳正是正照着这个流苏，流苏的影子啊，也是最小的时候。另一种解释呢，长天之上，流苏成行，流影因长期伸展开来，画出一条直线。因为水体当时的运河是开的比较直的，可以很远都是笔直的一条线，这个流苏也是窄成直的笔直的一行，所以流影也就直，这连载都说得通。一历史事弄别，一历史事弄别，全写了流史，新生的流子牛条牛人像诗一样，仿佛也知道自己必是可人，故意漂浮着以显示它的美。捉弄却必是透过春天的一眼看去一种朦胧之美。水地上晨见几番，覆水漂面送行色。注意，我这里读的押韵的韵脚字都是用日声读的，大家注意。覆水漂面非常锤炼的精工，把这个流水覆着这个水面，婀娜多姿，又飘出杨花那种情态，写得非常生动。覆水漂面，流子也在摇摇摆摆的，好像在送别行人似的。水体就是水草开的这个运河的大堤上，也就是这些流苏所生长的地方。这里似乎勾起送别之情，厌倦了京华这个生活的倦客。倦客这个字是周邦彦较常用的，在这里他自称京华倦客，厌倦了京师的生活，但实际上不是厌倦了生活，他在京师的生活不很得志，受居的官位很低。登临望故国，大家注意，这里的故国在古诗词中，故词并不常指国家，特别是故国这个词，通常是指故都，也就是京都，也指故乡，
而很少是指国家。原因呢，古人很少出国，不像我们现在想旅游啊，也可以到新马泰，也可以去到甚至到欧美国家去旅游，动不动可以办护照出国，这些古人很少出国的，但是呢，经常会出京，离开京城，也经常会离开家乡，所以经常故国更多的是指故乡或者首都。雪地流啊，向人覆水漂面，表示惜别之情；水色镜花镌刻，欲归不得的镌刻，心情很凄婉。长亭书，路年去岁来，应着柔条够牵扯。长亭路啊，本来是指在离开在一些都市的一些旁边的大路边上设立的长亭短亭，10里一长亭，5里一短亭。长亭书年去岁来，就是年深月久，年复一年。送别的柳条啊，经常人们喜欢直流赠别，柳跟柳声音相近，希望你留下，送你一段柳条，希望你留下不走，或者寻音走了，希望尽快回来。所以唐朝人就有直流赠别的习惯，我们宋朝人啊也遗失了这种习惯。长亭路年去岁来，应着柔条够牵扯，因为大家都直流赠别，年复一年啊，不知折掉了多少的柳条。这是词的第一段，或者说上篇。兰陵王这个词牌啊，跟大多数的宋代的词牌不一样。一般的词牌呢，多数是分上下两篇，也有许多单篇词，比如像《忆江南》《如梦令》等等，就只有一篇。当然，《忆江南》可以是有双调《忆江南》的，就是把这个词重复一遍，就是称双调《忆江南》，就是一篇词啊，重复使用2次，分为上下篇，就是双调《忆江南》。一般呢有单篇词，多数的词呢是双篇的，也就是上下篇的。但是兰陵王是3篇的，3篇的词就很少了。还有4篇的，只有引体序1种。这是第一篇。闲情旧总结，有9层2旋，灯照离谢，梨花雨后吹寒色。上篇啊写送别，中间这一篇呢就写对往事的回忆。这首词如果是跟历史是有关，显然是周邦彦告别历史时的。闲情旧总结是怀念自己过去跟相爱的美人一起度过的岁月，闲情旧总结，追忆往事。为什么闲呢？等到全开了，词人告别也告别够了，然后呢就开始追思往事，想到9层2旋，灯照离谢，想到全讲开未开之际，那种情景，9层2旋，弹着琴，饮着酒，等着送别的一些，这就是闲情。梨花雨后吹寒色，这是在寒食节前的一个晚上，情人为他送别的一些上的那种情景，如今走在船上，想起送别一些上的那种情景，梨花雨后吹寒色。雨后是寒食节在清明前一天，就是风说寒食这一天今后，节后另取新后。古代啊，用卷木取后，用那个硬的木料，卷的粘着后心来产生后。当然，这是现在看来，
是非常落后的做法，甚至还有人家定出一个后堂，让家里不停地烧着这个柴火，让这个保留火种，这也是更落后的一种做法了。我记得到50年代，雪营当时已经有火柴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农村的有些老头儿抽那个水银袋的，他们还用那个火刀和火石。火刀呢是一块火石是一块石头，用那个火刀实际上是一个像铁片比较硬的钢片，把那个钢片在那个火石上敲就粘出那个火星来，把那个纸卷的那个很长的那个纸卷点一点，然后保留火种，点到再把水银来点着抽，把这个抽完了换一袋烟，再弄那个芒子水一吹着火星来，吹着火来把这个烟袋再点着，一个芒子呢能抽到30袋烟，抽完烟也就够了。现在呢我们当然有打火机，甚至电子打火，像煤气灶上都直接一开它就有火了。这是时代的发展。抽一经风快，半告不暖，回头挑地比树叶，望人在天北。大家注意，抽一经风快，抽是一个领子，一直都的句子。抽字在这里领起下面2句，一经风快，半告不暖。一经风快显那个泉开得很快，泉夹着这个顺风顺水，这个很快就回头挑地比树叶，叶是一站，几十里是一个一站，树叶就走出去好远了，很快挑地是遥远的意思，望人在天北，回头望去送别的那个人在天北，在天边，这个不字也是日生字，这是现实依旧，这是有对送别情景的回望。其次很对接，大家注意，其次是押韵声韵，很对接，大家注意，这在词当中也是不很多见的，连句5个字却押2个韵脚，侧和接，其侧很对接，侧和接都是日生字，其侧写送别之后，上路之后感到非常哀伤凄婉，离别的情景很对接，这里是很是遗憾的意思，全心愈远，感到遗憾于深中，一层一层对接在身上，难以排遣。今别浦萦回，今后成结，咸阳冉冉春无节。这里的见字又是运用领字，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刘允的八声甘州的时候，也用到一个领字，八声甘州当中也用到见作为领字，见洪水吹减，冉冉无花秀，也用到见字，见字是趋势。别浦萦回，今后成结。想象离别的那个渡口，今后是渡口旁边的守望手，也有人理解为渡口旁边的一个图灯。过去呢，大家都是坐的那个帆船，帆船渐行渐远的时候，慢慢就只看到这个帆了，看不到船了。要想看得远一点，站在一个高处，码头边上设立一个猴，或者一个图灯，让人们站在图灯上可以看得更远一点，这是很有人情味的一种做法。送别的时候
看到亲人经历的远去，慢慢离圈里只看到一点饭，再远就看不见了。希望登上高去，能多看到一会儿。但是最后别浦应会，今后成见，慢慢渡口啊，也这个安静下来了。送别的人也都回去了。残阳冉冉，春无解。春天的斜阳静静地落下去，西下春色桥一望无边，这个衬出自己的孤单。你玉山洗手，路桥闻笛，曾是前世是梦里泪暗滴。这里的念字又是运用领字，念字领起玉山洗手，路桥闻笛连句。玉山洗手，路桥闻笛，实际上是一种对仗句，句型很相似。你玉山洗手，路桥闻笛，都是自己跟心爱的女子曾经一起经历过的事情。玉山之中，路桥之上度过的那些夜晚，至今还令人回味不已。玉山现是水中的亭子，当然往往有一个小栈桥跟这个岸上相连，走到那个水中的亭子上，吸着女子的手，一起赏月。路桥闻笛，在露天的桥上听到笛声。大家注意，一般的解释这个词的时候，人们经常不认为它是用典，但相对于周邦彦这个人，周邦彦读书较多，也善于用典。路桥闻笛呢，在唐朝有一个典故。相传唐玄宗梦游月宫，在天宫里听到了一些喜乐。唐玄宗的音乐造诣很高，回到人间就叫宫廷里的乐师演奏这个喜乐。他在宫廷里演奏，没想到皇宫外面的那个水桥边上有一个音乐家，也是精通音乐的，叫李默。这个默字是莫须有的那个默，底下加一个一人的言字，说话的那个言，这个字不常见。李默他也带到一个笛子，在这个桥子边上，听到皇宫里传出来这个音乐，这不像人间的音乐，他就很感动，就在桥柱子上记下了曲谱。这个怎么记我就不得而知了。后来第二天他又把这个音乐记住了，然后呢又在这个皇宫外面的这个桥子边上用笛子吹奏这个喜乐。不由唐明皇听到了，怎么从宫外也有我从天宫里听来的音乐，就派人把李默抓起来，抓了来亲自审问，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有一天晚上，月光底下，我在宫外的这个桥边上听到皇宫里传来的这个音乐，我就把它学会了。后来在古诗词当中也有经常用到李默引笛旁宫墙，偷得新饭须半秋这样的典故。这里的路桥闻笛应该用李默字典，但是一般情况下解读这首词的人很少跟这一首典故连起来。玉山洗手是普通的情况都可能发生的，路桥闻笛是有特质的。曾是前世是梦里泪暗滴，想起这些往事就往往流下伤心的眼泪。写的跟那个女子的一段交往。通贯全词，这首词写的隐晦曲折，事情实深，有吐不尽的心思流荡其中，无论景语情语都耐人寻味。王作所以说，世间有离少
为后黄辉、周梅岑诗诗得知。这首词呢，如果不是跟李师师的这个爱情故事有关的话，这首词啊也写得清辉不倦，令人非常荡气。我们认为兰陵王的风格确实沉郁顿挫。另外在音响方面，这首词长短句式和初级反音配合得极为巧妙，二音三音的初级和七音的反音结合运用，以成就其声音的协调。由于入声韵为节，显得无随不说，节指流韵，在演奏吟诵方面具有音乐美。这是金启华教授的一段话。金启华教授啊是尤国恩的研究生，后来在南京师范大学当教授。老先生跟杨振宁曾经是住同一宿舍的这个学友，前几年他们经常都提起。后来由于杨振宁先生的要求，我安排过一次金启华先生跟杨振宁先生的见面。当时金先生已经90多岁，杨振宁先生也88岁左右了。这一次见面是他们分离60多年的重逢。此后不久，金先生就去世了。满庭芳，周邦彦。风老鹰雏，羽肥梅子，五阴家树清源。地卑山尽，衣润沸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渐渐。凭栏酒，黄芦苦竹，一泛九江船。年年如设宴，漂流瀚海，来寄修船。且莫思身外，常尽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宴畔，先安殿枕，容我醉时眠。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首词。这首词是周邦彦担任丽水县县令的时候所作。丽水现在我们是南京的郊县，这个古县还在。吴祥山、吴祥寺现在也还留存着在。几年之前我到丽水因朋友们邀请去玩，还特为到吴祥山去了一趟。这个山并不是我们从小所想象的那个高山，很矮很矮，矮到你难以相信它只有20-30米高，简直就是一个小土堆，小土堆，但是呢比较长一点，这个像那个基本上像一个讲题那种样子。这首词呢上篇写作江南初夏的景色，写得很细腻。下篇接近抒情，出则回款，章法完全从柳词画出，具有刘允词的风格。风老鹰雏，羽肥梅子，无影家树清源。风老鹰雏，羽肥梅子，初夏季节的景象。大家知道春季常常是鸟繁殖的季节，到了初夏，那个黄莺鸟就扑出小鹰雏来了，风老鹰雏，羽肥梅子。又到了个梅雨季节，梅子成熟的时候，正是江南梅雨季节。
梅雨季节我也来北京7年了，今年呢习惯了北方的生活，对江南我是很留念的，但是江南最叫人不喜欢的就是梅雨季节。梅雨季节淅淅沥沥的雨，下上很多天，衣服洗了都不大容易干，很叫人。但是呢，那个季节正是梅子成熟的季节，所以这里雨肥梅子，无影家树清源。到正午的时候有太阳，这个太阳通过那个树孔里照下来，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个圆圆的光板似的。正像刘禹锡诗中所说的，日无树阴正，都应池上亭。时则正午时分，这里园子也可去写出陆续从容的形象。这是作者在吴香山手闻手见的景物之美。作者并不特别欣赏丽水的生活，他想地北山径，一润飞如烟。正是梅雨季节，写这里地北色，又靠近山，所以一润飞如烟。这一点可能我们没有山区生活的同学可能不太理会。在山里往往有的时候反而更潮湿，因为山常常有的时候重重叠叠的山往往使得光照反而受影响。地北山径，一润飞如烟。按理说丽水附近并没有高山，这个吴香山之内的是低山，但是呢因为是梅雨季节，所以一润飞如烟。衣服常常潮湿的，晒不容易晒干，不大有好太阳，这个时候常常需要用炉火来熏烤，来烘烤。炉熏像熏衣，需要取时较久，所以妃子导出衣服的润色，跟地北久雨的情景不一而语。在这些字眼当中推出露出周邦彦的有些不愉快的感情。人间无缘之乐，小桥外行路沾沾。正因为空山人迹，所以能领略无缘逍遥的情态。鸟很多，又有一个这些小山区，桥很水多，这个鸟也多。这里写到小桥外行路沾沾，这里的有小桥，实际上呢，秦淮河就是从丽水发源的，慢慢流到南京城外。这里这个丽水那一带风景很优美，也是南京不可多得的好的游览之区。小桥是些近景，水色澄清，水声沾沾，说明雨水很多。这跟上面的地北山径一润都是相关联的。周邦彦当丽水西陵的时候，有行路池、古驿亭、戴有轩、小贤堂这些名胜，这当然呢地方上的小景点了。现在丽水那里这个春天有大片的这个梅花，而且有这个什么很多的一个景点。南京的48景当中有好几个景点都在丽水县境内。凭栏酒，黄芦苦竹，泥泛九江泉。凭栏酒是城上，站在这个吴香山上，栏杆的欣赏这些景物，时间很久了。黄芦苦竹，泥泛九江泉。黄芦苦竹，泥泛九江泉是从白居易的《琵琶行》诗中得来。白居易的《琵琶行》当中有巨鲸喷江地底色，黄芦苦竹遥折声，点出自己的处境
和被贬谪的白居易相类似，这一点啊，有相似之处。白居易也是诗人，周邦彦是词人，有相似之处。不过呢，周邦彦的人品道德跟白居易是难以相匹敌的。白居易呢被贬到九江，是得罪朝廷，周邦彦可不是，这一点人品上没有相似之处。词的下篇以一个连字句开头，这是由满天坊这个词牌子决定的。年年平平，两个平声字做换头。年年如山烟，漂流瀚海，来寄修泉。山烟指燕子，燕子呢往往跟山这个节日联系在一起。春山的时候，燕子是候鸟，从异地来到这里。到秋山的时候，人们丰收纪念土地神的时候，它又离开了。所以呢，春山来秋山走，燕子就被称为山燕。年年如山烟，漂流瀚海，来寄修泉。瀚海本来是沙漠地带，大家知道燕子经常在人家那个屋梁上屋泉子上作物，用泥什么东西来做成巢。燕子很研究，去年在你家做巢，他明年还到这里来，漂流瀚海，来寄修泉。这里写出它的欢情。这里我们下载了2幅这个燕子的照片，当然燕子实际上没有这么大，小得多，这也是燕子窝的照片。彩墨是身外，藏进枕前。显然作者的笔下是有许多不愉快的。莫是身外的这些官职地位这些事情，莫是这句话藏进枕前，这里是从杜甫的诗莫是身外无穷事，采进枕前犹相悲中画出。诗人常常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常常借来浇愁。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憔悴又用江南倦客，大家记得刚刚我们学过的那个兰陵王刘那一首当中就有京华倦客。作者不是顶戴官，经常用倦客这样的字眼，说明他自己厌倦了这种这个做这个小官的生活。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在诗作纷呈，令人难以这个为情而徒增伤感，不堪听急管繁弦。这里是周邦彦词经常有的。勾引般西安定枕，拥偶醉10年。这结尾的3句在卷注释。勾引般在一些购物之后，安排第一是席子和枕头，这里是按用了陶潜，就是陶渊明的话，前若闲醉必与客，偶醉欲明请口去。李白也有偶醉欲明请才去，拥偶醉10年，安好定枕，席子和枕头，让偶吃醉酒就这里躺一躺。反正是夏天天气也不冷，该的东西都不要，有个枕头有个席子就可以睡觉了，被子都不要，容偶醉10年，暗示作者愁死无疑，借罪名以了之。周邦彦从元佑2年离开边境，先后流还于泸州、汨水等地，所以自伤生死之叹。这种思想在本词中也有所反映，但本词的特色，这个
淫乐而不入。这首词啊，也是周邦彦的代表之作之一。这首词啊，上篇写近景，对四周景物的感受很细微，有极其客观，深受欣赏。但凭栏就三句与编剧江州的悲剧之比，这其内心的矛盾苦痛也可见。陈年作的悲剧在此话就说：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于顿挫中，必要论结。这是有点太于周邦彦了。实际上周邦彦的思想境界并不太值得人们推崇。这首词的下篇笔锋一卷再卷，处处卷曲作者流换他乡的苦况。他既自比战绩修全的塞言，又想借酒忘愁而苦于不能，终于只能以罪名求得暂时心灵的安静。黄辽元就说才莫是什么，一直到句末，写其心之难情也，莫具妙于语言。这妙于语言也是指他的含蓄。蝶恋花，周邦彦。月角金屋期不定，更漏江残。历路千金井，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棉冷。执手双风吹鬓影，去意回黄，别语愁难听。楼上栏杆横斗柄，路寒人远鸡相应。这是一首写悲情的词，所以题曰早行。早晨上路，续写离情别绪，是词中常见的题材。然而这首词写的却与众不同。别举一个，这是出现在词中的行者，是秋季晨风中离别家的那种难舍难分。词中没有感情的秩序，而各句之间也很少有连接性的词语，所以词中的离情主要靠各句所描绘的不同的画面，靠人们的表情动作和引出来完成的。下面我们简单的劝讲一下。首先看词的上篇，月角金屋期不定，更漏江残，历落千金井。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棉冷。词的上篇写离别前的情景，开首三句自成一段，表现这个由深夜到将晓这一段时间的进程。月角金屋期不定，这天晚上月色非常好，月光皎洁明亮，因为让这个贴着的鸟误以为天亮而惊奇骚动。这是从听觉和视觉，主要是从听觉方面的感慨概括出来的，暗示即将动身上路，而整夜不曾好的安睡。月角金屋期不定，更漏江残，历落千金井。更漏江残，古人用同父的漏，当然实际上一般的人并没有这个条件。更漏江残就是说天
快凉了，路要路，一夜的路要完了，日落清静静，那个井上那个露炉啊，这个提水的那个露炉，已经有人在那打水了，听到露炉的转动的声音，有人家已经起早起来打水了，这3句从深夜的宿舍又破之境况，均由离人于枕上听出，跟下面所说的唤起脸眸青炯炯，泪花落枕红面冷。唤起是前面3句这些不同的声响造成的结构，一个是听到鸟鸟夜里啊经常骚动，这个听到日落的声响，等等，青炯炯就眼睛睁开，证明他没有好好的安睡，经常眼睛瞪得大大的，睁得大大的，泪花落枕红面冷，可见呢双泪流泪很长时间，已经把这个枕头都打湿了。这首霜风吹鬓影，去意辉煌，碧雨愁难听。楼上栏杆横斗柄，路寒人远寄相迎。古代的写诗词啊当中，写送别啊，经常的安排在黄昏时候，但这一首都安排在早晨。写送别和别后的情景由室内转到室外。这首霜风吹鬓影，写已难舍难分的情况，行人还是不得不走了，女子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两个眼睛深沉地互相凝望着，吹鬓影写女子的反应。这就是写实，表现出临别仓促和极度的悲伤，来不及也无心梳妆打扮，极其生动全身，在行人的心中刻下临别前的最深刻的印象。霜风是早晨已经很有寒意的那个风，吹拂着女子的鬓发，使得她鬓发散乱，增加了一种黯淡凄凉的送别的氛围。去意辉煌，碧雨愁难听，意难舍，男的又心又志，极度要走，又挪不开脚步。两人是有千言万语要想倾诉，但离别的悲伤压倒一切，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碧雨愁难听，难听不是不好听，而是叫人欣赏不忍听。楼上栏杆横斗柄，路寒人远寄相迎。这是写别后，前句写空闺，后句写旷野，一别而脸面俱到。闺中人的天涯之事，行人的留念之情，均不是用言语所能说尽的，所以以景来结束全词。写到意有尽而意无穷，栏杆是红写，乐府现在行当中就有月老深红，北斗栏杆。红斗柄就是北斗星的柄，红且底是快天亮了，古人往往起早，天不亮就上路了。栏杆红斗柄写天上，那个北斗星的那个斗柄啊，卷这个红着，说明天快亮。沈一夫药书之谜就说，结句需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路寒人远寄相迎，情缘悠远是以景结情的。前面已经霜风吹鬓影，已经到快下霜的这种节令了。路寒人远又传来鸡叫声音，说明他们早行啊，确实走得很早，鸡子才叫，他们就已经上路了。
过去啊是犄角三边天刚亮，即使叫头边二边的时候，天还远远没有亮，他们鹿喊人远鸡相应，一家鸡子叫，整个村子人家家家鸡子都跟着叫了，鸡相应写的很生活气息很浓，写这个很真切的感觉，全是将别前别时和别后的情景一一写到，画出一幅艺术性的造型相别的画面。这种没有浓烈情感的这些书法，各句之间也很少有连接性的词语，主要靠所描绘的不同画面，并配以不同的声响，形象地提出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换、人物的表情和动作的贯穿，表现出难舍难分的离情别绪。这首词啊，我们也就讲到这里。好，我们关于周邦彦的词今天也就讲到这，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清华大学默课课堂。这节课我们讲唐宋词鉴赏的第20讲，讲南渡词人的上。所谓南渡词人啊，包括重点讲陈与义、朱登儒、李纲、张元干、岳飞这样5个作家的5首词。我们首先在讲之前解释一下什么叫南渡词人。所谓南渡词人，就是指他们的前半生生活在北宋时期，后半生生活在南宋时期，他们的创作以南北宋为界，即指北宋灭亡之后由北宋逃到南宋的词人。人们习惯把这些宋色南渡后由北入南的这些词作家称为南渡词人。他们生活在南北宋之交，在北宋都有40来年的生活经历，并且都已经是稍有名气的词人。靖康之变之后，他们被迫南渡，由于政局的巨变，国破家亡，漂泊流落，使他们颇多家国之感和生死之悲。反而为此都有凄苦的哀叹和深沉的感伤，词风发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代表人物有李清照、朱登儒等。实际上呢，主要包括以下一些词人，像陈与义、朱登儒、李纲、张元干、岳飞、李清照、叶梦得、福全、陈克、赵鼎等人。这里呢，有一些在政坛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人物，比如像李纲、赵鼎等都是做过宰相的，叶梦得、福全也是具有高位的，陈与义也做过副宰相，其他一些岳飞呢更是著名的将领。另外呢，像张元干、朱登儒、李清照等也是著名的词人。所以这些南渡作家在南北宋之交的词坛上扮演了一个由北入南的这样一个词风的转移。所谓南渡啊，从政治上来说，就是宋高宗宣布继位之后，从北方渡江南下，最初先是在靖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建立政权，最终定都到临安。当然最早建立朝廷啊是在这个商丘，后来呢本来是打算把临时首都建立在靖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但是最终还是定都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这下子呢又是南宋政权维持了100几十年，整个宋朝基本上北宋和南宋的历史时间长差不多。
北宋呢大概160年，南宋呢150多年，加起来319年。宋朝是大一统的朝廷当中，自东汉以后的最长的一个历史朝代。东西汉加起来有400多年，汉朝之后的任何一个大一统的朝代，包括较长的像唐朝、明朝、清朝，也都不到300年，更不要说隋朝只有37年，元朝也不到100年，连宋加起来但319年，历史较长。我们先说一下跟南渡有关的这段历史。上节课我们讲到宋哲宗皇帝，就是把苏轼迫害到海南岛去的那个皇帝。他总共在位16年，亲戚呢一直是他奶奶垂帘听政。他继位之后时间不长，只活到23岁就去世了。他没有儿子可以继位，所以只好传给他的弟弟，也就是宋徽宗。宋徽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纨绔子弟，这是2个方面。一方面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他会写诗填词，他懂得音乐，会画画，他的字也是著名的瘦金体，也非常有名。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宋徽宗是非常不合格的，他是一个纨绔子弟，他吃喝玩乐，甚至还嫖妓女，这都在古往今来的皇帝中较少见的。最终北宋灭亡在他手里，他重用奸臣蔡京、高俅等一些人。读过《水浒》的同志大概对这一段会有较多的了解。到了宋徽宗的末年，北方的女真族建立的金朝逐渐强大起来，最初在吉林黑龙江一带，慢慢的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国形成了威胁。后来他又跟宋朝联合起来，把辽灭掉。灭掉辽之后，消灭了我国北方长期威胁宋朝的一个政权。但是因为金国是新兴的势力，所以很快又进一步大举南下，把北宋也给灭掉了。首先是攻下边境，但是呢，他们第1年没有长期占领，又立即撤兵了。金兵撤兵之后的第2年又再一次打来，经过改变了策略，以往他掳了一些财产就走，这一次他们长期占领，北宋就彻底灭亡了。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都被俘虏北上。宋徽宗的第9个儿子最初就被安排在金国做人质的赵构，从金营中逃了出来，来到河南商丘。那时候商丘叫南京，在那个南京宣布继位，这就是宋高宗。宋高宗也不是一个有胆识的人，他对金国人非常害怕，一路逃跑，很快就逃过长江。当时还有所谓尼玛渡江的传说，逃到靖康这边来，最后看见金兵继续南延，最后再逃到杭州。一般人认为是宋高宗因为畏惧金兵的压力而定都杭州的。实际上呢，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当时经济文化的条件来说，当时的杭州远远高于靖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原因是什么呢？隋文帝灭掉宋齐两城的城以后，把南京城基本彻底平毁，所以在唐诗宋词里，一些原始怀古之作讲到南京的时候，都有个共同的主题，叫金不如血。当年那么繁盛的六朝古都，如今是衰败不堪，衰败不堪。所以像刘禹锡的金陵五题，
这个杜牧的不情怀，以及像周邦彦的那个西后金陵怀古，王安石的桂枝香，都写到南京的进不如学这一点。当然就因为这一点，南京的经济文化的条件作为首都来讲不及杭州，所以呢定都杭州也有这样一方面的原因。不全是宋高宗害怕金人，想尽可能离康定清溪远一点。当然当时的靖康距离康定清溪是要近得多，因为后来我们宋金的长期对垒的分界线是东面以淮河，西面以大散关为界，南京距离淮河就不是很远了。南都词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北宋的官员和一些重要的诗人、词人，他们来到南宋。南都词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在北宋时期，他们一般的居高位，经济条件也较好，写了一些流年山水，写一些个人家庭的丧离惜别等一些传统性的内容。这一些跟花间词、跟北宋太平年间的词人的词风没有太根本的不同。但是于南宋之后，面临着国王家破，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词风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得慷慨激昂，变得以爱国的呼声作为其主旋律。即使写个人的家庭的遭遇，也是像梁启超所说，为一时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泪。同时南都词人在中国联宋豪放词派的引进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苏轼开放的豪放词派在当时影响并不很大，但是他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到南宋的豪放词派。苏轼跟米芾是亲戚，后来出使金国被扣留下来。再一个著名词人蔡松年，他们都受了苏轼词风的影响。吴采稷是金朝初年的汉族文人写词的代表性的作家。金国的词坛主要是由一些越境的汉族作家主宰的。秦其进呢，全说是蔡松年的学生。当然有此一说，证据不很充分。我一个弟弟是研究近代文学的，他编过近代文学家年谱，除元好文之外，他几乎给近代所有的作家包括词人都做了年谱。我问过他，你说辛弃疾是蔡松年的学生，去掉那个一两条材料之外，你还掌握什么？他好像也没有给我提供更有力的证明。苏轼影响南都词人这一点是显著的。南都词人特别是南都之后的作品已经具有辛弃疾词的某些风格，他们的有些词风后来对辛弃疾也应该有所影响。所以我们可以把联宋词派的引进画成这样一个平行四边形或者矩形，我相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它影响南都词人，又有南都词人影响辛弃疾，后来辛弃疾又影响了像陈亮、刘构、刘克庄，一直到宋朝末年的刘承翁、蒋介等一些新派词人。假如说苏东坡的豪放词派在北宋并没有完全形成，但他开创的豪放词风通过这样两个渠道影响到辛弃疾，在南宋形成了以辛弃疾为首的代表的爱国词派或者是豪放词派。在中国词史上，南都词人的创作对南宋词是有很大影响的。他们既是对北宋词的继承，又是对南宋爱国词风的开拓。
所以南渡词人在中国历史上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其中最杰出的是李清照。下节课我们单独讲2节课。今天呢，我们除了讲李清照之外的其他的南渡词人，重点讲5个作家。临江仙，陈与义。一夕五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20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看经。闲登小阁看心情，古今多少事，渔唱起3更。陈与义字曲飞，号简哉，洛阳人。宋徽宗政和3年进士，曾经担任过府学教授、太学博士。宋室南渡之后，屡官走到参知政事。他以诗名士，也贡词，有《简哉集》。全宋词收他的词18首。他的诗在南宋诗坛上有很高的地位。宋代诗坛有一个著名的诗派，称为江西诗派。吕本中列出的江西诗派宗派图，号称有1族3宗。1族是杜甫，3宗是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黄庭坚、陈师道成为蜀门6君子当中的2位，而陈与义呢，已经于南宋。陈与义继承了江西诗派的主张，成为南宋时期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写的很多，词却只有18首，而在这18首全都写在福州清登镇的深寿院。他一段时间州管的简县，一段时间被闲居一阵子，居住在深寿院，就在较短的时间内写下了18首词。在此之前，他基本没有写过词；在此之后，也很少写词。就是在深寿院的一段时间写下的这些作品。我们今天刚才讲的《临江仙》这一首，《临江仙》这个词牌原来是唐教坊出名，追求斗云学仙，所以用这个名字。后来用作一般的词牌，它还有谢欣恩、安后贵、华平春等调，等译名。属于双调，有58字题和60字题，笔体生动。万书的词列列举它的这个题有13题，都是按平声韵。这首诗是写陈与义经历了靖康之难，远离故乡，跻身江南时的作品。公元1135年，也就是宋高宗绍兴5年或1136年，陈与义退居清登镇，就深寿院的时候，他坐在当时46或47岁，写下了这首词。陈与义是洛阳人，这首词中他追忆起20多年前的洛中旧游，那是宋徽宗的政和年间，当时天下太平无事，可以有游赏之乐。
全是通过决议血液洛阳含够欢迎的生活，医血干净，充满着赏识感事的无限沧桑之感。下面我们简单的劝讲这首词：医血五桥桥上饮，注重都是好饮。上篇用医血炼制灵气，与体恤相应，开始了对血液生活的决议。洛阳五桥啊，是洛阳的风景名胜之地，景色宜人，引来好饮居此欢迎，作者也身处其中，真是热闹非凡，令人流连忘返。洛阳的五桥原来是唐朝的宰相裴度修建，后来呢，宋朝的宰相张其贤也在这里建别墅。当年啊，裴度退隐于五桥之别墅，种着花木万株，种其凉台书馆，常与诗人白居易、刘勰等常有其中，因史无选。到宋代张其贤罢相之后归洛阳，也得到五桥庄，有诗写松竹之声。他甚至赞许道：五桥经得进公路，水族樱花心有余。现在啊，洛阳市的东南8公里以后边的五桥村是他的故址。当时呢，张其贤罢相归洛阳，经常意淫于其间。当时政工部一个政文报写了一副对联，称水暖呼吸以行朴子，生气桃李偶开花。诗人评价此联啊，可以不亚于王维杜甫。现在呢，洛阳有大八景、小八景，其中五桥别草就是洛阳的小八景之一。医血五桥桥上饮，注重都是好饮。这里作者能参与好饮的畅饮，也说明了作者的境遇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不过转眼之间到20年过去了，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收银里，吹笛到天明。这3句啊，继续补写那个五桥桥上饮的那个旧况。长沟流月，月亮悄然升起，月光倒映在水中，在不知不觉中，快乐的时光就随水而流。而在他们正是杏花开的时候，听到吹笛声，他们彻夜欢宴。可见的当年啊，在北宋政和年间，就是宋徽宗当政的时候，有陈与义他们在洛阳啊生活非常欢快。这里的流有一种动感，无声又是静态，动静之中呈现出小桥流水和月色构造出的幽静雅致，隐耀之中也有一丝深情，雨水无声的流逝的叹息。五桥边的杏花在月光收银铺设，花丛中传出悠扬的笛音，一直到天明。这2句啊，是这首诗写得很美的句子。杏花收银里，吹笛到天明。好友们的闲情雅致也在这片片杏花和阵阵的笛音中散发飞扬，沁人心脾。在词的上片中，欢迎的音号，桥下的流水，无声的月色，轻柔的杏花，再加上吹响天明的笛声，为我们构造了一幅洛阳五桥好饮的欢迎图。文诗的收放，宽严的清雅，无不透露出血热的欢快。这样的情景啊，在我们今天也时时有。我在南宁工作的期间，因为我有很多的室友，我们也经常在夫子庙一带，一些酒楼里啊，一些地方，大家吟诗作赋，这个对联，
写一些这样的情景，也实时的反映了当时太平盛世的一种景象。下篇的开头一卷，22年如一梦，此生谁在看尽？22年啊，既是承上，也是启下。承上就是从武桥的豪饮到现在转眼20多年过去了，仿佛一场梦境似的。此生谁在看尽？诗的下篇把词人从依旧跌落到现实中去，写出往事如梦已经不在，更写出梦醒回到现实的看尽。看尽跟昔日的那种盛景啊，形成了强烈的反照。这两句啊是写实。22年久长与一梦的短暂，形成了强化了的景气对比。这里饱含词人经历国难、背离故土、九死一生的无比沉痛，读来确实让人心惊。闲等小阁看心情，古今多少事，渔场起三更。闲等小节，闲字意味朴实，心情美景依旧，但昔日那种欢乐的雅兴已经不在。看似闲淡，实则是无聊无数，蕴含了看尽之后的无可奈何和无限沧桑。这里20余年当中，作者讲的古今多少事，这古今多少事更多的是20多年来自己经历了多少的沧桑变化。国破家亡，自己离乡背井来到南方。这里啊，把20余年的悲欢离合、兴衰身亡的感叹写得既沉痛，词人无法承载，只好赋予渔载的歌声。渔场起三更，三更天的江面上回荡着渔歌，这渔歌蕴含着这里的悲欢离合和人世沧桑。上篇用新华中响起天明的电影，词人作为弦子却进行悠扬闲雅，而这里的回荡的渔歌随着弦子却显得很苍凉悲壮，让人无限伤感。又因为父子古今多少事，增加了一种沉重和厚重。诗的上下篇同样以声音作结，上面是吹笛到天明，下面是渔场起三更。大家注意，这个更字啊，在普通话里表示五更天的更，在北京的方言当中都习惯于读经，甚至有些播音演员也读经字。因为北京话里确实三更天它是读三更天，这一点向同学们说明一下。上下篇啊多用声音作结，有一个前呼后应的作用，显示了词结构的完整。新华书影里吹笛到天明对后人的影响较大。我也写过一首林阳县的春雨，这首词啊就化用了他这样的句意。我这首词是这样：晨送报春心暖，夜随追忆顺风。卷红烛落应时宫，黄莺莺树里，青杏落花中。点点故园情结，后藤竹行香浓。阳正相宜路永永，长天台望眼，千里尽蒙蒙。因为写的是春雨，这是有一年我们全国有一个中青年的红学诗赛，搞的赛口，大家选题目用写春雨，我写了这首词，好像当时还受到较高的评价。其中黄莺莺树里，青杏落花中跟
陈与义的商品的结尾两句，就是杏花树影里吹笛到啼鸣啊，谐音是受了陈与义的影响。陈与义的这首词当中，古今多少事，还影响到杨森的《临江仙》词。下面我们看这首词。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顾，青山依旧在。白发渔樵江湖上，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不详。杨森啊，是明朝最著名的文人，也是最著名的词人。这一首《临江仙》，在古往今来的诗词中，也是不可多得的杰作。我甚至把它列为古今最著名的10首代表作之一。这首词啊当中的第9句“古今多少事”，就是照搬的陈与义的，一个字都没有改，而且位置也没有动。同样是《临江仙》的词牌，同样放在第9句。那一首呢是“古今多少事，渔唱齐三更”。这里“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或者笑谈中一样，可见呢，这陈与义这首词啊，对杨森的这首作品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非常直接的。我们下面看几首陈与义的其他的词作。一首《虞美人》：张帆欲去人少瘦，更觉君家酒。应是日日待春风，皆知桃花开后却匆匆。构成平为行人夜，记住真情血。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相横走。这是陈与义18首词当中的另外一首《虞美人》，写的也不错。陈与义啊，
更重要的是一个诗人，而且是陆游之前的很著名的爱国诗人。我们看他两首诗作，对陈与义的整个的文学创作也可以有更多一点的了解。他写的一首牡丹绝句：一枝浮沉玉汉馆，10年已落路漫漫。青灯旗板笼中客，独立东风看牡丹。这一首啊，恐怕也跟我们讲的这一首《临江仙》写在同一个时期，同样写在青灯镇，写在恐怕深受院这一段时间。他还写过一首伤春：庙堂无策口平庸，做事感权照西风。抽筋上渡闻战马，岂知琼海看飞龙。故城宣发3000丈，美穗樱花1万丛。稍息长沙上银图，批评赶饭犬羊风。这个图字可能有点错，整个的这首词啊是充满着爱国激情的。刚才的那个牡丹跟这一首伤春都反映了陈与义在南渡之后的伤怀国事写的一些爱国之作，可以妙见一斑。下面我们讲朱登儒的相见欢。这是朱登儒作品当中也是充满着爱国之情的。金陵城上西楼一清秋，万里夕阳随地大江流。中原乱卷阴山几时收，世情北风吹泪过扬州。朱登儒啊，字希真，洛阳人。是朱登儒啊，号称词君，跟当时的时君陈与义并称6中8君。大家见楼要。这里呢客观上不讲了。陈与义当时以诗居名，而朱登儒以词居称，当时都是洛阳的8君，8个才子。在靖康基因之间，屡找不齐，想叫他州官他都不肯。当时啊，他很有一点狂放，在今天我们可以讲有一点那个愤青的那个有些不修边幅的愤青的这样的意味。比如他写的《周谷天西渡作》：我是轻渡山水廊，天教吩咐欲守狂。陈皮结雨之风卷，吕上流云结玉章。4万首9000上，几曾作言看猴王。玉楼金阙用归去，采采梅花醉洛阳。这些是在洛阳时早年的作品。说不定啊，写这首词的时候，他正跟陈与义这些人经常在五桥桥上饮呢。南渡之后，绍兴5年被赐进士出身，受秘书省政治，历官兵部郎中、临安府通判、秘书郎、督管员外郎、廉政东路提点新约。之后就曾经自仕，就是不做官了，退休，居嘉禾。如果就到这里为止，朱登儒的人格是完美的，但可惜，当时秦桧当国，希望将用少人木刻，以文色太平。秦桧的儿子秦喜也好事，于是先用朱登儒的儿子担任三定官，复出朱登儒担任鸿胪少卿。秦桧死了之后，朱登儒也被罢官。谭在为朱登儒老怀嫉妒之爱，爱惜儿子，而未必全作，故其节晚节不作。这一点是朱登儒人格当中一个重大的污点。绍兴29年作，有此3卷
名桥狗。大家注意，称桥狗的朱登儒的词节称桥狗。清朝的时候也有一个作家节制称桥狗，就是顾太清的丈夫背了一亏，他的词节称为西山桥狗，他的顾太清的词节呢称为东海鱼狗。全宋词称朱登儒的词246首是较多的，因为在宋代词人中去辛弃疾629首，其次呢就到苏轼362首，另外有几个300多首的词人，也有几个200几十大几十首的，像后主等一些词人。比较起来，朱登儒246首大概可以进入前10名之内，就数量而言可以进入前10名之内。但是由于朱登儒有跟从秦桧的这一段有损于晚节的做法，所以词学界对他的评价高下不一。比如清代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编的《名口词选》，总共这首105首词，竟然收了朱登儒5首，5首就是好诗经，马上我后面介绍其中的一首。而辛弃疾也不够选5首，在105首的唐宋词中，总共选了105首，朱登儒越选5首是太多了。但是正因为朱登儒名节上有污点，所以朱祖模的宋词3部首、龙玉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俞碧云的唐五代连宋词选释，全都不选他的。朱祖模选了300首，不选一首都不选朱登儒的。龙玉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也越选近1000首，也不选他的。俞碧云的唐五代连宋词选释选120家，909首，竟然朱登儒一首都不选。这显然不是他的艺术水平达不到，而是他的人品大致有亏。这一点我们今天讲朱登儒的词，一方面肯定他在文学创作上有一定相当的成就，也达到宋代著名词人的这种水准，但是对他的晚节不保这种也应该加以批判。这一点我们一分不要的看他，所以我们选他一首让同学们对朱登儒有所了解，但是在肯定他的词作的同时，也要对他的人品加以批评。这是他的一幅画像，这是他的桥狗教主我有一个朋友叫邓志勉在上海词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过他的另一个版本的桥狗教主。这首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朱登儒的金陵城上喜楼那首词，是写靖康之难，边境沦陷，奥地被俘，朱登儒长驱南逃金陵。这首词是他客居江南时所作。朱登儒这首词写于南宋的初年，靖康之难，词人南逃，金兵还在不断的南下。大家看上篇，金陵城上喜楼宜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词人在一个秋天的晚上，登上金陵城西面的城楼，登高望远，秋色尽走眼底。金陵城较大，究竟他登的是哪一座西楼？像后面我们讲到辛弃疾、水龙吟登靖康上行亭，实际上也是金陵城的西楼，时间比这个要晚上几十年，因为陈与义是刚刚入南宋的初年，而辛弃疾南来要晚好多，要晚30-40年，40多年。金陵城上喜楼宜清秋，这一点我们在解读这句话的之前要说明一下。在宋朝的时候，
南宁城啊，靠近长江，现在呢，长江北移了很多。登在西南的，包括南京的学习门这一带西面的城楼上，看大江，只能隐隐约约很远了，不像当时啊，这里万里夕阳水滴大江流，能直接看到大江，就像辛弃疾那一首词，登金陵这个什么靖康上清亭也是这样。当时呢，登到上清亭，能清晰地看到大江。现在已经做不到了，同志们，特别是我们南宁的同学，如果登上这个城楼，他说这次词怎么写的，他怎么能看到大江？当年是看得到的，今天我们站在城楼上看大江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词人在秋天的晚上登上这个城楼，登高望远，秋色尽收眼底，万里夕阳水滴大江流，垂滴些夕阳落下时的动态之感，有一种暮色将要淹没一切的沉重之感。这一点啊，形是从协调的诗中，协调的是由大江流日夜，可心北未央，的这样的句子，以大江为背景，暗示了词人的悲情，也跟杜甫的心水平遥而阔，又用大江流，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苍茫的暮色，奔腾的江流，辽阔的大地，在开阔的气势中，悲秋之意尽显。理解当时南宋政权的为难，词人内心的感伤沉重蕴集其中。词的下篇，中原乱，卷阴山，几时收？世情北风吹泪够扬州。接着上篇写景，下篇呢直接抒怀。中原乱三句短促而有力，描写了靖康之乱衣冠南渡的混乱时局。乱三包含着许多无法尽述的沉痛之词。这里的卷阴山当中包括作者自己，中原被金兵占领，许多士大夫医官人士啊都南渡，散落到全国各地。几时收？事情北风吹泪够扬州。以几时收作文，更是词人发自内心的呼喊，何时才能收复失地，重拾江山？这里既有对早日收复家园的渴望，更有对当时统治者苟安一方，不是收复中原的愤慨。结句，事情北风吹泪够扬州，将这种沉痛和愤慨进一步提升，也是对抗金时局的一种深度审视和一种关怀。因为扬州啊在南京的北面，隔了扬州寨沟区不很远，现在我们江苏的淮安那一带就是淮河流经的地方，淮河以北就是金人的统治区了，所以扬州是抗金的前线了。所以事情北风吹泪够扬州。秋风因词人内心的悲愤而成了北风，被赋予浓重的主观色彩。词人一场有过的热泪，扬州秋风吹落到扬州，在北风吹泪送泪的气势中，感情更近的沉痛。扬州是抗金前线，词人吹泪到扬州，是对抗金事业的明显的关切之意。换句话说，朱登儒在后期虽然有一段屈辱的历史，那段依靠秦桧还走了高昂，不管父子二人都因为借秦桧之力去居高位，这一点是耻辱的。但是早期的朱登儒还是充满爱国之情的。这首小词啊只有36个字，有登高望远、写景抒怀，
其先人气魄之大，给予着感慨之深，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亡国之恨和爱国之情，写得非常感人。我们看一下朱登儒的另外的一首词，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被收入张惠言词选里头的《好诗经·渔父词》。我们5首当中选其中的第一首：摇手却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或记陆手清冽，观砒霜重雪。晚来风景吊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雪天一色，看孤鸿明灭。大家注意，这首好诗经啊，全是押的月声韵。这里的节、烈、雪和后面的月、色、灭都是月声字。这首词呢，很有点使人们想到张之后的《渔歌子》。张之后的《渔歌子》啊，写渔父词。渔父词那首词呢，写于盛唐的后期，这首词呢，应该是写于北宋的晚年，有其相似之处。如果是写于南宋的话，就有点不好了，因为正好是家国兴亡之际，哪有心思来当个渔夫，过这种隐私的生活呢？他还写过一首曹中秋的词，跟我们刚才讲的《金陵城上西楼》这首词啊，有很多相似之处。登临后去自逍遥，直北看扬州。朱桥桥边晚市，石头城下新秋。薛人侯在北凉故国，寂寞浮头。各是一场春梦，长江不住东流。简直可以跟刚才的那首词作为姊妹篇。同样也提到扬州，提到长江，这里也有北凉故国，这样的这个也是以南宁为背景，这些都是相似的。朱登儒还写过一首《临江仙》，这只凤凰城破后，披萨破镜纷飞。天涯海角心影稀，梦回辽海泊，魂断玉关西。欲解重圆新结局，如后不见人归。惊春还听杜鹃啼，年年看山阳，一色是返回。也有家国之恨的感情打入其中，这一首也写得很不错。好，关于陈于义、朱登儒的词，我们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清华大学幕后课堂。这节课我们讲唐宋词鉴赏的第21讲，继续讲南渡词，讲李纲、张元干和岳飞的词。下面呢，我们先讲李纲的《苏武令》，大家先听吟诵一遍。苏武令，李纲。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阴遥，一时空取征鸿归尽。不及双龙消耗，念不忆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谁信我？置主丹中，伤时多故，为作救民方照。
调定为邻，登坛作将，嫣然急需平扫。用精兵10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啊，是一个南宋的爱国将领，他既是文人，也算武将，做过宰相，自北齐福建邵武人。宋徽宗政和2年进士，历官太常少卿、钦州市守兵部侍郎、尚书右丞。高宗即位之初，一度启用他为相，曾力图革新内政，但仅75天就遭罢免。绍兴2年，复启用为湖南宣武使，兼至潭州，不久又被罢免。他多次上奏称抗金大计，均未被采纳，后抑郁而死。全宋词收他的词54首，他的词啊是当时时代的最强硬，具有这个写家国之恨的爱国之作。对于李纲，宋代人和后人啊都给予较高的评价。主席就说：“纲自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不知身之有孤节。虽以参见权作，凭旧事，而爱国有君之志，终不可独哉，可谓一时为人矣。”主席啊，显然对他很崇敬。元代的突突比宋史的时候写到李纲传，就说：“以纲之贤，使得必胜，但虑于靖康及尹家，莫或饶之，而地后之于北行，而宋弃之于南都之偏安者。夫用君子之安，用小人之为，不义之理也。”突突的也认为，如果李纲受到重用，能够让他主政，两个皇帝啊不至于会背楼北上，而宋朝也不会有南都的偏安。李纲可惜呢，像李纲这样的爱国之人士啊，在自己的身世处境都很悲凉。他们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这是一幅这个剧照，倒是写出了李纲的那种有国有民的老宰相的形象。李纲啊，做宰相呢，是宋高宗初立，迫于军民抗金情绪高涨，启用著名的抗战派将领李纲为相。似乎要想有所作为，但他内心未定，这图个案并无抗金的决心。不仅李纲就被推相派排挤罢相，这首词啊，大概是李纲罢相后写的，也不尽然。其中呢，选精兵10万，封印天表，这样的应该是在位的官员，否则你后从能选精兵10万呢？有那样大的口气吗？对不对？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仔细的推敲。两种说法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大家读过《学而全传》的话，《学而全传》当中似乎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像岳飞啊，带着他的随从张宝，走到一条小泉渡江，走到半路上，这个渔夫啊，拿出一把刀来，要跟岳飞要买路钱。说我在这里，提王老子从这个，你皇帝老从我这儿走，都得给买路钱。那个张宝说我们实在没有钱，他说天下只有2个人可以不付钱，一个是当朝宰相李纲，另一个是要元帅岳飞，2个人可以不要付钱，其他的就是皇帝老儿从这儿走都得付钱。当然了，这是小说，未必一定可靠。
这个人呢叫王衡。最后呢，那个张宝说这一位正是姚元帅，正是岳飞。所以王衡就在船上倒头兵败，最后上岸之后啊，愿意跟从岳飞，追随岳飞鞍前马后去效劳。后来呢，两个人上岸还比赛，岳飞打仗骑着马，快马加鞭，他们两个人追赶。最后呢，张宝走到马的头子呢，王衡跟在马后头，所以马前张宝，马后王衡，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主要是写岳飞的，但是也不难看出，在当时的南宋爱国军民的心目当中，他们最崇敬的人，一个是李纲，一个是岳飞。老百姓们安邦定国，收复失地，重新平定这个靖乱，这样的希望寄托在岳飞和李纲这样的人物身上，可见的李纲在爱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个小故事呢，倒是颇有一定的说服力。下面我们解读这首词。首先看词的上篇：山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萦绕。一时空辞正红归尽，不及双龙小号。因白衣金殿初闻，归黄阁未曾图报。这首词的上篇啊，基本上绝大部分是用四字句和三字句，四字句较多，显得句子较为短促，节奏也比较紧，韵脚也较多。上篇写词人对北流到北方的徽钦奥地的忧念和自己报国围城的忧愤。因为靖康之乱之后，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虏北上，想全是关在经过的一个苦境里头，构造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那种半生不死的那种日子。山上风高，渔阳秋早。开头两句反写北方的秋来，引起被掳至北方的奥地的怀念。山上渔阳在这里啊，不一定要这个是实际上是为下面写奥地的经历做铺垫的。风高秋早，北方啊，秋冬季节到得早，北方天气容易寒冷，马上据说今天晚上小雨就要转为小雪了。北京今年已经下过一场雪了，我们的家乡南面天气还暖和着呢，这里已经早早的开始入冬了。这里写山上风高，渔阳秋早，是一念不忘为下面的惆怅翠华萦绕，是为翠华萦绕做铺垫的。翠华是皇帝的仪仗，大家还记得前面我们学过的这个长恨歌当中就有翠华遥遥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在马嵬之变发生的时候，皇帝啊逃出长安城才100余里，现在精确的马嵬驿到长安的西的这个火车站是50多公里，正好差不多100余里。另外啊，我们读过五代时候那个画简词人陆潜义写的一首《临江仙》，翠华一去即无踪这样的句子。翠华也是以皇帝的仪仗来自代表皇帝或者是皇家的政权。惆怅翠华萦绕，在这里的翠华代指北宋的政权，或者是北宋的2个皇帝。一时空辞正红归尽，不及双龙小号。经常派使者到北方去探望这奥地，
但是大雁都归尽，也得不到双龙归来的消息。双龙就是指徽钦奥帝宋徽宗、宋钦宗。翠华一鸟携奥帝去北方之后，有一直杳无音讯，这给作者代表了无限的惆怅。虽有一时，虽有争锋，但终究得不到准确的双龙消耗，没有奥帝的任何消息。这个消息是指好一点的消息，也许寄希望于奥帝返回的回来的消息。奥帝北楼，北宋被金人收灭的情景，作者还历历在目。李纲对这一历史事件难以忘怀，深感耻辱。古代在封建社会，又有一个君有臣辱，君辱臣死的这种说法。皇帝被俘虏北上，对于这些爱国的臣子深以为耻。因北夷经典出恩，归皇阁，未曾图报。作为一个忠君爱国的臣子，作者念念不忘皇帝对自己的恩情，或者这里的皇帝在封建社会代指国家，感激国家对自己的恩情。经典出恩就是指他是中国进士，进士是皇帝点名的认可的，在金龙殿上授予你进士的称号。因北夷经典出恩，应该是指中进士这件事，因为在中进士之前他还是一个北夷，后来安排各种职务，尽管也可能在朝廷上授予官职，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北夷的身份，北夷是普通老百姓，在没有权官服之前成为北夷，中了进士就不是北夷了。他觉得能够做到的就是抗英复国，以报君恩。但因北夷经典出恩，归皇阁，未曾图报。虽因曾经被启用为宰相，归入皇阁，但还没有好好的报答，没有实现自己让奥圣归来，也就是两个皇帝回来的这样的这个理想。这里流露出李纲对自己曾经受到重用，但却不能报国的无奈和悲愤。皇阁汉朝的时候，丞相的听事阁及汉以后的三公的公署的厅门涂黄色，成为皇阁。这里借汉至宋，唐朝人、宋朝人都有一些喜欢借汉至唐、借汉至宋的这种做法。比如高适的《引构行》当中就有汉家隐城在东北，汉将持家破残者，口口承认汉家汉将，但实际都是指的唐朝的将领。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当中，汉皇重色思倾国，汉皇实际上也是写的唐皇。这个唐朝人如此，宋朝人也有这种习惯。我想为什么我们这个华夏民族成为汉族，其中恐怕跟唐朝人喜欢借汉至唐，宋朝人喜欢借汉至宋这种习惯恐怕不无一定的关系。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未必有一定的道理。这是词的上篇。词的下篇，随性偶自足丹中，丧失斗骨，为造救民方早。调定为陵，登坛作将，一应继续平少。用精兵10万，横行沙漠，烽烟天表。词的下篇在悲愤中抒发自己抗英救国、报效君王的愿望和决心。随性偶自足丹中，丧失斗骨，为作救民方早。开头两句随性偶自足丹中，有谁想起我的一腔
报国的热心和对军队的一片忠诚呢。丧失多顾，因为国家都磨难，为着救民防梢。大家注意，防梢是指防梢和少府。防梢周宣王时期血兵发出，少府宣王是领兵出征江汉，都是两个非常有作为的大臣。现在国家遇到危难，我却不能像方硕和少府那样来报效国家，自己感到有时候惭愧。丧事多变，暗示朝廷政治情况的复杂多变。高宗启用他不久，很快75天就罢免了他。这首词呢，也可能是在罢相之后。作在为着救民防梢，未能像古代的方硕和少府那样周准平乱，就是上篇所说的未曾图报。这几句作在随心的感慨中和未作的自责里，委婉地表达了对朝廷和施政的不满，也流露出一种怨愤之情。朝廷为令，本坛作将，一应继续平少。朝廷为令本坛朝廷为令就是是做宰相这样的职务。书经或者就上书说明当中有若照后根而为一枚。吴鼎有说，那岁大汉用儒做领语。过去称做宰相是当一枚和领语的，就是协助这个皇帝治理国家，来补皇帝这个政局的当中的一些不足。大汉就成为领语，这个烧汤就是作为仪和梅，做这个调料。借用这个典故，表示朝廷如果还让自己本坛作将，或者再做宰相的话，他一定愿意率军征战，打败金兵，收复家园，毅然继续平少。这个是用那个窦贤白发匈奴的时候到一山60几功这样的事情。所以古诗词当中用到一营这种典故，像范仲淹的渔家就有一营为乐鬼无忌这样的句子。一营继续平少，要平少一营山，把北边的这种入侵者平少，平少。用精兵10万横行沙漠，烽烟天表。这3句想象自己征战大胜的情景，带领精兵10万横扫沙漠，烽烟天子归来。当然实际上金国人的统治区内倒没有多少沙漠地带。过去呢横扫匈奴的时候，匈奴的居住地区常常有较多的沙漠地带。在这里建制北方的政权，用精兵10万横行沙漠，烽烟天表，迎回2个皇帝。但是他是写得很好，但是他就没有料到，实际上像这样的文章，宋高宗看了是很不高兴的。他并不真的希望这个奥帝回归。奥帝回归之后，他还做什么呢？所以明朝的文征明的一首《满江红》记录了宋高宗的当时的阴暗心理。这一首表面上是为岳飞的这个受迫害而写的。夫是残北赤妃子，依稀看多。看当初亦非何忠，后来何可？其实功臣生活时，口令死去亦难说。最无辜，看恨又看悲，风波若。岂不念封疆错，岂不念徽钦弱？以徽钦既反，此生何作？现在休谈难度丑，当时只怕中原佛。笑区区一窥也何能？
风起玉，这是入木三分的，把宋高宗的阴暗心理揭示的淋漓尽致。文人明的这一首《满江红》写的真不错。这首词呢也全都是押岳声韵的，同学们切不可用普通话来读，用普通话来读一句都不押韵了，一句都不押韵。李纲不仅是一位爱国忠君的臣子，也是一位善战的将领。他自信自己能担当这样的使命，即使遭受挫折，依然雄心壮志不减。吟唱着自己的慷慨报国之情，读来激愤昂扬，令人振奋。全词始终围绕着忠君报国、抗英挾持，抒发了作者的顽强爱国的情怀，充分体现了作者不折不挠，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定要实行大治的决心。迟早运用典故，在诋毁北分中唱出抗敌爱国的昂扬之音，感人至深。李纲对爱国之情可亲可佩。如果整个国家都重用像李纲、宗泽、岳飞、像韩世忠这样一些爱国者，宋朝是有救的。南宋不至于这偏安一隅，而是每年向金国人士进攻，最后还亡在蒙古人手里。不至于如此。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无情。李纲他们的命运跟岳飞的命运同样悲凉。下面我们看李纲的老部下张元干。张元干的后新郎这首词，这个干字应该保留繁体，这个字不应该这样写。张元干，南宋词人，字中宗，号卢泉居士，长乐人。靖康元年，李纲任清政行营司及抗击金兵时，他是其属官，官走到江左建成。在清桧当政时，他自恃难归，就不做官了，退休回家。后因责使赠送主战派的福全，出入清桧，削去官职。全宋词收他的词185首。张元干是在连宋之交的南渡时期的重要的一个大作家。除了李清照之外，他跟张小强齐名，往往称为二张。张元干、张小强。张小强呢，下节课下面讲个李清照之后，我们会讲到张小强的词，也是很了不起的。福全是因为出入这个清桧，上书给皇帝，他当时担任枢密院的这个官职，结果上书皇帝请斩几个奸臣的头，其中包括清桧，所以被清桧打击报复，先是把他贬到福建，后来呢又改贬到新州，最后又贬到海南岛。在海南岛跟赵鼎、李纲以几个5个人都曾经是被贬到海南岛的忠贞之士，后来人把他们列为武公祠，是唐代的李德裕还有像这个福全、李纲、赵鼎等一些人。这是武公祠的景象，这是武公祠的外景，这是张元干的网上这个介绍张元干的时候的一幅照片。这是张元干的在福建云台县松口镇的纪念馆。下面我们来听朗读这首词《贺新郎》，宋胡邦衡代制，张元干。梦绕神州路，唱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蜀。
抵视昆仑轻砥柱，九地黄流乱注，举万落千村糊涂。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难谱送君去。凉生暗柳催残暑，更协和疏星淡月，断云微渡。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雨，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儿辱。举大白听金缕。这首词啊，早于宋高宗绍兴12年，公元1142年。当时曲密院必修官傅全遭秦桧等人的迫害，先是贬到福州，后来呢，由曲明押送新州边关，就是贬到更远的地方去。张元安不顾个人的安危，写了这首词送给傅全，并为之鉴别，这一点非常了不得，也是连宋词坛上值得大写一笔的一件事情。当傅全这样的爱国人士遭受迫害的时候，别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张元干却不顾个人的安危来送别他，还写上这样一首气壮山河的爱国之作来送别傅全。这种其人品、其气节、其精神都是令人可歌可泣的。下面我们来传讲这首词。梦绕神州路，苍秋风，离营画角，故宫梨树。大家注意，这首后新郎的词是押的折声韵。后新郎的词呢，通常押折声韵，也可以押乐声韵。押乐声韵的词呢，往往更悲愤一些。这一首押折声韵，梦绕神州路，开头四句以梦绕神州的景象，形象地概括北方灭亡的历史事实，揭示了时代的背景。在这里啊，神州更多的是指已经沦亡的北宋的那些土地。苍秋风，离营画角，故宫梨树。由于金兵的破坏，故宫已经一片荒凉。故宫梨树是用《诗经·王风·蜀梨》中的意思。大家还记得蜀梨？我们先记得它的第一段：北树离离，北极之苗，心脉密密，忠心遥遥。知我在，为我心忧；不知我在，为我何求？此后人哉？表现对故国之事极为沉痛。地势昆仑轻敌举，九地黄流乱举，举万落千层浮屠。这里利用了3个比喻：以昆仑山的天柱倒塌，比喻北宋王朝的灭亡；以黄河洪水泛滥，比喻金兵的猖狂进攻；以浮屠占领千层万落，比喻中原沦陷之后的荒凉。地势昆仑轻砥柱，九地黄流乱举，举万落千层浮屠。在这样一个国王家破，故宫梨树这种情景下，每一个有一点爱国心的臣子，都会为国家杯葛切血，来发出爱国的呼声。所以傅全一个人，
它实际上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和爱国的人士。朝廷却不是这样。这里引杜甫的募军将领诗当中，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的诗句，加以一点内容：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述。听得出内心的悲痛，自己的想法，许多爱国志士的想法，跟朝廷的政策却有那么大的距离。以天意从来高难问，暗示对朝廷的投降卖国的政策不满。悲难述中的悲，不光是人老易悲之悲，更有北宋灭亡的口悲，还有作者对南宋政权让秦桧之流迫害主战之士的悲愤。父权的不幸的遭遇，不是个人的遭遇，而是跟国家民族的不幸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像现在我们太平年代，偶尔也会一个人生一个重病，或者出一个什么交通事故，造成个人的很大的不幸。但是这种不幸仅仅是属于个人的，跟国家民族并没有密切的联系。而父权的命运是跟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正像梁启超所说的“为一时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泪”，因为它代表了国家民族的命运。这里的悲愤也不是仅仅是张元干个人的悲愤，也是国家民族的悲愤。这两句写的构思巧妙，既表达了对朝廷的政策的不满，更是为父权的遭遇鸣不平。更南浦送军去，这里南浦常常是送别之地。江阳的别赋当中就有送军南浦上路之后，悲愤之情日渐深沉。更南浦送军去，此地换头地方，梁省暗流小残暑，更先后收心待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之后去。从这开头几句写出送别的时节是在初秋，残暑上旬的时候，梁省暗流，流子漂浮已经渐渐地给人送来一点凉意，可以把残暑的暑日送走。更先后收心待月，断云微度，也是写的初秋的景象。这里谱写送别之夜的情景，白云飘动，收心待月，银河斜卷，夜色渐深，万里江山之后去，与开头首句相呼应。回首对窗夜雨，写不明显今夜的长谈话别，而是从他日回想起今夜的长谈来写，出则有之，不仅反映出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更表达了对今夜长谈的感慨。对窗夜雨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雨中赏诗一说，能来同宿扉，听雨对窗眠。我讲完这首词之后我们清华的同学有人给我发来邮件，他说还有人更早的，比白居易更早写到听雨对窗眠这样的意思。在这里写出跟父权的亲密，想到但是今夜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而在书信来往也非常困难，心情沉痛。因为过去人们认为大雁是可以全书的，但是大雁南飞，只能到衡阳为止，而他被逼的这个广东的新州在衡阳之南，离大雁也不到，也飞不到的地方。虚城随遇，谁给我捎信给你呢？
莫见青天怀金鼓，肯敖曹恩怨享敖鲁，举大伯听金缕。莫见青天怀金鼓，此人以言以天下国事为重，而不是像小儿女那样，计较个人恩怨，用展望天下而胸怀古今。敖曹恩怨享敖鲁这句话出自于韩愈的《听吟诗弹琴》，你你敖女语，恩怨享敖鲁。此类结句将全词推向最高点，举起酒杯，天上一阙金缕，余韵不尽。同志们注意，后新郎就有个艺名叫金缕曲。20多年前我主持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词典》，就用一首后新郎的词来这个代序。我当时用的词牌名就叫金缕曲。今后同学们感兴趣，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首词的结尾写的含蓄悲凉，全词用情入境，慷慨悲凉，风格沉郁，抒发了作者一时流浪之气，表现了词人刚直不阿、坚持正义的斗争精神。这在整个中国词坛上也是应该大书一笔的。这种挺直腰杆做人，敢于向邪恶势力做叫板、做斗争，让秦桧这些奸臣一个当头棒喝的这样的词作。张元刚这种大写的人字，这种磊落的气概，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下面我们看张元刚写的另一首后新郎，即礼部记丞相，就是写给李纲的。一张危楼去，斗吹天，长波万顷，玉楼烟居。少见夫人风不定，未放平舟夜渡。岁月落，寒露生去，苍望关河空雕影。正年间，必写鸣头鼓，随伴偶醉中午。10年一梦扬州路，一高寒，抽身故国，气腾交楼。要在浏览3尺间，遗恨琵琶旧语。漫暗色，桐花尘土，换取地线屏障看，口挑起尚许水管否？风浩荡，欲飞逐。这一首是跟我们刚才学的那一首后新郎齐名的，同样是他继承的是李纲。李纲也是被在朝廷遭受排挤、受到打击的一个爱国的将相。这样的人物，张元刚在投降派很得势，秦桧当政这样的后人压成陈友翠的这种情景下，敢于发出这种爱国的强烈呼声，敢于继承这个遭受迫害的爱国的人士的这样的作品，也看得出张元刚的人品之高，这个爱国心之彻，所以我们对张元刚应该高度的评价。满江红，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同学们注意一下，这个位是用普通话朗诵的，应该说朗诵的很不错，但是呢，用普通话里是没有入声字的。这首词啊，通篇是押韵声韵的，所以用普通话读就通篇不押韵，这是一个小小的缺憾。下面我们听吟唱一遍这首词。这首《满江红》啊，不但是岳飞的代表作，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最强音之一，写得极好。关于这首词呢，同学们都比较熟悉，所以凡是大家熟悉的部分，我们就简要的说一说。后面呢，着重的讲一个问题，就是岳飞这首词的真伪问题。在讲这位真伪之前，我们简单的把这首词劝讲一下。为了国家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是岳飞一生的抱负。他从靖康元年投入到抗金的行列，屡次以少胜多。这首词是可以说是岳飞精忠报国的誓言。怒发冲冠凭栏去，潇潇雨歇。台湾年，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注意，怒发冲冠典故出于史记当中的林仆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出使秦国的时候，因为看到秦始皇不受信用，不肯把这个15首陈词各样给照过，却要把侯世斌拿去，他这个怒发冲冠，使头发翻怒，以致把帽子都冲起来。实际上大家知道，头发里是不含神经的，他也不受人烦恼的时候会把头发竖起来，这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怒发冲冠写出了这个岳飞当时对敌人的愤恨的清楚。凭栏去，潇潇雨歇。潇潇是较大的雨声，雨很大，但是用一个歇，就歇是
日升字，显得很短促。日升啊，是发音的时候后头注释了一下，既显得短促，又显得悲壮激烈。往往呢，押日升韵的词多半显得悲壮激烈。太往年娘听长啸，壮怀激烈。这里啊，仿佛刻画出爱国者岳飞的自己的一个画像。愤怒天鹰，凭栏眺望，自顾山河，又胸怀全族，正是这样一个爱国将领的本色。娘听长啸，说明啊，内心中有许多一时愤懑之气，要想加长啸的笑声，把它抒发出来，抒发这种壮怀激烈之情，长啸感情激愤，情绪已升至高潮。30功名尘与土，8千里路云和月。30和8000二字，凡是以往保留时空，至上神州为福。这一点呢，跟岳飞个人的身世是联系在一起的。岳飞啊，30岁开始成为独居一方的大将领，主要将领。30岁，岳飞此后呢，也只活到39岁。8千里路云和月，看了自己从军征战的这个心结，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期许未来，劝人结识奋起，实现区区俘虏，丰欧后山的壮志。大家知道，岳飞啊有一个亲手题写的环欧后山这样的亲笔字，他时时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失地，实行国家的统一，丰欧后山。这里的词啊，写的情怀激切，激烈中唯有悲凉，可谓倾注证明。上篇抒发了作者为国立功的满腔忠义奋发的豪气。靖康耻，犹未雪，臣之恨，何时灭？这里啊，用一个对仗句，连3字句，实行3面对。靖康耻，犹未雪，臣之恨，何时灭？这是词中的对啊，都是宽对。3字一对，一吹一伸，立石不匀。雪和灭又是押日升韵。大家注意，因为3个字啊，就显得句子很短促，韵节也比较密。6个字一个韵，又用日升韵，所以显得节奏跟他的整个这词啊写的悲壮激烈的，又增加了一种这个韵律的美。加长句打破后来3缺，加长句一句写得豪气冲天，壮志饥餐扶楼月，笑谈哭饮送楼阙。写他自己啊想打败敌人，收复后山的这种壮志。古代呢，我国北方长期的外敌是匈奴，在这里啊，汉朝的北方的敌人是匈奴，在这里也有借汉自宋的意思。饥餐扶楼月，哭饮匈奴血，这2句啊不能太口音，是口句之名，好像饥餐肉产人的肉喝匈奴的血，这好像不是正常的人的做法。当然呢，这里是表示对敌人的痛恨，并不是真的实现其事。这一点同学们要加以注意。饥餐哭饮，这是一种夸张，是对凶残敌人的愤恨之情，同时也表现了英勇的决心和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些句子也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
待从头收拾旧善后，朝廷阙。这些两句语调斗转平和，表达了作者报效朝廷的一片赤诚之心，感叹历历，感人至深。词的下篇抒发了作者重整善后的决心和报效君王的耿耿忠心。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首词，我们就讲来讲下去。这首《满江红》啊，气壮善后，全颂倾国，表现了作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洋溢着一种爱国主义的激情。全词与江河流泻，出自回荡，激情抗然。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的最强音，代表了岳飞精忠报国的英雄之志，表现了一种浩然正气、报国立功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我记得有一年，台湾于右任先生的一个秘书，年纪也叫王什么的，带着他的女儿，还有几个秘书了人们。他曾经做过于右任的秘书，实际上当时他访问大陆的时候，于右任先生已经不在世了。他来到南宁来访问，我和丁芒先生等一些我们江苏诗坛的几位诗人来一起在那个中山大厦里的那个餐厅里跟他聚会吃个饭之后啊，我们竟然大家一起站起来唱岳飞的《满江红》，可见呢海峡两岸的诗人词人啊都深爱这首词，而且大家不约而同的都能把这首词唱出来。大家那个情景啊，虽然过去快30年了，当时是80年代，现在一晃30年过去，其情景已经历历在目。丁芒先生现在都90多岁了，我当时还是小年轻，才40来岁，现在也离70岁都不远了。下面我们看关于岳飞的两首对联，一个是提到岳飞的士别兵单数，正也伟也，莫问那少金牌，700年志士人人，更何等悲歌泣血。莫问其别草，是也非也，看贵池一双顽铁，一般是奸臣之妇，受嫉斗恶报应主。提到岳飞，大家知道岳飞前面跪了4个铁人，这4个铁人是秦桧的妻子王氏，当时诬陷岳飞的将领张军和审问岳飞的那个是那个法官叫穆其女，这4个人，这里是称贵池一双顽铁。杭州西湖的岳飞啊，还有这样一副对子：青山有幸卖中国，不贴无辜居宁城。岳飞啊，称我至今千古之下，人们依然把他作为忠君爱国的代表人物，是我国爱国将领当中的杰出代表。文人明啊写的这首词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这里就不再说。大家下面呢，我要讲一些同学们不太熟悉，或者是虽有所了解，但是知道不很详细的关于岳飞《满江红》这首词的真伪的考证，是学术界的一场闭幕官司。这个官司打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论，但是呢，现在基本上大家仍然认为这首《满江红》是岳飞所作。最早这个问题呢，是曾经做过北京大学教授的余家燮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卷23药物末疑文这一篇文字里提出的。他在这篇文章里怀疑《满江红》是岳飞所作，有这样一些理由。第一，岳口就是岳飞的孙子，于嘉泰3年比燕安王行事比年仅录了他3首诗和1首词，词就是小重山。这首词啊
最早记于明嘉庆15年，就《满江红》这首词啊，当时没有被垭口收录，最早是到明朝嘉庆15年才问世，也就是公元1536年，在曲解受编著的杨武墨遗文。这篇文章的根据是弘治15年，即公元1502年，浙江积学副使赵宽手书的1分的词碑。俞家锡先生认为，这首词既不基于宋人的书中，也不基于元人的话本，却突然出现在明朝的中叶，是来历不明，甚为可疑。他第二认为，岳飞的孙子垭口收编的镜头催笔杨二王假节中间也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垭口平生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在收集岳飞的文章诗词时一直是不遗余力，精益求精。但是从宋宁宗嘉定3年开始为笔写杨二王假节而收集资料，到宋理宗端平元年重看此书，历经31年，为何却没有收录这首词？因此这首词啊，可能不是岳飞的作品。第3条理由，赵宽碑记中提到的岳飞的另一首诗，宋张子业张先生白发，经过名人的多方考证是伪作，以此类推，满江红难保也是伪作。第4条，俞家锡还进一步考证，在明朝的时候，北方大旦处经常去到贺兰山、乐清、甘肃、凉州一带。明代的弘治11年，即公元1498年，明朝的将领王岳曾经在贺兰山抗击大旦，打了一个大胜仗，因此《满江红》中加长举突破贺兰山丘一句，应该是明代中叶的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绝不会有此的。继俞家锡之后，有人曾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编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俞氏的诸多质疑之外，还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一个证据，就是贺兰山丘地名所指的问题。他认为岳飞讨伐金国，要直捣黄龙府，应该在今天的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在今天内蒙古后陶之西，南宋时候属于西夏，并非金国的土地，在今天呢是应该说宁夏回族自治区了。距离当时岳飞发进之地有着数千里之遥，此次那正确自岳飞之手，岂不是南辕北辙吗？这是俞家锡以及赞成俞家锡的人的观点。当时呢也像在小说界扔了一颗原子弹似的，引起了激烈的争鸣。中国历史学家邓光明、王琦，邓光明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宋史的教授，他对辛弃疾词很有研究。王琦呢是中山大学的研究元曲的教授，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满江红》的伪作进行辩驳。邓光明于1981年5月初据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邓光明先生呢，我没见过，但是我们书信来往很多。1984年开始，我在唐国璋老师的领导下主持编纂《唐宋词鉴赏词典》，我跟邓先生有很多书信往来，这个书信往来延续了很多年。那个书出了之后好多年，我跟邓先生还有书信往来。邓先生有的时候我们南宁有同志到了北大去，他都要问起你们南宁出版社有一个王不搞的年轻人，总要问起我。现在呢，我到北京来工作好6、7年了，但可惜邓先生早就不在了，否则我们清华大学跟北京大学靠的近在咫尺，我可以经常去求教。邓先生认为岳林岳口两代人没有收集到这首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据现有的史料看，
药令夫子也确有遗留的实证，例如《兵退录》，这是一个宋代的笔记，记载有岳飞的雄气堂堂观斗牛，四将直接报军仇，斩去万恶还仇家，不问登坛万户侯，这一首诗就不介于药口边的药王家节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言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兵退路的失传而后来出现在名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加以怀疑吗？邓先生这个判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说，此外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用岳飞的其他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果四将直接报军仇，斩去万恶还仇家，正是像满江红中在从头收拾旧山后朝廷阙的写照。不问登坛万户侯，也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主角。药王家节中的一些记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记录下来的，因是他当时真实的内心记录。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词填词的爱好，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第二，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后南山丘的地理位置的手指问题，邓先生也认为后南山丘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葫芦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指匈奴是一样的。这一点啊，也可以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像古代的很多爱国的诗词当中也有类似的这样的用法，也像那个什么窦贤的那个字的那个是说法一样。在这里啊，是指广义的敌人。如果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曾在后南山丘征战的名将王岳，那为什么要加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他写的踏破后南山丘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是可以反写的吗？如果是反映明代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岂不是有引晒明朝血落之嫌吗？王振宇和夏承道先生在浙江日报1962年9月16日岳飞满江红词考编一文中，则判定此词作者是明朝的大将王岳。文章说，我认为这词那不是他作，也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史。后来这篇文章收入《岳棱山词人集》，《岳棱山词人集》是夏承道先生的研究词的一个入门集。改为如果如我们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是指对鞑靼作战的，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岳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的身份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指北方幕府里的文士。王云海先生在继承国光先生的《岳飞集集注》，是我拜读到他的《岳飞满江红》是音频吗？这篇文章，国光先生使用清朝沈雄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的御选历代史语卷117中所有的长义话语的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都了以下一段重要的文字：吾目有相作满江红，中分可见，其不有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思。这种话呢，按道理是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呢，这两字都基于清人的课本，清人的古今词话、长义话语，这样的版本在宋人明课本当中、原文当中没有这些话，这不知道历代史语啊和后来这些是依靠的版本是否可靠。清朝人潘元英编的《宋北内草》里的中医处也有下面一段文字：吴木家三朝其表云，清编陈一夜之官，
不见无人人之前，鞠躬，吾某有满江红词源楼盘冲冠，就是这首词了。这句话因为是清朝人编的宋北内抄，这个潘元英这个是从哪里抄来的？如果这一段确实是从宋课本当中抄来的，那么就没有话说。如果仅仅是从清人的一些课本抄的，就未必一定可靠。可是上引第3条大致可以判定，翰林语录还有另一个版本，押口的我国镜头催编的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短平元年，而娄大经的翰林语录的一编自序中所述的写照年代是荀攸辛亥，即荀攸11年，其陈述年代跟昌邑话语相近，都在短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在在押口的镜头催编陈述之后的新发现。所以我国镜头催编速群编中不在此词也可以得到解释。当然就是问题现在通行本的翰林语录里面包括中华书局的配音本翰林语录里没有这段话，被比喻宋元，又被比喻宋元西曲卷11的押飞破楼东窗记，据编载当中有名人修改的痕迹。其第2曲押飞自倡导怒发冲冠，担心怪日，娘品怀抱激烈，攻城悍马，整构明月，杀金秋复手加长句再破后兰3曲因筹局待把3后重整，那是曹金曲。这里显有许多个句子是来自于《满江红》此很可能是明朝成化时姚某良手卷的《金钟记》的全期第2曲也同样的语言，这是将筹改为元。由此可以，也不能说元代就必定没有押飞满江红词的记载，被比喻西曲，证明此词在元代仍有相当的流传。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林美仪教授他说，押飞当时被定的首道罪名是自引起与太祖距以30岁为节度使，而满江红词中有30公民陈玉图与太祖之罪名相关，故此词不为押口和当事人收录。大家注意，林美仪是对词学有很深造诣的学者，他是易家英先生的弟子。前2年我们在易家英先生90寿辰的会上还有见过。林美仪先生的这一段话认为，岳飞当时后来被在父母庭处杀，他的主要罪名是说他有野心，因为他和赵匡胤都是30岁当节度使，赵匡胤后来做了皇帝，说明岳飞也有做皇帝的野心，那么这个好像杀掉他就有一定的道理了。这时候满江红的词当中偏偏有30公民陈玉图这样的句子，很容易被那些诬陷岳飞的人用着岳飞罪名的印证。所以即使真有这首词，押口他们不把它收到这个押往甲籍里面去，或者收到镜头催编的书编里面去，也是很正常的。林美仪的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下面是我跟林美仪在一起的一张照片，是前2年我到清华来之前，大概就是2009年吧。那年来之前的时候，林美仪到南宁来出差，特别到我家里来看望我的一幅照片。另外关于后兰山究竟是指宁夏的后兰山，还是另有所指？台湾的一个学者王克、沈本强在写的一篇论文里有这么一段文字：河北的磁县境内有个小后兰山，岳飞从容之处就是参军之处，在宣和4年和靖康元年曾6次经过后兰山。纪元年
岳飞举荐池州的岳承贞曾独自在贺兰山下操营军队。岳飞卷战江淮时和贺兰山的义军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即使设指贺兰山，不是指宁夏境内的那个大贺兰山，而是指河北省磁县境内的小贺兰山，也有可能，但是呢，指那个大贺兰山用抗匈奴的这种典故，简直也是说得通的。最后一个材料是周少雄，是我在杭州的一个朋友，他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发现了个家谱，就是徐江郎风注释初谱。这本书啊，在初谱里引到岳飞给朱元璋的一首《满江红》，这首《满江红》和现在我们见到的岳飞的《满江红》很多句子都相同，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首词：怒发冲冠想当日，盛情行列，谁能使南征北战，军声激烈，不离山河归掌握，一同厮决到巢穴，莫等闲，不劳少年头，立成节。靖康耻，犹未雪，陈子恨，何时灭？驾长举踏破，京城门阙。本要击残俘虏肉，常怀哭饮送奴血。借军行，依旧定家邦，皆越界。同样是押韵声韵，有很多句子都是相同的。如果这首词真是岳飞所写，那不排斥我们现在见到的通行本的《满江红》是岳飞后来改写，或者是经过后人润色过的。总之啊，岳飞的《满江红》这个争议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定论，但是呢，也暂告一个段落。现在这首词是有争议的，但是基本上还应该归在岳飞名下。另外还有一个，也是有这一点争议。我们清华的学生啊，我在上课的时候讲到这一段争议之后，有一个姓郭的小朋友，就跑到第二次，上课的时候跑到我讲台面前，就问我：王老师，岳飞是河南人吧？我说是河南人。他说河南的话里是没有日声的。我说你是河南人吗？他说我是河南人。我说你用这个家乡话数1到10，他一数，构成里面听不出日声，因为1到10里1、6、7、8、10这5个数字都是日声字。如果有日声韵能听得出，这个听不出。当时我说，古往今来啊，凡是对岳飞《满江红》表示怀疑的人，从来没有举到押韵的这个问题。你这个想法倒有点新意。我说你叫什么名字？问了一下，他就上位去了。后来我去了还是洗手间，在洗手间回来，我早一想，这个同学提的问题不对。后来我就把他又叫到讲台这来。我没知道，岳飞不只写了一首《满江红》，大家熟悉的是怒发冲冠开头的，他还有首《满江红》，等黄鹤楼有感，就是现在我坐在口尖上的。遥望中原，黄烟外，许斗陈国。想当年，花着楼府，凤楼龙国。万岁山前举翠摇，澎湖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交集，风尘恶。兵安在高峰坳，民安在天沟壑。叹江山如故，前程寥落。后日轻盈提泪缕，一边折渡清河落。却归来，再说汉阳游，骑黄鹤。这首词啊，还有刻字在，刻的字在。相传呢，还有岳飞的手迹在。据说他被民国年间收入《中华民族5000年爱国魂》这本书，但可惜至今为止我没有看到那本书。对这首词的真伪，小学界是从无异议的。
我说要会基因会写这首遥望中原的《满江红》，为什么不可能写怒发冲冠的《满江红》呢？这个我就这个争执呢就暂告一段落。这个新光的同学回到自己座位上就上课了。一上课我就跟同学们说，我说同学们，刚才课前发生了这样一次关于要会《满江红》的争论，虽然我不同意这个新光的同学的观点，但是我认为他这样大胆提出问题，敢于质疑前人的这种观点，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提倡。我们清华同学就应该有这种这个励鼓的精神。结果这样一鼓励，我要期末考试的时候，希望同学们对整个这学期我讲的课以及课本上的许多观点，敢于大胆质疑，发挥自己的小学考证的这个精神，提出问题，批评我们的做法。如果你做这一条题小学证明的这条题目，希望你把手机号码和email地址写上，我如果很感兴趣的话，我会主动跟你联系。结果还没有等到结束，到下一周就有一个法学院的叫王鑫的女同学来找我，他说王老师，我不同意那个新国的同学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历代人家在北方方言里没有日声韵，却用日声韵填词的一个统计表，做了4、5页纸，一看我当时感到极大的震撼。我们清华学生确实与众不同，这是我在其他院校很少能找到的这种感觉。他做的这种工作，后来下学期我又把他们关于要会《满江红》的争议告诉同学们。既然有同学把探讨过之后，认为要会的家乡河南的唐营那一带以及周边的这个地区，包括河北的邯郸，那个山东的那个靠近跟河南交界的那些地方，都是有日声韵的。问题越争越辩越明，以至于2014年我们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校长陈金林在大会上谈到我和这个学生关于要会《满江红》争议这件事情，他就提倡我们清华的学生要敢于有这种学术的自信心，敢于质疑古人、质疑前人这种精神，就是关于要会《满江红》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欢迎同学们对要会《满江红》的这类问题发表自己不同于前人的一些看法，或者呢虽然同于前人，但是能补充出新材料、新观点。好，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欢迎同学们走进我们清华大学的慕课课堂。今天我们讲唐宋词鉴赏的第22讲，讲李清照的词。首先我们今天介绍一下李清照的生平和家世。这是几幅李清照的画像，这是李清照的纪念馆的图像。这是相传是李清照的真容，小学界对这幅照片的真伪还是有所争议的，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实际上关于李清照的很多画像都是根据这一幅画出来的。我编过李清照和辛弃疾的全集，这是输赢。关于李清照的家世现在基本是搞得清楚的。他的父亲叫李格非，母亲王氏。父亲呢是属于蜀门后世学士之一，跟苗正业几个人一起被称为蜀门后世学士。他跟苏东坡有着密切的联系，跟蜀门四学士的赵朴子
关系很好。赵不知呢，也曾经是李清照母亲祖父，就是王功臣所赏识的。他同时呢，又受到这个跟张来关系很好。张来是在李格非死后为他写过墓志铭。李格非跟蜀门六君子的陈师道关系也较密切。陈师道呢，又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的姨父，也就是跟赵明诚的父亲赵廷子是邻近。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他后来受蜀社的株连很严重。李格非啊，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据韩国的简泉日记称，他引尹绍基的话说，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当然这个有夸大之嫌，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把唐宋八大家全部不放在眼里了，那么显然做不到这一点。李格非的文章流传到现在的不多，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洛阳名园记》，这是现在还能见到的。他还是一个经学家，他著过《礼记学》数十万言，又撰过10卷编制5卷，这2本书啊，现在都散失了。对《礼记学》有数十万言，我持表示怀疑的态度，因为数十万言在文艺门来而言，这是一个数量极大的。整个的《史记》也就50万言，如果《礼记说》有数十万言，那是比较难做到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原书现在看不到，所以究竟是有多少字数就不得而知了。他因为跟蜀社关系较密切，跟蜀门六君子也关系较密切，所以啊，他在蜀社政治上遭受迫害的时候，他也因此受到株连。他们是原有党人当中不得于在京车前的第5人，也是据同年长的原有党人120人，他属于余管第25。在重定原有党籍的309人当中，他属于余管的第26，都受到这个牵连，因此呢，不得在京任职，官职呢也是要降低了不少。关于李清照的母亲王氏夫人，究竟是谁？她出生于怎样的家庭？《宋史李格非传》当中说她是状元王功臣的孙女。关于这个还有一段小故事。王功臣是跟欧阳修同期考进士的。据说发榜的那一天，欧阳修在家里做了一个梦，有好多人捧着状元及第的牌匾来到他家门口。欧阳修很高兴，以为自己中状元了，但是呢，这些人又从他门口走了，走到王功臣家。这个当年状元是王功臣，而不是欧阳修。当然，王功臣后来的学术造诣影响都远不及欧阳修。王功臣中状元的时候才19岁，同志们还记住，古人的岁数都是虚岁，19虚岁就中状元了。所以后来做的官不是顶大。出使辽国的时候，辽国的国王要他一起在这个江边上钓鱼，还向其他的官员介绍，这是南朝最年轻的状元。在连宋3部19年当中，他中状元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只有19岁，其他的状元都比他年纪大。这是一种说法。王功臣也能写词，现在我的导师唐国璋先生编的《全宋词》中就收有王功臣的2首词，质量不算顶高。另一种说法认为她是宰相齐国公王轨的孙女，是宰相王准的曾孙女。这样一来呢，
实际上这个王氏夫人就出自宰相世家，他家一家王家一家出了几个宰相，而秦桧的妻子王氏也是王军的正群女，按理说是跟李清照的妈妈平辈，但不出于王贵之门。换句话说呢，跟李清照的妈妈是堂姐妹，都出于同一个曾祖父，但是呢不是这个同一个祖父，这一点有所不同。关于这两种说法谁是谁非呢？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最后的定论。一般呢有人调和一下，因为李德妃啊最初娶的王功臣的孙女儿，但是呢生下李清照之后2年他就去世了。隔了10来年，李德妃又赎娶，有人呢就认为原娶的是王功臣的孙女，后来赎娶的是王贵的孙女，这一点目前学术界还不能做最后的定论。王贵啊做过宰相，也很能写诗，甚至啊有的人这样比拟宋诗，说宋朝没有好诗，要有的话就是一首，就是王贵的《恭候圣旨上元观灯》，这一首被选在卿家诗里面。同学们看一下这首诗：嬉笑花月满仙台，万座当楼宝新开。双峰云中复年下，老海上加山来。高尽春酒沾舟宴，风随秋风楼汉才。一出生平人共乐，君王幽静紫霞悲。封侯圣旨呢，是当时皇帝写了一首诗，学界后他一首。这个要写诗才啊非常敏捷，因为马上就要后来又要遵循音韵格律，又要能够对皇帝啊有点恭维，这首诗都做到了这2点。这首诗呢，在这种音字诗当中，应该说是写得很好的一首，但是要说它是整个宋朝唯一的一首好诗，那就实际上是远远说不上的。但是至少可以看出，无论是王功臣的后人还是王贵的后人，总之他都是出身一个书香门第。关于李清照的出生地，历来呢认为他是山东历城人，也就是济南府郊区的那个历城县。像清朝题文的《古欢堂记》里面就有柳树前访李冉古志这样的文章，就持这个观点。历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是若干年之前，大概20多年前吧，我们发现了一个地下的碑刻，称为李先生续碑，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元丰8年9月13日，修江李格妃文书序。修江指山东章丘县的明水镇，原来呢就是章丘县下面的一个镇。后来呢，我们造郊际铁路的时候经过明水，相反呢倒不经过章丘县县城。后来明水镇因为交通发达，所以很快就发展起来，就把章丘县的县城迁到明水。现在我们要去明水镇很方便，从济南往青岛方向走后头，第一个大站就是明水镇。现在一般用章丘这个名字。由于这个李先生续碑是可靠的，所以现在学术界认为李清照是山东章丘人，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章丘也送济南府，说李清照是济南人也没错。关于他出生年和嫁年，这2年啊，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争议啊还较大。
现在一般认为呢，李清照生于1084年，也就是元丰7年。元丰7年，他到18岁的时候出家。出家的时候呢，赵明诚21岁，大他3岁。以上我们对他的身世这些材料，我们都参考黄生章先生写的一篇长篇论文，3万多字的一篇论文《李清照世界考编》。这篇文章啊很有分量，也经得起推敲。另一个是清朝俞正熙编的《易安居士世界》，再一个更可靠的材料是来自于李清照写的《锦书录后续》，这个呢比较易得。这3个文字啊，基本上我们都不难得到。黄生章先生的文章现在被收在那个王仲文先生编的李清照教注的附录里头，也比较容易得到。锦书录后续更是如此。下面我们说说李清照的身世。前面呢讲了他的父亲、母亲和出生地，下面呢讲讲他的丈夫。他的丈夫叫赵明诚，赵明诚的父亲叫赵廷子。赵明诚是赵廷子的第3个儿子，他上面有2个哥哥，分别叫赵群诚和赵思诚。赵明诚啊喜欢锦瑟，锦瑟呢就是古代的这些古董和一些古代的字画。他还具有锦书录，他的锦书录啊很有学术分量，与欧阳修的节骨录并称欧照，是宋代的2个经史学家。南宋的时候的洪色、朱熹都非常称赏这个赵明诚写的锦书录。锦书录这本书的文字本很容易得到，我家里就有一本，我们前几年出版过。他是太学生，结婚的时候21岁，比李清照大3岁。他喜欢蜀黄的诗文，据陈师道的《后山居士节》卷14与鲁之书称，政府有幼子名臣，颇好文艺，每遇蜀黄文诗，必须半讲数字并入藏，以此示好于府，给予小行矣。这段文字啊，说明他非常喜欢蜀黄的诗文。当然他也料不到后来竟然跟蜀黄有直接联系的这个成了李清照的丈夫。李清照呢的父亲又是蜀门后史学士之一。赵明诚的父亲赵廷子啊，本来的官职就比李格非要高，后来呢先后当过司礼部尚书、至中大夫、尚书右丞，做过中书侍郎，最后呢一直走到宰相，在宋朝成为尚书右仆射，又兼中书侍郎。跟他一起走宰相的另一个宰相就是蔡京，大家读过《水浒》的都知道，当时被称为大奸臣的最大的奸臣蔡京。他们呢表面上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所以呢对元佑党人，也就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元佑党人打击是不遗余力的。这一点呢就使得两家虽然是亲戚，李格非呢是跟蜀门关系密切的，赵廷子呢是反对王安石变是拥护所谓新派的，是反对元佑党人的，所以这一点也是两家有一定的这个不投机的地方。崇宁6年，也就是公元1107年3月，赵廷子被罢去宰相，后来就只够了5天就死了。他死之后啊，他的3个儿子包括赵明诚都被临时拘留了几天，后来也罢去了官，之后就闲居了
14年之久。赵明诚啊，103年崇宁2年以门营弟子的身份出仕，就是开始做官。105年曾经担任过鸿胪少卿。107年他的父亲死之后，他被闲居，平居在乡里青州，但14年之久。大家注意，崇宁6年107年到宣和3年121年再重新启用，这中间闲置14年之久。大家看口径上，宣和3年这一年3月4日，中书舍人赵明诚停车兵马都监事。赵明诚守莱州，担任莱州的知州。大家记住这个时间3月4日，但是李清照没有跟她丈夫一起到莱州去上任，她到秋8月10日，李清照才来到莱州。同志们注意，这里有个5个月的时间差。这个月时间差，据陈竹梅先生考定啊，这一段期间，李清照跟赵明诚之间婚姻上发生了一点小的波折。赵明诚娶了小妾。对于在古人有他这样身份和地位的人，娶一个小妾不算个问题。对我们非常敬重的苏轼也还有小妾，辛弃疾还远不止一个小妾。据邓光明先生这个考定啊，辛弃疾有好几个小妾了。但是对邓先生那个考证，我是有点持怀疑态度。他呢，往往都只有一条古证的材料就算。但是这一点呢，我们不说他错，但是呢，因为一个人常常有几个名字，辛弃疾是不是有那么多个小妾？就是我们等到讲到辛弃疾的时候，我们再细说。对于李清照，赵明诚娶小妾，再带着小妾到莱州去上任，李清照没有跟去，这一段时间呢，是他婚姻当中的一点小波折。据这个陈竹梅先生考证，这个言之凿凿，很有证据。目前呢，小学界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观点。这一点呢，正是我们马上要讲的《凤凰台上一曲晓》这首词写作的背景。赵明诚啊，先是调任守知州，后来呢，因为1127年他的母亲在这个江陵去世，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赵明诚本谋上南下。这一年秋8月，以曹参大夫秘阁修监至江陵府事，任兼江南东路经知使。实际上呢，他的职务就是南宁市的市长，又兼相当于江苏省的省长。当然，当时的行政区划跟现在的江苏省不完全相等，但是他的职位大致有点相似。正因为赵明诚来到金陵，所以李清照也南下。因为当时金兵打来，1127年就是靖康3年，就是北宋灭亡的那一年。李清照南下，再属15筹，各回都江来靖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到1128年的春天，李清照才来到江陵，也就是靖康。这年的2月，赵明诚又罢守江陵，也就是免去了江陵的知州的职务。他们后来一起就乘船到芜湖越姑苏，以后想在汉水上布局。接着赵构就是宋高宗来到江陵，他们呢来到池州，接到朝廷的命令，要赵明诚担任福州知州。据过去史书的记载，在他免去江宁府的知府之后，曾经先被任命为知福州，但是学界又取消了这个任命。但是刚刚等到他们来到安徽的池州，朝廷又来一个通知，要他到福州去当知州，还要先到朝廷去。
当时的朝廷呢，临时在江陵，就是现在的南京。这是1129年的夏天，6月13日，赵明诚独自去赴靖康，因为呢，池州的家还没安顿好。至于李清照和赵明诚为什么去池州，目前小学界这个问题恐怕还是存疑的。我前一段时间有幸跟这个陈竹梅老师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陈竹梅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他是专门研究李清照的专家。我们邝阳明校长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卷》丛书的李清照评卷，就是请陈竹梅老师写的。6月13日，赵明诚独自赴靖康，结果在路上天气热，大家知道阴历的6月是一年最热的时候，他结果在路上中暑，中暑之后呢，服药不得当，转为伤寒。用我们今天的通俗的话，就是吃错了药，转为伤寒。转为伤寒呢，中暑是小毛病，伤寒是大毛病。一听到他重病，李清照秋末赶紧赶赴靖康，但是勉强见上一面。8月18日，赵明诚就去世了，当时才49岁。换句话说，李清照比他小3岁，当时46岁。大家不要小看赵明诚去世这件事。国家的灭亡啊，北宋的灭亡对李清照、赵明诚的打击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他个人来说，赵明诚的死打击更大。从此之后，李清照就过着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的生活。据史书记载，李清照1129年，也就是建炎3年，由于金兵南下，他跟着宋高宗赵构从靖康逃到浙西，后来逃到岳州，岳州就现在的绍兴。金人先靖康，李清照也赶到岳州。赵构呢又逃到明州，再逃到定海，再逃到昌国。定海是哪里？舟山群岛。这个赵构的逃跑的本事是第一流的，都逃到海上去了，李清照没有跟他逃到海上。后来赵构又逃回浙江的台州，到张安，到温州，李清照也追到温州。赵构再回到岳州，李清照也来到岳州。基本上他当时应该说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有这个财力可以一路跟着皇帝一路逃跑。1132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李清照改嫁的问题。改嫁为张汝州。据现代人们考证，张汝州也中过进士，也做过知州。他的身份除掉不是宰相的儿子之外，跟赵明诚大致相当。但是呢，结婚之后只过了3个月。对于这一点呢，小学界还是有争议的。我的导师唐贵章先生极力反对，说李清照离异个。这个我初认识唐老的时候，唐老见了我，每次都要谈李清照改嫁的事情。在唐老的心目当中，李清照的人格是非常完美的，容不得承认改嫁过，所以他极力反对说李清照改嫁。但现在看来，这目前学术界倒比较更多的倾向他改嫁过，但时间很短就离异了。1134年，他做进士路后续，这时候李清照51岁。到1143年，又捐写端午帖子词，当时他60岁。1150年，李清照去访米友人，请他为米芾的帖来写伴语。米友人是米芾的儿子，因为李清照也是一个经史学家，他收藏这些重要的字画。米芾的字是宋朝书法4大家之一。现在这个帖上如果有米友人
就是糜夫的儿子，再给他写上白羽，这个他就更有价值了。当时啊，李清照67岁，后来啊，李清照的身世就不太清楚。有这么一条材料，陆游曾经给孙氏夫人写过一个墓志铭，墓志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夫人又有淑质，这个夫人是指孙氏夫人。故赵金康名臣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又以其学劝夫人，使夫人是10余岁，写不可，曰才藻非女子是也。这个孙氏夫人不愿意向李清照学习诗文，这件事情呢，陆游还很欣赏，把他在才藻非女子是也这句话换成另一句话，就是女子无才必是德了。对于一个小女孩有这种想法不奇怪，也不值得责备。但是陆游在他的墓志铭上写上这一段话，就显得是陆游啊思想当中保守落后的一面，或者像封建的一面。你就相信女子无才必是德，所以这一点啊是陆游啊不值得称赞的一方面。孙氏夫人的生卒年是考证的清楚的，她卒于绍熙4年，当时53岁，她应该生于绍兴11年，也就是公元1141年。那孙氏夫人14、15岁的时候，李清照要叫她跟她学诗文的话，那年李清照应该是1155年，当时应该73岁，但是精确的数起来呢，这个又有一点小问题。李清照现在的基本的有没有生年有几种说法？现在通行的说法是1184年到1155年才许70岁，不到73岁。这次备课的时候啊，我查了一些网络材料，网络上称李清照生于1084年的3月13日，这一点属于月份和日子未必可靠，年份大致小学界是比较通行的一种说法。又说他死于1155年的5月12日，对这一点啊，我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也研究过李清照，也编过李清照的全集，对这方面的资料还掌握的比较多。突然冒出一个生卒年都可以精确到某月某日的这种说法，我叫他大表怀疑。今天我为这件事情特别跟陈淑梅老师通过电话，我问陈老师，我说李清照的生卒年最近考证有重大发现吗？他说没有啊。他说你怎么提这个问题？我有网上称他生于1084年的3月13日，死于1155年的5月12日。他说绝对没有，绝对不可能，这个材料是靠不住的。所以同学们如果看网上有这种说法，觉得王老师好像落后于时代，但大概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落后于时代。那么同学们可以对这个问题，对这个网上的这个材料暂时只能持怀疑的态度。下面呢，我们讲讲李清照的亲戚的作品。我们这里列了一个表格，这里列举了他的亲戚的5首词，有卢梦龄长记启亭日暮，醉花阴抱吴农园抽远奏，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卢梦龄昨夜玉手风奏，凤凰台上一吹箫，响人惊异。我们挂号里的都是引的他的第一句话。前面3首呢，同学们在中学里都学过，也应该是他的亲戚的代表作。今天呢，我们着重讲卢梦龄和凤凰台上一吹箫。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女作家，
全宋词存他的词52首，他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我在编李清照全集的时候，又从《元乐大典》《诗苑》和这个天机御景3本书上记录了7首李清照的词，这一点呢补他原来的不足。这7首呢分别来自《元乐大典》等3本书。《元乐大典》呢，过去唐老编全宋词的时候，《元乐大典》是很不易得的，有的还散失在世界各地，唐老不容易看到。有一点可以补充，这是很自然的。另一个呢就是诗苑，这一点说明一下，唐老编这个全宋词的时候，到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去那个3门书库去查，曾经看到过诗苑。诗苑总共25册，唐老看到19本，当时已经笔墨可以允许借阅的只有19本。后来呢，人们又有所发现，就是孔凡黎先生。孔凡黎是北京的一个退休中学教师，他跟我也有一定的来往，他跟北京图书馆有特殊的关系非常熟悉。他后来晚年受中华书局的聘用，经常到3门书库去查书。北图的3门书库他可以阅库的，这是一般的读者是不可能进库的，你只能调什么书，你请那个那些工作人员到库里给你调出来，你在这个阅览室里去看。他可以阅库，他就看到墙角上堆了一堆书，他就发现这竟然是诗苑，是诗苑的后6本，前面19本是笔墨的，从20卷到25卷没有笔墨。他就有重要的发现，记录了全宋词没有首的作品有400多首，但是呢多半出于第25卷。25卷上的这些作品呢，都是19昌后之作，作品不高。但是呢，这个诗苑里惊喜的还能发现一首李清照未首的作品，当然质量也不是很高。天机御景呢这本书过去是只有台湾有，我们大陆上已经找不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跟台湾学者的来往多了，天机御景呢就被复印回大陆，后来呢出了排印本，我家里就有天机御景的本子，在这里也发现了一两首李清照的作品。这7首啊未必一定考得出，不是我工作不认真，而是呢因为它的来源都是单一的，所以后来呢对研究李清照关系不是顶大。原因呢，尽管李清照的词啊，全宋词这首52首，我们用电脑检索呢，它总共才3052个字，数量是很少的。7首补充，就数量而言，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但是呢，就我自己认为，这7首词啊，能不能就料定是李清照的作品，还不能这样肯定。而且我的这个后来的这些发现，有一些也有是别人发现的。总共我们补全宋词补了7首，这一点呢，可惜我编李清照全集的时候，已经是唐桂章老师去世之后，我无法把这个问题直接向唐老请教。如果让唐老勾个墨，那么可信度又要大大提高。李清照继承了父母的遗传，灵隐秀气，超越横流，才不管是他的词啊都写得很好，特别是他的词达到了同时代的这个一流水平，达到我国古代女子的最高水平。下面我们看他的《如梦令》这首词。《如梦令》
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下面我们简单的圈讲一下这首词。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首词啊，是截取生活当中一个很小的片段。昨天晚上李清照喝酒喝多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酒还没有全消。可是夜里呢下了刮风下雨，这里称雨疏风骤，疏不是稀疏的意思，而是疏狂，也就是疯狂而愚蒙。不是这里的疏不是愚很稀疏的意思，这一点同学们千万别搞错了。浓睡不消残酒，因为喝酒喝得多，夜里睡得特别沉，到第二天早晨醒来酒还残酒未消，因此呢就懒得急于早早的起来。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李清照没有起来，小丫鬟早就起来了，起来正在把窗棂打开，把窗棂卷起。试问卷帘人，问句被省略了，回答的答句出来了，却道海棠依旧。写上句，李清照急于要打听，一夜刮风下雨，海棠花不知道咋样了。这个丫鬟呢稍微往外简单的看了一下，就回答依旧。用依旧两个字啊，显这个答复李清照是不满意的。这一段情节显然是化用了韩娥的《蓝旗》那首诗：昨夜三更雨，黎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趁我卷帘看。这一段情节跟韩娥的这首诗所描写的意境非常相似。韩娥是李商隐的姨侄，他的父亲跟李商隐是邻居，后来晚唐的时候一度做过宰相，他的诗也写得不少而且在晚唐后期的诗坛上还有一定的地位。李清照不满意，就回答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里的两个知否反问，这两句的重复是词牌子规定的，但是呢用知否二字倒是李清照的这个自作主张。这里的两句话用得很好。焦日月在《古今词统》里就说，花间几云，此次安登而跌雨最难。又评李清照这里的知否知否口气婉然，那他人人静妩媚并不昏沉。也就换句话说，李清照这里用知否知否就用得很昏沉。同志们注意，我们看古人的诗词不仅要看他一些句子写得很美，还要他结构非常紧凑，结构很浑厚。有些诗词呢就跟搭积木似的，每一句都还可以，但是它整个的没有内在的密切联系，不能前期内转，
整个的风格不浑厚不浑沉，像节目一样手一打全部散了。这首诗也就是或者像那个张英批评吴文英是什么像七宝擂台吃水下来不成片段这样的意思。这首词最受人们称赞的是应是绿肥红瘦这一句。绿是指树叶，红是指花，花谢了凋零了，或者是至少衰落了，而绿的树叶因为春雨浇灌了之后，树叶长得更加壮了。这里用了一个较粗俗的字眼肥。肥这个字本来是粗俗的，你家小孩子养得很胖，你家宝宝都肥啊，你肯定人家听了不高兴。你说的宝宝长得都胖啊，都富态啊，人家很高兴。你讲了肥字这个字是较粗俗的字眼。在这里呢，作者话术为雅，称绿肥红瘦却非常低雅，正像张仪草堂诗与笔录所说，结句犹为尾出精工，含蓄无从之意也，可谓女流之早死在矣。对这句称赞的还有黄叔辽源词选当中就有一问既有情，但亦依旧，但得极旦的确知否傲句来，而绿肥红瘦无限其完，却有妙在含蓄，短赋中常无需曲折，只是生于此在。黄辽源的这一段话说得很精到，不光是写了起完之情，又很含蓄，同时常无需曲折。对这样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片段，小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景，写的这样细腻而有出色，很难得。这里截取生活的一个断面，表现细腻而淡淡的伤春情节，造语工巧，平淡自然，结尾有含蓄，有出色。因此呢，绿肥红瘦这一句话很受宋人的推崇。南宋时期宋人喜用绿肥红瘦而写入词中的，我们举下面3个例子。黄几的《一进门》，风雨后枝上绿肥红瘦；赵兴观的《好诗经》，四去绿肥红瘦，愿东君轻薄；吴秦的《木鱼儿》，满园灵瘦红肥绿，秀秀春思无几。这里呢，黄几是一个著名的爱国词人，吴秦不但是爱国词人，而且词作数量很多，同时呢，他做过宰相，南宋后期的词人吴文英就经常得到吴秦的资助，跟吴秦的关系很密切。下面我们听一下吟诵，是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这个教授吟诵的。风中浓水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去到海棠依旧，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下面我们看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凤凰台上一吹箫，香冷金泥，背翻红浪，起来庸字梳头。任宝莲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寿，非干定酒，不是悲秋。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你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下面我们简单的劝讲一下这首词：香冷金泥，背翻红浪，起来庸字梳头。这几句啊，有点类似文庭云的那首《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冰云玉度香山斜。蓝旗画蛾眉，浓妆手洗词。跟他的意境啊很有点相似。香冷金泥，金泥啊是一酸泥，是一种凶猛的野兽。这里啊是形容周成猛兽型的香炉。香炉里的香都已经点完了，都冷了。背翻红浪，出自于刘允的《凤起符》，鸳鸯绣被翻红浪，说明李清照起来之后，床上的被子啊，红颜色的被子还是乱七八糟的，还在这个在床上也没有好好的整理地一点。起来庸字梳头，庸是懒的意思，懒得去梳头，也早晨起来了，也不急着梳妆打扮。这三句啊，表达的意境跟文庭云的《菩萨蛮》很相似。依然这里写庸，意在写愁。庸字是词眼，从依然的庸态中感到他内心深处的愁情。任宝莲尘满，日上帘钩。宝莲在这里是指梳妆架。古代女子啊，有些把手头发的一些手指、一些首饰，以及香粉之类的东西，都放在一个梳妆架里。现在梳妆架上都积满了灰尘，说明长时间的不用，说明懒得梳妆打扮。现在梳妆架上积满灰尘，太阳已照到帘钩，他还没有认真的起来梳洗。在这里啊，这种意境也跟《诗经·微风·不息》当中知不知动，手如飞蓬，起无高莫，随蝶为咏所表现的意境也一致。不息当中的这句话就是自从丈夫到东面去打仗之后，女子的头发就像蓬草一样乱蓬蓬的，懒得梳妆。难道没有洗发水啊，或者是洗头膏之类的东西吗？不是，谁有心去梳妆打扮呢？这里揭示了一个道理，
就是古人经常说的女为悦己者容。妻子是打扮给自己丈夫看的，丈夫不在家也懒得去梳妆打扮了。在这里李清照这个词啊，显然也受了诗经微风不息的影响。所以任宝莲尘满，日上帘阁，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显然在这里李清照有难言的苦衷。男人从表面上看离怀别苦，是因为离别，是因为丈夫到莱州去做官了，他没有跟去。实际上据陈竹梅先生考定，因为赵明诚啊把新娶的小妾带去了，李清照却没有去。他这个5个月的时间差是他们婚姻当中的一点小插曲，也是一点小不愉快。多少事欲说还休，这里啊显跟后来辛弃疾写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二经尽是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到天凉好个秋。欲说还休，辛弃疾是模仿的李清照的，他的《丑奴儿》也是模仿李清照的词作。欲说还休，想说话到嘴边又留住了。最后啊，词的上篇的结尾3句写得最好。醒来时非干酩酒，不是悲秋。这是全词写得很精彩的地方。醒来时3语完全出色，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人尤甚。醒来时这句话很好解。最近啊，人憔悴了，不是因为酩酒，就是酒醉如病，也不是悲秋。作者在这里故意用排他的手法，据秦龙书《管嘴篇》当中，就引述到这一首：李清照凤凰台上欲吹箫，今年首非干酩酒，不是悲秋，最为精拔。以此不因受之缘由，而因酩酒悲秋，皆非受之缘由。如禅宗的所谓无表言而知杂言，明晓推理，所谓排除法，以二非必却一事来，却又不明明道，这是何？说而不说，不说而说。在这里啊，写出了他有一些难言之隐。按理说，对于赵明诚这样的身份、这样地位的人，娶个小妾并不太这个太奇怪，也不过分。甚至像我们读经中的苏轼还娶妾，那么也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李清照这样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当这个爱情当中掺了一点沙子之后啊，就确实心里一时是接受不了的。所以醒来时非干酩酒，不是悲秋。据陈竹梅先生的考证，这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词的下篇以2个休字开头，两字句啊，经常用在词的下篇的开头，比如兰陵王，比如双双燕，比如满庭芳，比如这一首凤凰台上一吹箫，都以下篇的开头用一个2字句来开头。休休再会去也，其万里阳关也真难留。休休相当于我们的现在口语罢了罢了，因为他前面烦恼得很，而且人都醒来时不是因为酩酒和悲秋，而是另有烦恼。现在在这里想把它抛避开，休休再会去也，其万里阳关也真难留。这回去也是指的她的丈夫赵明诚，在家乡闲居了14年，终于这一次被朝廷启用了。
赵明诚迫不及待地带着小妾去上任了。你用7万匹洋官也挡不住他，这次要他想不去州官是做不到了，所以用7万匹洋官也真难留。洋官大家都知道是指的王维的那一首《阳关三叠》，又称送元儿之安息。劝君更尽一杯酒，喜却阳关无故人。阳关三叠啊，这叠上3遍，通常唱3遍。现在即使唱上7万遍，也不能叫丈夫不走，丈夫是非走不可了。这首词啊，很可能是在丈夫临走之前，或者是刚走之后。7万匹洋官也真难留，所以前面用羞羞这2个字写得千回万转，迸发而出。李清照的词啊，虽然贴近口语，也较少运用典故，但是却写得千回不倦，往往写得很有曲折，很有层次。你武陵人远，应守秦楼。这里倒利用2个典故，一个是武陵人，武陵是指桃花源，桃花源呢，人们很容易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但是我倒觉得这里的武陵人更多的是指东汉元平年间，也就是汉明帝元平年间刘承元造的故事。据说当时有个叫刘承元造的人到山里去采药，沿着桃花渠一直往山里走，今年就迷失路了，结果遇到几个仙女，跟仙女成了亲，在仙境里生活了半年。这2个人呢想家，怎么留也留不住，最后呢他们硬着头皮回来了。但一回到人间一看，没一个人是自己认识的，而且呢别人提起自己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有人仿佛记得祖上曾经有人到山里去采药，后来就迷失了，就失去联系了，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名词叫失联。失去联系之后，谁也不认识他，他觉得活到了也没有趣味，想再回到仙境里却回不去了。后来人们往往指这种需要复回的人称为轻度流浪。刘禹锡诗当中就有轻度流浪今有来，正好也切他自己姓刘。武陵人远，应守秦楼。秦楼呢是指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吹箫迎风的故事。秦穆公有个女儿叫弄玉，秦穆公他特别喜欢吹箫，就请一个叫小史的来教他吹箫。后来呢干脆把女儿嫁给了小史，又给他们租了一个楼，建了一个楼，让他们夫妻俩住在这个楼上。他们天天在楼上吹箫，有一天把凤凰都引来了，他们骑在凤凰的背上，一下就升天而去。这是弄玉吹箫迎风的故事。同志们注意了没有？我们这首词的题目就叫凤凰台上一吹箫，这个秦楼实际就是凤凰台。一首秦楼写词人心头之音，因为有这样的不太易于跟别人言谈的自己的心头的不愉快，因为婚姻事情的挫折而不愉快，又不易跟人说。武陵人远，应守秦楼。唯有楼前流水，一念藕，终日凝眸。只有楼前的流水，一念藕，终日凝眸。也许自己的丈夫就是从门前的这条河里舟船离开的。楼前称上面的秦楼，凝眸阶下写的爱影出镜，终日写时间之长。清风朗月陡然化为去雨乌云，个洞房
很快又变成离庭别绪，因为夫妻的分离，而在分离时间也较长，因为一别个就是5个多月。李清照对结婚以来恐怕夫妻的分别以这一次时间最长。宁某去，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根据陈竹梅的分析，是因为婚变，是因为难切，所以李清照有一段难以跟人言表的这样一段伤心事。宁某去是指对这个河水的凝望，从今又添一段新愁。这一接触到愁字，与诗人比有学还休，有休还学，而又不肯择学，不择学更使人感到深沉，既有疲于绝望的哀鸣，又有近于天人的思想。蔡和之先生是福建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跟我的一个导师是一个硕士生期间的导师，曾经是同学。蔡先生跟我来往也较多。他后来他夫人去世了，正好湘南大学刘青云女士的丈夫也去世了，他们又都是中华诗词协会的副会长。后来2个人就有了感情，最后登记结婚。登记结婚了，正好还没有举行结婚仪式的时候，1999年秋天，跟我们一起在华东科技大学开那个中华诗词研讨会。在会上由我等一人去促成，使他们就在会议期间举行了婚礼。我还是他们的证婚人。这件事情也是我们诗坛上的一件美谈。蔡老师水平很高，刘青云也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一个才女。这首词用起来生怕醒来这回多少是憧憬，这些都是口语化的词。有些词在今天我们还是用着口语，像生怕这样的字。我跟你约了明天一起到香山去，早晨又学好8点钟走，7点半的时候我又给你打个电话，你不好时间还没到呢，我生怕你忘了。像这样的字我们现在还用，这是以寻常语度越音律，词平平而起，愈卷愈曲，愈卷愈深，色彩愈卷愈浓，有运用领字，像应、逆、任等都是领字。寻音这里用领字没有刘允的八声甘州用得多，但是也用得很好。人
这是凤凰台上一吹箫和刚才的都是这个他的亲戚的作品关于他的亲戚的作品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